你年仅20却长得像80岁的妙龄老头，只因你师傅临走前把自己80岁的容貌一并传给了你，这让你心如死灰不忍。一个 cosplay 的整蛊主播找到了你。黄符糯米金犹在，不见当年捉妖人。道教巅峰之时，这些个邪祟玩意儿，岂敢蹬鼻子上脸？监测到宿主怀念道教过往，最新道教系统开始绑定。系统，居然是系统。阿细，赶紧介绍下自己的功能。最新道教系统，顾名思义，就是要它发扬道教文化，重振道教辉煌。在这个过程中，每收回1名信徒，他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神王子。神王子能够进行抽奖，抽奖物品包罗万象，神通法宝灵丹妙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抽不到的。每当除掉凶魔妖魔，就可以获得相应修为奖励。话说阿细，这初次绑定应该有新手礼包吧？开始发放新手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太极浮沉，恭喜宿主获得先天正气，恭喜宿主获得五类阵法。好家伙！好家伙，冲哥居然真上道观打假去了！末日扮成僵尸下道士，这是谁想的打假方式？也太刺激了吧！果然就没有我冲哥不敢整的蛊，整蛊界的豹子胆，试问还有谁？我想说，主播还是收敛点吧，万一碰上个真道长，小心给你收了。放心吧，家人们，这年头早就没有真道士了，搁这他来就是为了给大伙们打假的。家人们，礼物走一波，看我今晚将这关里的神棍吓出屎来！太极浮沉在手，先天正气藏身，五雷正法一念之间，自己这配置已经不用担心那买命钱来索命了。还有半个钟就到子夜，来吧来吧，把逝去的青春都还给我！好家伙，我等不及，你比我还等不及。借寿的玩意儿居然是只僵尸，怎么是个老头？怂了，怂了！这老道也不行啊，冲哥还没真正动手呢，他就吓成这样了。我就说道士都是神棍吧，一天天装神弄鬼，真碰上吓人的东西，他们比谁都怕。扮成僵尸吓神棍，冲哥这波操作太好玩了，哈哈！冲哥，我给你刷飞机，给这老头来点狠的。对，吓出尿来的那种。来吧，老头，尽情展示你的恐惧，给我屁滚尿流吧，哈哈！好家伙，现在的邪魔妖怪都这么不把道士放眼里的。卧槽，他怎么没事？这僵尸竟然不是太极浮沉！哈哈，这老神棍的表情可太逗了，脑瓜子都嗡嗡的吧？笑死我了！话说这老道士该不会拿这破浮尘当法器了吧？看这架势，主播再吓他一下，估计就要尿了。可怜的老道长要在10几万观众面前出洋相哥。老神棍竟然还敢拿浮尘抽我！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恐怖。孽畜，你欺人太甚！五雷正法，给我封！什么法？等等，不要！道长，行走，误会，这是个误会。陆冲直到这此前一刻，才惊恐地意识到自己这一波整蛊打假，打到了一个真正的道长身上。卧槽，我是看到了什么？雷法？这特喵的不是个整蛊节目吗？怎么成玄幻大片了？说好的神棍呢？说好的打假呢？这啥情况啊？这世上真的有法术？有没有专业人士告诉我，这他妈真的假的？雷法这玩意太夸张了，应该是假的吧？多半是主播的炒作，扮僵尸吓道士，然后被反杀，这怎么看都像是剧本。炒作吗？可我怎么感觉那雷这么真实啊？说实话，轰下来的时候，隔着屏幕我都一阵心慌。主播还在吗？在的话出来吱一声，不吱声的话，我们可就开席了。我靠，牛逼！不过这僵尸最后好像在说些什么，好像在喊误会。杀僵尸不该是奖励修为吗？咋突然冒声望值了？不对，所以这货不是僵尸，是个人，该不会还是个主播吧？这不尼玛二比吗？对了，还有个真家伙呢。道长你好呀。道长你好呀。好你妈个蛋好。道长，我时日不多了，还得劳烦你再借条命给我，行吗？时日不多了，就赶紧去死，成天借别人的命，你好大的狗脸！急不可耐找死是吧？那我就成全你。那就来。天啊，这是什么？你是什么人？我是你爹，五雷正法，给我封！不要啊！短寿鬼被杀了，发生了什么？莫非是镇灵司出的手？难不成那道观之中有特殊的法器？明晚让阴兵去过客境，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您击杀了后天鬼物，修为加3倍，恭喜宿主突破自猎期9筹。
这就是修为吗？太好了。年轻还是好啊。对，贫道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听见一声炸雷，然后道观外就传来一声惨叫。贫道出来一看，人已经没救了，你们快来处理吧，都糊了。家人们谁懂啊？我白天刚上的科技青帮教育课，晚上这视频就给我表演起法术了。不是说好的科学呢？这咋还抬手招天雷了？难以想象这个主播当时的心情，打假打到活神仙身上，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有没有懂行的出来说说这个视频尊嘟假嘟？根据我从业20年的经验来看，这个视频没有任何剪辑痕迹，雷法先不提，视频绝对真。天啊，那岂不是说这个道长真会施展雷法？那道士修仙岂不是真的？后怕前阵子路过天桥，还有个瞎子要给我算命来着，我没算还骂了他一句，现在想想得谢他不杀之恩。话说人类真能施展雷法吗？有没有修道的出来解释一下什么原理？这个我有发言权，当然首先要说明我没有修炼过，所以我只能说我有发言权。至于人类究竟能不能施展雷法，我也不知道，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说了，我没修炼过。尼玛，平均一席话，浪费3分钟。我该不是火了吧？想要振兴道教，还是得要有实力才行。来吧，看看这最便宜的抽奖能抽出什么歪瓜裂枣来。小号4位神王子抽奖开始。恭喜宿主，你也获得神通五行归宿，是否融合五行归宿？融合，试试效果。兄弟们，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这个清风道观真的就在我们昆市，地方已经对了。接下来就看那个视频里的老道长在不在这里面了。什么鬼？神仙马？好家伙，这身材，这颜值，这气质，简直绝了！什么当红小生、鲜肉男神，在这道士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啊！不是，这种级别的大帅比不跟我生猴子，跑到山上来出家，这不暴殄天物吗？楼上的，请别说这样的话，大家都是女孩，要互相尊重才对。让我老公跟你生猴子，这种玩笑并不合适。你他妈的又在网上找老公，让我看看怎么个回！卧槽，这我老公啊！道长，你从那里面出来的？你来是有什么事情吗？道长，请问您这儿是不是有个老道长？有，怎么了？我可以见见他吗？哦，他1周前仙逝了，坟在后山，你要去就去吧。什么？不，我想见的是昨天晚上施展雷法的那位老道长。抱歉，自师傅1周前仙逝后，这道观就只有贫道一人了，这里没有能施展雷法的老道长，而且雷法这种东西不现实，哪有人能控制？你要相信科学，请勿迷信。包括道士小哥哥亲自现身辟谣了，我就说那个视频不可信吧，人怎么可能驾驭天雷呢？道教要真有那样的高手，哪里还会没落啊？小洛洛，这趟白跑喽！道长，真的没有法术的存在吗？刚刚我还看见你从柱子里面出来了，这不是法术吗？贫道该说的已经说了，信与不信随便你。那道长，请问我能在观里走动一下吗？可能还会有些拍摄行为。随便。谢谢道长。这么爽快的吗？居然还允许拍照，这道长好随性啊！话说上回跟我妈去寺庙，本来想拍个上香照的，结果手机刚拿出来就被和尚拦下，表示佛门圣地禁止拍摄。相比之下，道士好像还挺随和的啊。那老道长好像真不在这里呀，抱歉啊，道长，打扰你了，我先走了，有时间再来上香。抱歉啊，可能还要打扰您一会儿了。尔等前去过境一番，事后勿走，看看那关中动静，若有密报，我再择日去取。遵命。炮，这雨怎么还没完了？安澜一个头两个大，本来他还打算趁夜出去找邪祟，斩个妖除个魔。这女的也够倒霉的。家人们，这叫什么事啊？本来想带你们看看雷法老道长，结果老道长没见着，我自己还回不去了，真是倒霉透了。这能怪谁？早就跟你说了，那个视频多半有假，你非要相信。道士施展雷法，这一听就是扯淡啊！这些年招摇撞骗的道士被揪出底裤的还少吗？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个卖龙虎丹的，说是能壮阳长寿，一个肾虚负伤，还真信了，高价买了丹药，结果吃了就中毒嗝屁了。所以说，道士们的算命啊、炼丹啊、法术啊，全是骗钱的，谁信谁二比。要说佛教有些高僧有法力，但还真不一定。道教施展雷法，我是100个不信。小洛想开点了，虽然咱没见到雷法老神仙，但这不是见证了一个超级无敌极品大帅，比道士吗？这趟总的来说不亏。没错，要我说这趟引来的才几十呢，给了主播一个和帅气道长同处的机会，给我羡慕的姨妈直流。今晚你应该是走不了了，贫道师傅的净室如今空着，你要不将就歇歇吧。麻烦道长了，道长，我住那房不会闹鬼吧？放心吧。
这世上哪有鬼？你要相信科学。好家伙，这道长还真是唯物主义啊！一口一个科学，不知道的还以为主播才是道士呢。话说这个道长还真另类，道士不应该都是四处宣传神神鬼鬼的吗？那谢谢道长了。快下，民主文明富强！快下，民主文明富强！阴兵借道，生人退避。什么东西？主播，你那边什么动静啊？好像有人在说话。阴兵借道，生人退避。卧槽，我还以为就我听到了，不会真是闹鬼了吧？道长，你在吗？在，没事，你好好睡觉。阴兵借道，生人退避。卧槽，这些是鬼吧？天啊，原来这世上真的有鬼物的存在。我的世界观崩了。话说那个青年观主怎么回事？他不是说要相信科学的吗？这怎么鬼都跑他道观里来了？借道是吧？来，都往里面来。欢迎！我靠，这倒是疯了，还欢迎借道？你丫难道没看出来那是一帮厉鬼？突然明白这家伙为啥坚定的相信科学了，特喵的鬼到家门了都认不出来，这种人咋迷信的了？欢迎我们嘛！完了，真朝这边来了。主播，下辈子请珍爱生命，远离道观。这年头的道士真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啊！不学无术也就算了，咋还一点眼力劲都没有？阴兵借道，热烈欢迎！这操作属实给我看麻了。集美们，刚查了下地图，我家距离这道观300公里，现在赶去的话，有机会趁热吗？噗，姐妹，你确定是去趁热，不是去送人头吗？来吧，让我看看太极浮沉真实的威力。人家这么欢迎我们，不回应他一下，好像有点不太礼貌呢。道长，你好啊。你好。神，什么情况？不是他人呢？贫道也不知道啊。不知道，那就是。卧槽，什么情况？那只厉鬼一插就没了。不是，这浮尘这么变态的吗？好家伙，难怪这道长稳如老狗，感情是有法器在身上。这是法器，干掉他，回去跟城隍大人领赏。好家伙，现在的邪祟都这么勇的吗？确实该为道教证明一下了。这是什么级别的法器？不要啊！恭喜宿主击杀后贴近厉鬼，修为加3倍。恭喜宿主击杀后贴近厉鬼，修为加280。恭喜宿主击杀猎奇巅峰厉鬼，修为加1倍。这就是他的欢迎借道吧？这可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你已达到后贴近3重。说吧，来干嘛的？我说了，道长能饶过我吗？说不说？是城隍大人让我们来的。昨天短寿鬼在这出了事，城隍大人怀疑这里有法器镇守，让我们来试探一下。本来说好的是在这走一遭，确认有法器了就赶紧回去，然后等月圆之夜，城隍大人自己过来取。结果没想到，那城隍是个什么东西？我所说的城隍大人是指修行了300年的妖魔，他以前一直生活在城隍庙附近，后来城隍庙废弃，他便自己入住了进去，撑起了城隍。我们都是他称城隍之后强行收服的手下，今天冒昧来到您这，完全是身不由己。道长您一定要明察了。那妖怪很厉害吗？为何敢觊觎道教法器？据我所知，城隍大人这阵子已经突破到先天大妖的境界了，现在就连禅灵寺的方丈也要卖城隍大人几分面子。另外，城隍大人有些怪异的手段，他似乎是不怕法器的。那他怕天雷吗？道长您说笑了，妖魔鬼怪之物哪有不怕天雷的？行了，你走吧。当真？当真？我真的活下来了，太好了，太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莫非是有道教高人出手了？大人，我回来了。经常当小弟的粉丝都知道，没了价值就会被抛弃。发生了什么？果然是有法器镇守，听起来似乎还是个品级很不寻常的宝贝。迎宾都死了，留你也没什么意义，成为我身体里的养料吧。道长，您果然有法术。道长，其实我从小就对道法特别感兴趣，请问您可以收我为徒吗？你想当道士？本人我想修仙。年轻人应该要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修仙什么的都是假的，你要相信科学。行了，赶紧去休息吧，明天早点下山，努力工作，好好生活，要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明白了吗？收徒？开玩笑，贫道自己都没太整明白修仙这回事好吗？哈哈，小罗居然被拒绝了，这么漂亮的女孩也会被人拒绝吗？不愧是道士啊，什么美女都一边去，别打扰贫道修仙。道长真的好过分，他都拿着法器追着厉鬼到处跑了，还苦口婆心劝主播相信科学。年轻人要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不得不说，道长是懂教育的。自己偷偷修仙，劝主播努力工作，我真的要笑不活了哈。就这么怕我修道吗？哼，本姑娘就不信当不了你的徒弟。开始抽奖，
恭喜宿主获得神通，咫尺天涯。恭喜宿主获得神通，掌心雷。又抽到了一门雷法，不错，这也算是多了个远程打击的手段了。试一下。不错，真不错，真好，还可以下山去四处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作乱的邪祟。这个地方好像不太正经啊，红灯街。算了，我现在这种身份不合适。帅哥别走呀，来都来了，进来玩玩呗，我给你免单。抱歉，贫道乃出家之人。哎呀，什么出家不出家的，来这玩的和尚我又不是没见过。走吧走吧，很好玩的，不收你钱。帅哥跟我玩啊，我18。道长，你看，我有料，前凸后翘，很好玩的。道长，他们活不行的，我30岁，经验超足。你叫什么？我叫玉玉。不错，那就你了。什么？抱歉，我干啥了？客人点你了，还不赶紧带楼上去？新来的还有点放不开，老板别介意哈。走，我带您上楼，待会就给您安排。什么啊？刚还说出家人，见着清纯漂亮的就这个鸟样了。哼，男人都一个样，我就不明白了，这女的有什么好的，跟个呆逼一样，除了装清纯还会啥啊？这道士一看就不会玩，根本不懂我们这些人的妙处。老板，您的眼光太好了。实不相瞒，那姑娘今天还是第1天到我这来上班，还是个厨呢。哦，是吗？那贫道运气还挺好的嘛。那可不是，像玉玉这种清纯的女孩，在这条街可是找不出第2个了。不过老板你也知道，她是稀缺资源，所以这价格方面得要这个数。5000没问题。好，那老板您稍等，我这就给她安排进来。姑姑怎么办？要逃吗？逃？为什么要逃？那是个道士啊。不用慌，一个道士而已。先不说他是真道士还是假道士，即便是真的，也不惧他。这年头，真有道行的道士都已经隐退深山，正经道士岂能来这种地方的？行了，你只管上，真要有什么问题，还有我在呢。对了，姑姑，原先的那些姑娘，你都已经吃了吗？昨晚上就吃干抹净了，现在我已经彻底稳固住了后天的境界。什么？不用羡慕，其实你的根骨资质比我好得多。咱们想要成为先天大妖，还是得靠吸食阳气、吃人血肉才来得快。不得不说，那家伙模样生的是真俊俏，跟他来一场鱼水之欢，想必也是非常美妙的事情。来了，这种事情其实得让粉丝来。你好，你好，先按一下吧，有点酸。你今天还是第1天上班，长得这么漂亮，怎么想着要做这行？没学历又没本事，想赚快钱，只能做这个了。我父亲病了，躺在医院，手术费是天价。我哥哥赌博，在外面欠了一大笔账。别开始了。道长，你真的好俊俏，我真的好爱你。可惜你这具身体得成为我的养料了。贫道还真够走运的，刚下山就撞见狐狸精了。100年修行，卡在炼气不得寸进，出来半个月，不但成功突破，还彻底稳固住了后天境界。修为还是得靠吸食阳气、吞噬血肉才来得快。不知道玉玉那边怎么样了？以玉玉的天赋，将这道是阳气一吸，血肉一吃，说不定就能触摸到突破的契机。到时有他相佐，在这城市中，万一碰上了镇灵司的人，也算有了照应。好帅啊！没想到还是个真道士，伤我族人，给我死！姑姑不要，快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好恶心的狐臭味！不好，又追上来了，现在怎么办？没办法，只有逃到东郊城隍庙，由那位大妖出手，才有活命的机会。以那家伙的速度，咱们真能在他追上前赶到东郊城隍庙吗？能赶到的，一定能赶到的。你帮姑姑拖延一下，日后姑姑会为你报仇的。来了！您击下了烈气巅峰扶摇，修为加124。城隍大人，救我！救我！很久没见到有修为的道士了，这一个居然还有着后天的境界，有意思。何方小道竟敢来城隍之地造次？臭道士，坏我好事，你死定了！不要！您击下了后天1重扶摇，修为加3倍，恭喜宿主突破到后天近4重。大胆道士，岂敢在城隍面前放肆！等等，这家伙该不会就是昨晚那阴兵所说的妖城隍吧？好家伙，还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啊！吾为城隍，既见神智，为何不拜？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自称城隍？臭道士，你可知在我手上死过多少道士们？跟贫道面前装你妈呢！这到底是什么鬼？
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茅山掌心雷吧？这么年轻就掌握茅山顶级雷法神通，他是什么身份？难不成是茅山这一代的道士下山降妖除魔来了？该死，不是说五大圣地封山避世了吧？这又是什么情况？若真是茅山道士的话，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了。还真是个作恶多端的东西啊！雷，给我死！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卧槽！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该不会是五雷正法？好家伙，这是他的天赋神通吗？可惜了，修为再高些就好了呀。人击杀了1子炼气金元灵，修为加100，你击杀了4子炼气金元灵，修为加1000，恭喜宿主突破到后天金无从。还好不算白忙活一趟。好家伙，这妖怪还是个土豪。哟，这不东郊的城隍大人吗？怎么还有空来我这老林子了？没劲跟你扯嘴皮子，拿点丹药来，我先恢复一下。天，这个时候就知道找我了。又会掌心雷，又会先天正气，还会五雷正法，这太匪夷所思了。最近一段时间还是老实点吧，万万不能招惹道士了。不可能，这个该死的家伙让我吃了这般大亏，我若不报复，我就不是城隍，我拿他没办法，我就杀光昌市的道士。后天月圆夜一到，我第一个就去灭那清风道观，我与道教不死不休。阿细，看看数据面板。好家伙，原来法器放进系统空间里就可以识别品级，这几样倒可以送给灵犀道观的那几位师兄。安澜师弟，你在观里吗？是王师兄。好家伙，正想去一趟灵犀关呢，王师兄倒是先来了，正好正好。若能将他劝动，拜入我禅灵寺，老衲必将在方丈面前美言，让他赐下2件1品法器，嘉奖于你2人。长老放心，林师弟是聪明人，他很清楚道教现在是什么样子，待我劝说一番，必然能让他转投我佛。师弟，这些是什么？你们这是？我2人已经皈依佛门。那灵犀道观呢？道观现在已经拆了，方丈准备在那原有的基础上建起一座新寺庙来。至于师兄弟们，则都随我们一起拜入了禅灵寺。哦，那倒要恭喜2位了。我们要恭喜你才是。师弟，你前天凭借着1件法器诛杀了鬼的事情，已经让方丈知道了，他对你很满意，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特邀你转投禅灵寺。我一个道士转投佛门，这有何不可？如今道教没落，早就没有人信了。看看佛教，全国各地寺庙没有1万也有8000座，信徒更是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加入这样鼎盛的佛教，是我等幸事啊！抱歉，人各有志，你们要投佛门，贫道管不了。也许这确实是你们的幸事，但不会是贫道的幸事。师弟，话可别说这么决断，你难道就不想听听条件吗？安澜师弟，我知道你舍不得道观，但人要向前看，拜入禅灵寺没什么不好的，尤其是咱们这种身份。你可知道，我和王胜师弟才入禅灵寺半个月，现在已经是鬼范师的候选人了。那不知贫道投了禅灵寺，能得个什么职位？上座讲经师如何？这比你当个穷苦关主有前途多了吧？可惜贫道对于当和尚不感兴趣。行了，贫道还有修行，就不招待2位大师了。安澜，你可想清楚了？你别以为自己得了个扶持法器就前途无量了。我不怕告诉你，禅灵寺法器多的是，方才哭我长老还答应要赏我2人1品法器呢。禅灵寺中高手如云，我和王胜师弟才进去半个月，就已经学会呼吸吐纳，有望正式踏足炼气了。行了，人各有志，佛教诸般好，你们去便是。贫道既然成了清虚师傅道统，自当以振兴清风道观为己业，禅灵寺不感兴趣。安澜，你根本就惹不起现实。如今道教名声恶臭，人人喊打，佛教信徒却涉及了家家户户，佛道大事早已成为地局。你真以为靠个破浮尘就能振兴清风道观了吗？我告诉你，禅灵寺的实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哪怕你诛杀再多厉鬼，在世人的心中也永远不如佛门高僧。正如此时此刻，你这道观除了我们，可曾有1名信徒前来上香供奉？快看，清风道观到了！哇，终于可以看见那位颜值逆天的观主了，好激动，好开心！我要做第一个上香的，都别跟我抢！天啊，真的好帅！这真人比视频里的还要帅10倍。为什么早没人告诉我，道士长这个样子啊？这让我天天过来上香都心甘情愿啊！道长，你太帅了，我是你的粉丝，我要给你上香。对，上香去。都是你带来的。大家都很想看看道长，我寻思着正好也能帮道观带点人气，就给大家组织过来了。道长，他们来干嘛的？没什么，想给贫道找个好差事罢了。安观主可否介意不说话？有话直说就是，都是出家人，还怕见不得人吗？既然观主都这么说了，那老衲也只好直言了。观主，你可知那天晚上你所诛杀的厉鬼出自何处吗？你想说什么？看来
观主还不知道那日的厉鬼背后是个怎样的存在。哦，愿闻其详。那帮厉鬼的背后乃是一尊先天境界的大妖，你可知那大妖生平最喜欢什么东西吗？不会是法器吧？没错，还真被你猜对了。哦，观主，你还没明白老衲要说的是什么吗？你招惹到那位大妖了，而且你还展现出会让他觊觎的东西了。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什么？这意味着他一定会来找你。刚好明天就是月圆之夜，老衲几乎可以断定，明晚一尊先天境界的妖怪就会前来抢夺宝物。届时，观主觉得自己有几分把握能与他抗衡。观主，非是老衲口出恶言，老衲只是要告诉你，他若真来了，你十死无生。你现在想要活命，只有一条路，唯有我嗣能保你无虞。安师弟，你可要好好想想啊！选择一旦错误，小心后悔都来不及。说完了吗？说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安澜，你果真要这样冥顽不宁？贫道如何行事，管你屁事！再逼逼一句，信不信贫道给你2下？这是3品的法器。安澜，你太过分了，你岂能对空问长老无礼？行了，既然观主如此执拗，也就没什么好劝的了。但愿观主明晚还能如此张狂吧。我们走。师傅就让他这么嚣张吗？这么多人看着，我们就这么走了，只怕有损佛门脸面啊！他手中的杀妖棒估计是3品法器，真要冲突起来，老衲并无十分把握。什么？那棒子竟然是件3品法器？那家伙究竟得了什么机缘？其实不光是那杀妖棒，他手里提的那一捆法器都不简单。好了，用不着羡慕，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手中的法器看似是宝贝，可若没有强大的实力傍身，那也只不过是一堆祸水罢了。我就说早上看见禅灵寺的空文长老上山来了吧？太好了，太好了！铁柱，有禅灵寺的高僧在这，二丫一定能得救。大师救命啊！大师救命啊！有何事相求？好好说来，哭哭啼啼做什么？大师，这是我女儿二丫，她今早去河边帮忙洗衣服，不小心失足跌落了河，被岸上的人救回来后吐了几口水，本以为就没事了，结果不知为什么她醒不过来了，她的呼吸还在。我也请村里的老医生看了，呛水不是很严重，救上来的也及时，但就是醒不过来。村里老人说估计是遭了邪祟，开始我还不信，结果您看我女儿背上。大师，这是不是被水鬼拉去做替死鬼了？你干嘛？好阴森的气息，这哪里是一般的水鬼，这只怕是只强大的邪祟啊！大师，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能救吗？我救，自然是能救的，但必须得是在禅灵寺中有佛门法器相助，老衲才能相救。可看他这样子，应该是坚持不到回寺庙了。大师，您想想办法吧，我就这一个女儿，我不能失去她，求您了，只要您能救活我女儿，您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您。我说施主，你们这山上不是有个道士吗？这种事找他呗。是啊，据老衲所知，清风道观的年轻观主那可是本领非凡呢，只要他愿意出手，必定能救你女儿性命。这种难办的邪祟，看你怎么弄。大师，您说的是小安道长吧？正是。小安道长虽然和清虚师傅一样，人挺好的，可他并无本领啊。不会吧，不会吧！你们难道不知道这安观主是个修行中人吗？他前2天还杀了好多的厉鬼呢，怎么你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吗？小安道长真有那么大本领？当然了，我们今天来那都是为了拜访林观主呢。不对，你们怎么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他平日难道就没帮衬过你们？不过也能理解，不给道观多些香火钱，安观主确实是不会理会别人，即使勉强理会，想来也是不肯用真本事的。毕竟对于林观主来说，有钱的城里人才是值得帮助的对象啊。施主，无论如何，你还是去找安观主试一试，他总归是个出家之人，应该不会坐视一条生命消逝吧。长老，您为何要这样盛赞安澜啊？他明明那样不识抬举。他女儿身上的邪祟，阴气恐怖，没那么简单的。想要毁誉一个人，低级的办法是贬低，高明的做法却是抬举。试想，当村民们心中相信了他有大本领在身，可结果女儿却救不回来，那时村民该作何想法？万一安澜真救下那女孩了怎么办？放心吧，那女孩体内的邪祟阴气极盛，没那么容易对付的。因为那女孩的魂已经被鸠占鹊巢的邪祟赶了出去，短时间找不回女孩的灵魂，他照样是必死无疑。长老这般智慧，真是让我二人大开眼界，佩服不已。师傅，那咱们现在还下山吗？那怎么行？同为出家之人，我等自然得上去看看，万一那观主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小安道长，救命啊！救命啊！发生了什么？小安道长，是这样的。我听朱梅妹子说山上来了禅灵寺的高僧，这才匆匆赶来。不过刚才那高僧说，只有你才能救我女儿。小安道长，求您看在本地的份上，救救二丫吧。等我回去，我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来给您官里捐香火钱。阿弥陀佛，上天有好生之德，还请林观主帮帮这位居士吧。若是嫌没有香火供奉，老衲愿替这位居士承担，只求观主出手。
放心，斩妖除魔，济世救人，本就为道教己任，贫道岂会坐视不理？这是什么？小安道长，这是不是水鬼给拉下河去做替死鬼了？这玩意儿可比水鬼强多了啊！那你们来得很及时，这东西还没完全适应身体，所以要解决它。简单。给贫道滚出来，不然打死你！关主，这关系到一条生命，还请你不要。不要，道长饶命！说那女孩在哪儿？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你先说。那我不说，你弄死我吧！弄死我了，这女孩也得死。我去，这也太残暴了吧！不要扎了，不要扎了！我说，那女孩被我赶走后，就往村子里跑去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那女孩灵魂很脆弱，跑不了多远，应该还是在村子里的。道长，那咱们赶紧下山去吧。区区一些痛处就让他交代了，这简直是给全天下的厉鬼丢脸。早知道这厉鬼这么怂，自己也用法器恐吓他一下就好了。长老，现在看来不太妙了。没那么容易的。受到惊吓的小女孩，即便找到了，也不敢与生人接触。想要回魂，除非她有道门还魂一类的手段，否则照样没用。等等，那玩意儿，待会我摇一下铃铛，你就喊一下你女儿的小名，声音放正常点，就像平时喊她回来吃饭一样，明白吗？明白。二丫回来吃饭了。二丫回来吃饭了。不是这样有用吗？铁柱，快看，二丫来了。这怎么可能？不要啊！这家伙做起事来如此麻利，如此果断。二丫，快过来，快过来！回来了，小安道长，接下来该怎么办？醒了，太帅了，太厉害了，这才叫修仙的人啊！不行，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要出家。老实说，之前我还对道长的实力有一点点的质疑，现在看来我是个什么东西啊，也敢对道长质疑。今天真是小刀拉屁股，给我开了眼了，这趟来的血赚。大师，这回真得谢谢你们啊！要不是你们透露，我们还真不知道自家山上住着个活神仙呢。道长，今天的救命之恩，我铁柱记着了。往后道长你有任何的吩咐，我铁柱就半个眉头都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斩妖除魔，济世救民，本就是我道教宗旨，何须大礼相谢？小安道长，我身上有些钱，您收着吧。对，好久没去关里走动了，一点心意，您别嫌少。诸位生活如此拮据，贫道又岂能要你们的钱？今日救下他，只算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各位用不着如此，你们在此稍等一会儿，贫道去就来。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乡亲们的。村里有多少人，贫道不太清楚，就劳烦你去分发了。这怎么行？我们没去道观上香，已经惭愧得很，哪里还能要您的钱啊？贫道是修行中人，世俗钱财与贫道而言，已如过眼云烟，分给诸位乡亲，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便全当是为师傅老人家积些阴德。各位就不要推辞了。小安道长，您这叫我们如何受得起啊？其实这些钱都是他们给的香火，你们要实在感激，就谢谢他们吧。都怪你，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厉害啊。走吧，师傅，那小子这一手恐怕要让道教的名声得到改善了。您真的不做些什么吗？放心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动手，别忘了明晚就是月圆之夜。对啊，差点把那个恐怖的大妖忘了。你击杀了后天界厉鬼，修为加350，你收回了100名初级信徒；圣王子加1000，你收回了100名虔诚信徒；圣王子加100。终于可以看看终极抽奖了，阿谢开抽！恭喜宿主抽取到金光咒，居然是传说中的金光神咒，立即融合。想想真可惜，要是那天对付那个黄皮子妖时有金光咒在身，就完全可以无视他那臭屁了。当时出手该轻一点的，把他伤那么重，明晚怕是不会来吧？这出什么事了？莫非镇灵司像上面请来了绝顶高人？不应该呀！如今世道到处妖魔作乱，各地镇灵司都自顾不暇，哪请得来绝顶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这里发生了什么？是个道士。当时我离得很远，就看见那道士手一抬，天上就降下好多的雷来。城隍大人被轰出了本体，受了很重的伤。不过他还是逃出去了。他放了个很臭的屁，把当时离得近的全给熏死了。那道士没敢再追，气鼓鼓的回头就把城隍大人的庙给推了，所以没死。师傅，您说那妖城隍现在去哪了？西郊老林，你知道那个道士长什么样吗？这我不知道，他很吓人的，我哪敢靠近啊？不过他长得蛮丑陋的。哦，你都没敢靠近，如何知道他丑陋？这个不需要靠近啊，他都没长獠牙，还只有2条腿，鼻子都没我的大，这不是丑陋是什么？
师傅，咱们真要去找那个大妖，不会出事吧？放心吧，我们禅灵寺这些年与他井水不犯河水，他是知道的，没理由会对我们动手。即使真想动手，他也得顾及一下方丈的实力。但愿我这珍藏的丹药和法器能够说动他。外面有2个和尚要见你。和尚是禅灵寺那个方丈，来的不是那个方丈，是他禅灵寺的长老。听他语气，应该不是来趁人之危，反倒像是有事相求。我出去看看。禅灵寺长老空闻，禅灵寺弟子决心见过城隍。城隍大人，贫僧此番前来并无敌意，只是想与您道些好事。继续说。贫僧素闻城隍大人钟爱法器，实不相瞒，据贫僧了解，白崖山上清风关就有着许多上好法器。所以你想我灭了清风关的道士？如果您能这么做的话，那贫僧自然是非常感激的。如果我答应你，你能给我什么好处？这个自然是有的。就这，还有一样，贫僧听闻城隍大人被道士重伤，特地带来了本门3品疗伤宝药。放屁！吾乃城隍，谁能伤我？你休要胡言乱语。贫僧誓言，城隍大人修为登峰造极，常识之中全无敌手，更别提什么道士。道士在您面前皆是土鸡瓦狗罢了。明晚之后，白崖山上再无道观。空文和决心听到这话，顿时大喜不已，又对着这黄皮子妖拍了一番马屁后，空文师徒便要准备离开。你这和尚能找到这儿来，看来对本城隍还是有所了解的。既然了解，那你应该再给一样东西才对啊！还要什么东西？这妖怪未免有些太贪心了。贫僧明白。师傅，你这是做什么？勿怪为师，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既为我亲传弟子，就当明佛理，当怀大义。老狗，你不得好死！禅灵寺的长老很不错，你的供奉本城隍收下了。阿弥陀佛。这秃驴心狠手辣，跟他打交道，恐怕不是什么好事。道理我懂，不用担心。我本就要去灭那清风观，他既然要送东西来，那自然是不要白不要。你真确定要去灭那道观？那是自然。我说了，从今往后都是见一个杀一个，清风观只是一个开始罢了。深夜，安澜在祖师殿里埋头研究着金光咒的各种使用小技巧。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3界内外，唯道独尊，其有金光，复应无身。快看，那是什么？终于来了，这就是那位传闻中的妖城隍。安澜完了，城隍李治，关内小道，速速跪迎。天啊，这就是那个自称城隍的大妖吗？太恐怖了！这股气势简直让人有种贵妇的感觉。有他出手，今晚稳了。安师弟啊，安师弟，你终究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真不愧是让方丈都忌惮的存在。话说，如此可怕的大妖，那天究竟是被何方神圣给推平了城隍庙啊？等清风关的事解决，该和方丈好好说一下近日的变故了。可惜啊，可惜！哎，要是他能主动上门找我报仇就好了。城隍李治，关内小道，速速跪迎。今天是月圆之夜，卧槽，他居然真的来了！傻了吧，吓傻了吧，哈哈！这么一尊大妖上门，真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清风关的事总算可以了结了。能够再次遇见你，贫道真的是太开心了。你刚才说什么？要进我道观做客是吧？来来来，热烈欢迎！这是清风关的，走错路了，走错路了。相逢即是缘，来了就是客，有什么走错不走错的？来来来，咱们好好聊聊先。你这架势，确定是拿我当客人？这他妈的，为什么这个家伙会在清风关？这尼玛是缠上自己了，阴魂不散是吧？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不是，你到底是谁呀？贫道是清虚真人的唯一弟子，如今是清风关现任关主。不可能，清虚那个小屁孩，一生都没入修行的门，怎么可能教出你这样的存在？你不信随便了，反正这也不重要了，对吧？我高贵的城隍大人，动手了，动手了，终于动手了！百年清风关，自今业绩不复存在了。阿弥陀佛。什么情况？哪里走？该死！这是城隍，是庙里的城隍老爷。神仙来咱们村子里了，快给神仙磕头啊！不对劲，不对劲！快看，小安道长也在。小安道长好像在追杀城隍。妈的，什么狗屁城隍？他凭什么惹小安道长？拜他，我拜个屁！这家伙什么情况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够了，再往前一步，大家都得死。贫道对你热情欢迎，你跟贫道威胁是吧？你特么拳头上都冒金光了，这叫热情欢迎？这分明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灭乎？威胁谈不上，但你应该清楚，你那天雷杀罩笼罩一方，一旦落下，我固然难活，他们却也死定了。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拿我们要挟小安道长，你以为我们怕死吗？小安道长，直接干他！我们不怕死，我们死而无怨。干了，兄弟们！不是，这群村民有病，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真没说错，全特么是刁民。长老，什么情况啊？长老，你应该不是请错人了吧？闭嘴！要不这样吧，贫道不用雷法，你也不对他们下手，咱们来公平一战，如何？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鱼死网破，不过贫道保证，他们一死，贫道将不会再有任何顾虑，势必将你卸成8块。你说话当真？你真敢不用雷法与我一战？你就放心吧，你难道没听过出家人不打诳语吗？这不是佛门出家人说的吗？你当我傻？行，那贫道跟你保证，只要你不伤及无辜，这一战贫道就绝不用雷法，违者甘受天罚。我很好奇，你究竟是有什么底气，敢不用雷法与我一战？没什么底气，就是单纯觉得你很弱罢了。臭道士，你真的很狂妄，在昆池还从来没有人敢说我弱，给我死！卧槽，这啥情况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天啊，这不是城隍，这是妖怪，都被逼出本体了吗？那个家伙究竟什么实力啊？如果这妖城隍真的解决不了他，那无论如何都要跟方丈如实禀报了。这个道士绝不能留。没有人可以在城隍面前放肆，没有人。就这点本事，哇哇大叫个啥？差点给我吓着！你逼我的，你逼我的，吾乃城隍，没人可以侮辱我。还不出手？想不到的，给我死！道长，我是受他蛊惑，一时冲动，还求道长饶命。金光咒，传闻中的金光咒。原来这世界真的有神。师兄，方丈闭关呢，你这何事啊？匆匆忙忙的。师弟，你见过传说中的金光咒吗？这不是龙虎山天师府的至高神通吗？龙虎山都封山多少年了，咱们怎么可能见识得到？话说师兄，你最近不是在处理清风关收编的事情吗？怎么突然谈起这个道门法咒来了？怎么过程不太顺利？非但不顺利，且出了大事。一个小小清风关而已，有什么大事不大事的？也许我说了，你不敢相信，但我必须要告诉你，清风关清虚那小子的徒弟，压根不是什么普通道士，他极有可能是龙虎山天师。师兄，事没办成，跟方丈认个错就是了。找这样的理由搪塞，未免就贻笑大方了。我一出家之人，从来不打诳语，岂会开这样的玩笑？我是亲眼看见那个道士施展出龙虎山金光咒，镇杀恶灵城隍的。师兄，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恶灵城隍那是让方丈都忌惮的存在，镇灵司都屡次在他的地盘上折戟沉沙。现在你告诉我，他被清风关的小道士镇杀了，你是大半夜睡不着，特地来戏弄师弟的吗？哎呀，我没戏弄你，我是说真的。方丈的小明王宫成了。您击杀了后天巅峰级妖物，修为加2000；你击杀了先天境大妖，修为加2万，恭喜宿主，修为达到后天境巅峰。买1送1，妖怪还是忠厚啊！兴许这能让我突破。与此同时，安澜击杀恶灵城隍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也许只有司手亲自出马了。司手那边的事都还没解决呢，如何抽得开身？更遑论眼下这火葬场内究竟是什么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司手是我昌氏擎天一柱，他若贸然亲赴险境，一旦有事，昌氏的局面会失去控制的。那难道就放任不管吗？要是道门没有没落就好了。是啊，但凡道教没有退役，世间妖魔邪祟怎么敢这样猖獗？以道门中人的行事风格，但凡听闻山下有妖魔作乱，他们定不会坐视不理。反观佛门，成天把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挂在嘴边，结果真到这样的乱世了，要他们出个手，跟求爷爷拜奶奶一样。想想真是可气，我等为了昌氏的安危，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禅灵寺什么也不干，一心发展信徒，名利皆收。有时候我真想撂挑子不干了，专门去锤那帮脑满肠肥的秃子。妈的！行了，禅灵寺是指望不上了，这里我年纪最长，我先去，不管里面是什么情况，我拼死也给传递个讯息出来。等等，司手传来了命令，他已经想到解决的法子了，大家严阵以待即可，不要再进去送死。
司手说严童已经去请清风关的道长了啊，请道长来帮忙。话说，司手口中的清风观，不会就是白崖山上的那一座吧？还真是。司手是疯了吗？清风观，我要记得不错，清风观的观主是清虚真人吧？就是他，前不久已经仙逝了，现在是他的徒弟，好像叫安什么的，接手了道观。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清虚连修行的门都没迈进去啊，更遑论是他的弟子了。司手居然派严童去清风观求援，这确定不是病急乱投医吗？把那观里的道长请来干什么？请来多送一条性命。司手这么做应该是有原因的吧？是个视频。天啊，那是东郊的恶灵城隍。不只是他，还有西郊那个老妖婆，他们居然被清风观那个新观主给杀了。这怎么可能？这个手段为什么和传闻中龙虎山天师的金光咒如此相似？昌市镇灵司严童拜见清风观观主。镇灵司贫道安澜，不知严居士前来，所谓何事？安观主，昨夜您为民除害，解决到东郊恶灵城隍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司手特地派我送来这瓶4品丹药，以作镇灵司对您的感谢。斩妖除魔，本就是我修道中人分内之事，贵司无需道谢。观主大义，严童佩服。不过不管怎么说，您始终是为我昌市除去了一大害。镇灵司作为帝国组织，理当聊表谢意，还请观主不要推辞。行了，你究竟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贫道不喜欢猜谜。行，既然观主你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也就大发慈悲的直言相禀了。其实我这一趟来是求观主帮忙的。所以光是你们镇灵司的人，前后就折损了18位，这18人都是些什么修为境界？10人在炼气大成左右，7位后天初期到中期，还有1位是我司仅次于司手的最强者，他于半月前迈入先天，而那个肉身脆弱者进去必死的讯息，就是这位先天前辈传递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我镇灵司难得的高手，这一次却折损足足18位，我们也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了。一个刚入先天境的，就是镇灵司第2强者，看来这镇灵司的水平很一般啊。观主，您是不是对先天境界有什么误会？观主，实不相瞒，根据我们的猜测，火葬场中应该是有人在炼制尸妖，那里的尸气冲天，估计尸妖已经成型在即，若是放任下去，后果只怕难以想象。所以我在此请求你，不跪求你，跪求您出手帮忙。只要您愿意出手，镇灵司定然会竭尽全力满足您的要求。你们镇灵司应该知道很多妖魔邪祟的所在吧？知道的。镇灵司掌握有许多妖魔邪祟的地点，但由于人手不够，绝大多数只能暂时搁置，慢慢解决。那就好。好什么？省得贫道到处去找了啊！贫道的意思是，哪里有妖魔，你就带贫道去哪儿。凡是有业障在身的邪祟，贫道给你一并解决。既然事不宜迟，就别愣着了，带路吧。等等我，带路！什么叫出家人啊？什么叫道长啊？家人们，谁懂啊？他真的，我哭死！听说了吗？咱们昌市好像出了个道教的活神仙。我知道，是白崖山上的那个吧？我听我儿子说了。巧了，今天天还没亮，我女儿就把我喊起来，给我看了个视频。你们猜是啥？居然是道士在降妖伏魔。好家伙，原来你们都听说这个消息了，我还以为就我知道呢。如果那关里的道士真有本事，是得去上炷香求下保佑。方丈，看来昨晚的事已经在昌市本地传播开了，您看咱们该怎么办呢？要说现在网络也真是胡来，以往有关于妖魔玄学之类的事情曝光在网上，基本还不等掀起热度，就会被全面封禁。但这2个月封禁的力度是越来越小，也不知道帝国在想什么。没办法，这半年来各地妖魔复苏的事件越来越多，闹出的动静也越来越大，有些事已经瞒不住，肯定要慢慢放开口子，让大家逐渐适应的。不管怎样，不能坐任那个视频继续传播呀。要不跟镇灵司那边通个气，以他们的能量，在昌市本地全面封锁那个视频，应该还是轻而易举的。以前镇灵司几次请求咱们帮忙对付恶灵城隍，咱们都没答应，现在让他们帮忙，只怕有点难吧？未必。方丈，您有所不知，就在您闭关的这几天，镇灵司又来了一趟。来做什么？自然是寻求您的帮助。镇灵司进去了整整18位强者，甚至连那个仅在司手一人之下的先天大修也折损在了里面，这未免也太可怕了吧？看来那里面的东西不太简单啊。若是简单，他们也不会再次前来求方丈的帮助了。你答应他们了？如此大事，方丈未曾出关，弟子岂敢做主？那你如何做的？弟子让他们先考虑清楚修建那81座寺庙的事，然后等方丈出关了再行商议。那他们如何说的？暂时还没有给回复。另外，据可靠消息，他们事后又去了别的地方，想要说动其他地区的高僧出手，结果嘛，自然是不尽人意的。你去一趟西域桥的那个火葬场，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昌市的网络中立即下架掉有关那个道士的所有视频。火葬场的事，老衲就可以出手。弟子明白。这件事，相信镇灵司不会有任何犹豫了。
居然这么快就请来了，太好了！真没想到清风观还有如此强大的道长，关键他还这么的年轻。里面的存在修为不在贫道之下，你们不要进去，容贫道前去一窥究竟。就在刚刚，这个叫做安澜的道士决定单刷副本，其他想躺赢的被果断拒绝在外。您一个人进去，还是派2个人陪您一起进去吧。毕竟不管怎么说，让您一个人去，万一出了点状况，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放心吧，贫道逃命的技术不足，真有危险，肯定比你们跑得快。再说了，以你们的境界，跟着贫道去，只怕是个累赘。那道长您一定要小心。如此年轻，实力就已经这样不过了，道教的底蕴还是深厚啊。能够说动这位道长，条件应该不低吧？关主没谈任何条件，甚至连那份表露我镇灵司诚心相交的4品聚灵丹，他也没有理会。什么东西？他问我们镇灵司知不知道更多的妖魔所在。关主不光要帮我们解决这里的问题，还要解决一切为非作歹的邪祟。他说斩妖除魔，济世救民，本就是道门宗旨，何须言谢？仅仅是因为沾染了尸体，这些尸体就有变成僵尸的征兆。这里面的东西还真有点东西啊！难怪说肉身脆弱者进来必死。尼玛，偷挡！这是遭遇了。好家伙，什么东西这么恶心？本座尸解功法即将成功，缠住他，不要让他坏了我化尸妖的大事。你好端端的人不当，这是要修邪门路数，成僵尸之身。臭道士，你懂什么？人身脆弱，纵使修行至先天，也不过200年寿命，唯有僵尸之身才能长生不死。想要长生，干嘛非要当僵尸？你可以修炼成仙，飞升长生啊！老子要有修炼成仙的本事，还至于走这种路？这种问题就好像是在问一个考试门不及格的学生为什么不报考清华一样，尽全力拖住他，最多一炷香，我就能攻城。我冤你！这情况必须得让司手来一趟。道长，你没事吧？真没想到里面居然有2个这样恐怖的存在。道长，你能活着逃出来，真是万幸。贫道没逃。行，我们知道道长没逃，不过还是先退一退，再想想办法。不用，贫道只是不想跟他近身打，真要解决他们，放个天雷就行了。我要成了，我要成了，都准备好做我的第一批血石吧。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你在干什么？停下！给本座立即停下！好好的正道不修，偏要走这种为祸一方的邪门路数，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难道是龙虎山的五雷正法？你猜？不要啊！您击杀了先天境妖物，修为加2位；您击杀了先天境巅峰僵尸，修为加200000。你已突破自己的天境4重。我去，直接从先天1重一跃达到先天第4重，甚至距离第5重也只差一丝修为。这趟下山真是血赚啊！嘿，醒醒！我刚才看见了什么？雷法！道长，你居然会雷法，而且还是如此恐怖的雷法！关主，您刚才施展的，莫非真是龙虎山的五雷正法吗？五雷正法，那可是天师府的不传之秘啊！难道关主您？贫道是清风观清虚真人的弟子，诸位就不要多加联想了。那位清虚道长明明只是个普通人，怎么会？行了，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你带我去别处吧。什么别处？不是说了吗？哪里有妖魔就带贫道去哪里。师傅，是镇灵司的车子。看来那边的问题很严重，已经到了他们不敢停留的地步。禅灵寺的空玄，他怎么来了？原来是周队长，阿弥陀佛。原来是空玄长老，不知长老这是要去哪儿？贫僧正要去前方的火葬场，顺便来告知一下诸位，本寺方丈已经出关了。所以怎么了？方丈师尊听说了这里的事情，所以怎么了？空玄脑门中浮现黑线，寻思着这家伙好生愚笨，这话都听不明白。师尊大慈大悲，恐镇灵司有所伤亡，故而决定出手相助。师尊只需要你们镇灵司帮一个小忙，就可以前来相助。对不住，修建81座寺庙的事，我们镇灵司没有这么大的权利，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就告辞了。且慢，周队长，贫僧还没说是什么条件呢，你这么急干什么？怎么不是修建寺庙的事情？不知法灵方丈想要镇灵司做什么？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那就是帮忙全网封锁一个视频。抱歉，此事恕难从命。不是，这件事对你们而言很简单啊，为何拒绝？难道你们要让火葬场的问题继续恶化下去吗？我四方丈也是听闻你镇灵司损失惨重，这才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决定出手。难道你们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肯答应吗？抱歉，火葬场的事情已经处理妥当，就不劳贵司了。我等还有公务在身，恕不相陪。怎么会这样？这帮该死的家伙！继续去火葬场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敢信？佛门高僧为了打压道教，赚取声望，找来了记者直播。对了，严童去哪儿了？这次对方帮了我镇灵司如此大忙，怎么也该准备份厚礼才是。严童现在带着灵关主去其他妖魔所在之处了。关主古道热肠，要严童带路去解决所有作乱的邪祟。这就是道士吗？对了，司手，我们回来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什么？
那你怎么回应的？在下一时不忿，直接回了一句恕难从命，应该是得罪空玄了，在下有过，还请厮守责罚。就回了句恕难从命，你咋不敢给他2巴掌呢？行，有机会给那帮家伙来2闷棍。镇灵司那边谈好了，弟子无能被拒绝了，他们没答应，究竟发生了什么？方丈，咱们去晚了，火葬场的事已经有人帮忙解决了。不是说那里面的东西非常危险吗？镇灵司的卢国霜无暇他顾，咱们方丈师尊又没出面，还有谁能出手处理？该不会是那个道士出手了吧？正是，弟子去时没碰到那道士，只碰见了准备回去复命的周明。弟子遵奉您的交代，将事情说与那周明听。结果谁曾想的周明直接大怒拒绝，甚至其身边几人隐约还有要对贫僧动手的打算。师尊，看那架势，他们镇灵司已然是与那道士交好了呀。那道士的实力本就可怕，若镇灵司还与他交好，只怕真会动摇我禅灵寺地位。方丈，我等不能坐视不理呀，恐怕不但会影响到我禅灵寺的香火，动摇到整个佛门，亦为可知啊。方丈，要不您找个机会出手，给那道士做掉算了，唯有这样才能一绝后患。我见过那道士出手，他的实力极其恐怖。师尊固然修为精湛，但想要除掉对方，只怕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当然，师尊如今小明王功大成，真要一斗，那倒是多半不是师尊对手。只是咱们佛门终归是正道，若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那道士，自然万事大吉。可若弄得人尽皆知，恐怕会有损我佛门声誉啊！佛道之间暗下斗一斗也就罢了，明面除杀，万一惹怒了道门圣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要做事清风观名声大噪？真要让道士名声死灰复燃，只怕我佛上宗也要降罪我禅灵寺啊！即刻安排记者发表声明，今日本座要为民除害，出山降魔，让他们全程直播。方丈大师，请问您为何突然宣布要下山降妖除魔呢？这是一时兴起，还是早有打算？方便详细说一下吗？方丈大师，据我们了解，昨天有一个道士降魔的视频，在咱们当地引起了广泛传播。请问您现在的决定是否与此有关呢？又或者，这就是为了与道门一较高低所做出的决定呢？只知道有妖魔作乱，贫僧就当前往超度，哪怕不敌，也要怀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本心。而这一趟下山，也是因为本寺香客遭逢妖魔杀害，其家人百山相求，泪洒佛堂。至于道士降魔这事，老实说，贫僧日夜以经书相伴，确实是不知这些消息。且即便是真事，其实也并不足为奇。须知道门作为与我佛门一样的正道名门，有妖魔作乱，出手镇压，这本就是义不容辞之事，何足道哉？师尊，不愧是师尊呐！好了，降妖除魔，事不宜迟，诸位有什么问题，且待解决了妖魔之后再问吧。现在下山。关主，这里是第一站，等解决了这地方后，咱们再一路顺着往南，沿途就会有很多厉鬼的窝点可以解决了。臭道士，你别太嚣！不好，这道士不简单。您击杀了44之列7进厉鬼，修为加3200，您击杀了6之后天进厉鬼，修为加2200，您已突破自限天进无从。走吧，下一个地方。大师，您所说的被害的香客就是在这儿出的事吗？没错，那位香客的家人就是因为不小心进入了这片乱葬岗，回家后就大病而亡了。就不小心进去了一趟，回家就死了，这是什么原理啊？大师，这里有很多的厉鬼，普通人看似只进去走了一趟，但其实已经被阴气侵入了体内，阳气盛的也就罢了，阳气虚的确实是很难活灭。那我们要是跟着进去，该不会也要出事吧？诸位不用担心，有方丈在，这里的厉鬼哪里敢造次？走吧，贫僧带你们看看厉鬼的真面目。大师，您的意思是可以让厉鬼显形？天啊，这雷好冷，渗入骨髓的冷，这就是阴气吗？佛光普照。天啊，这就是方丈的神通吗？好神奇！各位，接下来方丈就要逼出潜藏的厉鬼了，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出来。要出来了吗？大师，鬼呢？别急，容贫僧施加法力逼他们出来。方丈手中的木鱼是一件3品的法器，不但有敲山震虎之力，还蕴含着佛门妙音，一经敲打，邪祟震耳欲聋，必然现身逃窜。尼玛，这里没有鬼，该死，这他妈谁干的？师尊，弄错了，那个香客来电话，说不是在这里，还要往南一点，是废弃了20年的红勘学校遗址。那香客怎么不说清楚啊？这不平白浪费大家伙的时间吗？法灵怔了一下，朝空文投去一个赞赏的目光。原来如此，贫僧就说怎么会没有厉鬼显形，没想到是闹了个乌龙。那大师，接下来怎么办？诸位勿虑，那地方离这儿不远，贫僧既然下山了，自然要除了那些害人之物。
您击杀了24字猎奇经理鬼，修为加1000；您击杀了3字后天经理鬼，修为加200；您击杀了1字后天巅峰厉鬼，修为加2000。走，下个地方。明天就元旦了，视频的最后祝大家元旦快乐。佛门高僧请来记者直播降妖，不料为他人做了嫁衣。诸位，接下来就是见证厉鬼显形的时候。又被解决了，这特喵的到底是谁？方丈，搞错了，不是这里。这位师傅，麻烦你把方位确定好了再说行吗？是贫僧吗？放心，这回已经问清了，是3公里外的一片老林子。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诸位，怪贫僧，全怪贫僧。我说这位师傅，你到底靠不靠谱啊？不行的话，打个电话让我来接，行吗？没开4度师法，你这样搞不是纯粹在戏弄我们吗？就是，明天一大早我还有别的采访工作呢。诸位别急啊，这一次贫僧真的确定位置，就在5公里外的废弃场楼里。咱们不是那里，是20公里外的南陵洞，妖怪在那里。方丈这是生气了呀？行，既然大师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再跟着走一趟。但愿这一次大师别再让我们白跑了。放心，师尊到底是什么情况？没办法，有人在和我们作对，沿途的邪祟都被提前解决了。什么？这回咱们跨过中间，直奔南陵洞，不说能抢在那人前面，至少也能跟他碰上。南陵洞的鼠妖成千上万，其妖王阴险狡诈，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干净。要是能碰上就最好了，看看究竟是谁，竟敢拆咱们禅灵寺的台。快看，那是什么？卧槽，妖怪，真的是妖怪！居然是他，长心了，他是茅山道士，莫非真是茅山圣地的人下山？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是那个视频里的道士没错了，真没想到这么幸运，居然能在这里碰到他。看看那都是什么手段，随手之间雷电肆虐，这还真是个活神仙啊！皇天不负有心人啊，这可怎么办呢？臭道士，我要吃了你！叔父，关主，有不速之客来了。不速之客是他。关主，要不要我通知镇灵司的人马过来？用不着，看他身后跟的人，不像是来找事的。若真是来找事的，那该担心的也应该是他们。行了，今天忙了这么久也够了，明天你再来我道观，贫道再同你解决其余的地方。好，那我们下山。此时的法灵也终于回了过神，当看见身后一群媒体兴奋喜悦的回来后，他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但面对镜头，他还是很快舒展开。这不是清虚的弟子吗？没想到还不签名。一众媒体工作者在短暂的呆滞后，也是忍不住哄堂大笑。几个主播直播间里的网友就更别说了，直接就要笑不得了。师尊，接下来还往下走吗？走，当然得走。何大师，我家里还有事，接下来我就不跟拍了。刚来电话，我老婆生孩子了，我也得回去了。这么巧，我老婆也生了，咱们结伴走吧。师尊，算了，会死娘。当天晚上，一众高僧汇聚佛堂，看着网上头条。清风观那小子今晚过后肯定名声大噪了，师尊，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不还是组织些人手把他做了吧。那小子身怀茅山掌心雷，背景不简单，且他的实力让我看不懂，想要杀他不是一事。师尊，还是请大光明寺派人来解决吧。待我书写一封，由你亲赴大光明寺，请我师叔渡厄神僧前来。若渡厄前辈能来，那么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当晚，空文连夜离开，赶往了天下佛学正宗的大光明寺。你扭转了道教口碑，僧王子加要0000000。从南陵洞回来后，安澜脑海中的提示字幕就没有断过。安澜在祖师殿中想了半夜，也没想明白禅灵寺的秃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人好事。要不下回撞上，给他的签名算了。算了，还是先抽奖吧，争取再来个金光咒级别的奖励。阿谢，开启终极抽奖。恭喜宿主抽取到通天路，恭喜宿主获得配套奖励茅山符箓全册，是否现在融合奖励？当然。谁都别想跟我抢头香，一边待着去吧，老头子，我缠着他，你抓紧上。第一个跑上道观，难不成有啥奖励吗？嗨，都是拜佛拜出的规矩。寺庙那边有个抢头香的说法，说是每天第一个拜庙的人会得到佛祖的青睐，从而受到更大的福佑。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雨。相信这2天昌市一位道长降妖除魔的事迹，大家已经都看过了。而今天我将作为本市电视台的代表，来向那位神通广大的道长进行面对面采访。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许待会我会帮你们问问那位道长哦。果然是在网上火了，看来昨天的影响不是一般的大呀。
您好，安关主，我是昌视电视台的记者小雨，这趟过来是代表电视台想对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请问您方便吗？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经常出现有关于您出手降妖的画面，对于那些视频的真实性，网友们的评论两极分化。对此，我想请问您真的会手搓雷电吗？手搓雷电，有些事其实不必执着于求证，因为绝大多数人注定与这些事无法产生交集，所以比起考究频道是否会掌控雷电，频道更建议网友们将心思放在自己的学习上、生活上。总之，相信科学吧，毕竟科学也是很厉害的。你说对吗？好像对。不是，道长到底能不能手搓雷电啊？他这回答我怎么有点没听懂？这都听不明白啊！道长的意思是，神仙的事别多问，好好学习去。过分啊！道长自己玄学玩得飞起，骗我去相信科学。好吧，那道长，我冒昧的问一下，根据龙国的许多典籍来看，道教以前似乎出过非常多神仙般的人物，譬如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又或者是武当山的兴圣之祖张真人。但为何道教发展到现在，逐渐只剩下了一些神棍呢？请问您方便回应一下吗？这是我清风关先辈道长留下的遗书和唯一的合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们没有选择避世修行，而是毅然决然下了山去，只留下了当时年仅8岁的清虚真人，也就是贫道的师傅。而他们就此一去不回。清虚师傅从此没有了师门长辈，他守着这座道观，一辈子都没学会任何的法术。他应该就是大家口中的神棍吧？清虚师傅确实是个神棍，明明一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帮人去对付邪祟。他最终是死在了邪祟的手里，和当年那些下山的师门长辈一样。所以啊，道门现在多半就只剩下些神棍了。所以不是因为道教神棍太多，而是因为道教的高人牺牲的太多。趁这个机会，快问下一个问题。道长，还有一个问题。问吧。关于对道教的看法，我们曾对广大网友做出过一个调研，发现有非常多的人表示道士没有礼貌。许多人去道观上香时，道士总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相反，寺庙的僧人会全程指导香客上香的过程，且他们的态度极其和蔼。网友们认为，这也是道教活该被佛教取代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呢，道长？我被修道所求，无外乎一个自然随性。贫道不清楚佛门修的是什么法，贫道也不在乎佛门是怎样接待香客，反正对贫道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道观的大门始终敞开，有居士愿意来上香，自便就是。但若想要贫道因此而讨好，那么贫道只能说，这香你爱上不上，这道你也爱信不信。还有各位请记住，不要妄图通过上香或者钱财来谋得道门神仙的保佑。平日里积德行善，不做恶事，你们自然会保佑你们自己。另外，大家上香时也请不要给香钱了，给再多香钱，贫道也是这个态度，不会对富人有任何高看，亦不会对穷人有任何差别对待。将钱拿回去吧，好好孝敬自己的父母，好好照顾自己的子孙。挣钱并不容易，将它们用在正途上，改善自己的生活，人人吃穿不愁，年年富有余庆，世道太平，才是我道之所愿。你收回了5万名信徒，僧王自家500000，你收回了1000层信徒，这还真是个意外之喜啊！关主，出什么事了？师兄复苏，镇灵司大乱，求关主救命。采访就到这吧，贫道要降妖除魔去了，你们自便。今日的清风关人山人海，自家的禅灵寺门可罗雀。现在只等度师叔前来了。师尊，出事了！又出什么事？不是咱们出事，是镇灵司出事了。哦，莫非是镇灵司的师兄？正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封印的3具师兄的符箓碎了，师兄破关出事，整个镇灵司基地几乎成为废墟，镇灵司死伤惨重，据说连卢国霜都不知生死。什么？好啊，都是报应。你镇灵司要与那道士交好，这下好了吧？自家后院起火，连卢国霜都生死不明，真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镇灵司这一次算是完蛋了，而且还有一件好事哦，那3具凶尸出事，总要有人去解决。正好昨晚就派了空文去请度师叔，最迟明日度师叔就能抵达。试想那3具凶尸出事后，血洗昌市，民众绝望之际，帝都镇灵总司的人还没赶到，度师叔却出手将他们镇压，倒使我佛门声誉还不更上一层楼？对呀，那咱们禅灵寺这几天受到的声誉影响也能迎刃而解了。凶尸出事，喜事，真是喜事啊！那3具凶尸原是前清皇族一王一妃一同师，他们被葬在昌市净水湖，下葬时应该是被高人设计，在那里做了风水大凶之事，这使3具皇族化为凶尸，实力一日千里。数十年前，3具凶尸破关而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后来还是一位灵性的茅山道长路过，凭借着3张茅山独有的玄阳镇尸符，才将他们重新封入关中。哦，那位茅山前辈将3具凶尸镇压后，没有想办法解决掉吗？据档案记载，那位道长当时本身就是重伤之躯，倾力将3具凶尸镇
镇压后，他也力竭而亡了。临死前，他让当时的镇灵司司手派人去茅山请修为在玄通大成以上的高功法师来处理。可惜等镇灵司派人去茅山后，茅山已经封山了。你们镇灵司应该遍布全国吧？难道就没个玄通大成以上的人来解决？非要去找茅山道士才行吗？镇灵司自然有强者，但对付僵尸，遍寻龙国古今上下，也只有茅山手段最有效果。以前总司是来过一位神物境的宗师，但他也是有心无力。而那个年代动荡才刚结束，余孽祸乱不止，各地镇灵司都人手紧缺，这事也就只能搁置下了。原来如此，所以这就是你们镇灵司司手一直无法抽身去处理其余妖魔的原因。没错，1年多前，监管人员发现镇压凶尸的符箓上面的法咒字迹逐日浅显，司手意识到是符箓本身的灵气快要消散了。为了维持符箓效果，镇灵司将基地转移到了净水湖边，由司手亲自看守，并为符箓注入灵力，却没想到终究是没有阻止符箓效用的消散。今日天刚破晓，3具凶尸骤然破关，镇灵司死伤惨重，我也是在司手的保护下才匆匆赶到您这里。那3具凶尸大概什么实力？根据档案记载，当年封印他们的时候，小王师和飞子师都已经达到了玄通中期的地步。那具王师据说距离神武宗师境只差临门一脚，经过几十年的镇压，他们的实力下降了许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还在玄通境的范畴。其实司手没有让我来找您，因为这是太危险了。但我想救他们，我不知道整个昌市除了您，还有谁能有这个能力。抱歉，我承认是自己自私了。如果关主您不想去的话，您可以跟我说，没事的。行了，3具玄通境的僵尸还不足以让贫道退步，抓紧赶路吧，兴许还能救点人。开玩笑，3具玄通境的僵尸，这是多大的经验包？退出？怎么可能退出？不要去，快走！不要去！没用的，我中了尸毒，也没阴气可以驱逐，尸毒却回天乏力了。道长，帮个忙，杀了我吧，我不想成为僵尸。别胡思乱想，有得救。道长，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中的是什么级别的尸毒，除非惹当年那位茅山道长的符箓，否则我操！好好歇着。周队，你怎么样了？等等，这难道是茅山上清复灵符？你怎么会有这种符箓？等等，这该不会是关主给你的吧？严童，你知道刚才关主使出了什么手段吗？他什么材料都没有，他直接凭空画符。凭空画符？这怎么可能？符箓之术玄妙莫测，所需材料异常繁杂，怎么可能凭通天路？我进去把受伤的人带出来。周队，你别乱走。通天路啊，传说中的通天路，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这样的神通。是的，是。先天道士，好啊，好啊，有吃的吗？我好吃的。小心地下，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直神通，3界内外唯道独尊，其有金光，复应武身。是那位关主，所以呢，真的是金光咒。传说中的金光咒，所以你是龙虎神的道士。好啊，好啊。哦，这么好，不知好在哪里？好在我了。龙虎神的道士身上应该有很多宝丹，要不给本王尝尝？宝丹没有，天雷倒是不少，要不尝尝？这是无为正法。你是龙虎神天师，不可能！龙虎神的天师怎么会只有仙天境界？你究竟是什么人？贫道出自清风关，师承清虚真人。清虚真人，这又是何方高人？无为正法固然可怕，但你的修为太低了，所以就没法击穿本王突破，原也不动。好家伙，还真是距离宗师只差临门一脚的僵尸啊！这个肉身强度当真可怕。我顶住天雷，你们干掉他！道长就退。凭空画符，道长在凭空画符，这怎么可能？卧槽，是真的！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通天路？道教居然真有这样的神通！天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在接触到僵尸后，玄阳镇尸符上的红色皱纹延伸出无数条红线，如同枯骨之躯，瞬间将2具凶尸缠绕得满满当当。同时，红线上的烈阳之力与僵尸的阴邪躯体触碰后，发出了春节鞭炮般的声响，恐怖如斯。这土豪般的符箓镇压，也是让一众镇灵司的成员目瞪口呆。要知道，自茅山封山后，几十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谋到过哪怕一张玄阳镇尸符。您击杀了2只血统境僵尸，修为突破到血统境。臭道士，我说了，天雷杀不死我，你觉得你能杀死我？
禅灵寺满堂高僧在听到数百道雷霆都杀不了那前朝凶尸后，师尊，那东西这么猛，等渡恶师叔到了，会不会解决不了啊？应该能吧？一定可以。天下魑魅魍魉，岂有不惧我佛门手段的？可是天雷才是邪祟之物最惧怕的手段啊！妙玄有没有说是谁引来的天雷？回方丈，妙玄说那边太吓人了，他没敢接近。立即马上让他去看现场最真实的情况，否则回来本座剥了他的皮。臭道士，你这是什么眼神？你敢小看本王？醒醒吧，你的大清早就亡了，你也不再是什么王爷了。老实点尘归尘，土归土，不好吗？你这贱人，面等着我皇主的颜面，给我死！真给你脸了！杀死我！孽畜，真当贫道天雷杀不了你？来，再来试试。怎么会这样？你还有余力？怎么可能？五雷正法，杀！情况怎么样？是谁在与那三具凶尸鏖战？他谁？你特么倒是说呀！是清风关的关主安澜，他用符箓镇压了那头最恐怖的尸王，又抬手招来天雷，将尸王劈成了灰烬。三具凶尸都死了，全都死了。他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种地步？连那三具过去了几十年都没法解决的凶尸，也被他一一干掉。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按照妙玄的描述，那家伙施展的该不会是天师府的五雷正法吧？师尊，那位渡恶前辈真能是他的对手吗？法灵此时却是在内心暗暗庆幸，得亏自己生性谨慎，没有听空性那二货的，动不动就说去做掉对方。道教中人的手段对于妖魔邪祟本就有越境克制的效果，他能除掉那三具凶尸固然非同小可，但也不需要过于抬举。另外，你们没有见过渡恶师叔，所以不知道他的可怕。本座就跟你们明说吧，渡恶师叔早在10年之前就踏入了玄通之境。可那道士的手段不简单，现在明确知道的，他有茅山神通掌心雷、青城山先天正气，还有疑似龙虎山的金光咒，现在又冒出了个疑似五雷正法的手段。渡恶前辈修为境界固然高深，就怕在神通上吃亏呀！闭嘴！弟子失言，还请师尊责罚。你们跟了本座这么多年，怎么至今还是如此愚笨？难道你们就想不明白本座的深意吗？我等愚笨，还请师尊教诲。若是空文，必定早就想通了。那个道士已经影响到了我佛门声誉，若不请渡恶师叔来，任由事态发展下去，佛门上宗岂能不降罪于我禅灵寺？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渡恶师叔前去解决。若他能够解决那道士，再帮本座求情，不敢说能够免责，至少禅灵寺不会被取缔，顶多本座引咎辞位罢了。那要是解决不了呢？解决不了，如果一尊来自大光明寺的玄通境高僧都死在了那个道士的手上，那我一先天境的禅灵寺方丈又有何罪过可言？所以能否解决那道士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渡恶前辈得来。若那道士死了，一切也就不谈；若是渡恶前辈死了，那我们就将一切罪过都推到渡恶前辈的身上。所以待渡恶师叔来了，你们切记不要谈及太多关于那道士的手段，要谈就谈那柄拂尘法器。弟子明白。众人棘手，对方丈的城府愈发感到心悸。恭喜宿主，您击杀了血统境僵尸，突破到血统境3重。陈武，你怎么了？清醒一点，你清醒！好渴，我好渴。关主，我快要控制不住了，我们必须得死，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邪祟，战士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贫道还在这，你急个什么？这天啊！以贫道的能力，只能救下你们活着的人了。此件事了，贫道回关去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处理吧。道长高义，我等敬佩，今日大恩，镇灵司今后必定以死相报。行了，一个个的男子汉大丈夫，动不动给人磕头，是个什么回事？跪天跪地跪父母祖师，跪贫道干嘛？走了。这位关主真是当是活神仙啊！法灵怎地这般无能，连一个小小道观之主都要千里迢迢祈求本座，简直丢我佛门脸面。已确定那个道士手上真有许多的法器。回禅师，此事千真万确，弟子有一日亲眼看见他拿着一捆，没错，是一捆法器，其中2、3品极多，甚至还有4品。当然，这些东西对于禅师你而言肯定是废铜烂铁，不过那倒是的确还有一件最低6品以上的道门拂尘，这一点相信方丈师尊不会看错，不然师尊也不敢让弟子千里迢迢来麻烦禅师您老人家。有就好，如果没有你就等死。一定有。哦对了，禅师那道士似乎掌握有茅山的神通掌心雷，其实力不俗，已经0 ms 斩杀几只先天境界的邪祟，您到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先天境界的邪祟算个什么东西？本座一巴掌一个，包括那道士。
身怀茅山掌心雷是吧？正好让道教中人看看我佛门的大天鹰掌威力如何。哦，好家伙，不知不觉声望值都涨到600多万了。那就先抽个100万的，剩下的声望值都存着。恭喜宿主获得7体元流。好家伙，想啥来啥。果真玄妙啊！我家就住在净水湖那周边，我前晚通宵，寻思着白天睡个好觉呢，结果刚蒙上被子，社区管理人员就上门让我紧急撤离，给我郁闷的。你还郁闷呢？我家直接视察人员都找上门了，给我吓得我寻思手机上看点国际动作小片片，也不至于要坐牢啊。不是，话说你们为什么疏散啊？这个说老实的，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极大概率是净水湖出了怪物。怪物？什么怪物？尼斯湖那种吗？不是那种怪物，而是妖魔鬼怪之类的怪物。昨天净水湖那边发出了很大的吼叫声，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那种，几百几千道雷一个劲的往净水湖劈，那里面的妖魔也超级可怕，据说一声吼把天都吼破了个窟窿啊！真的假的？我亲眼看见天要塌下来了，是道场施展道法才将天扛了上去，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会有几万几十万的天雷劈下来？你刚不是说几百几千道雷吗？怎么又变成几万几十万道雷了？我亲眼所见，爱信不信。禀方丈，空文长老以及大光明寺的禅师到山脚了，即刻通知全寺所有僧侣山门处恭迎。恭迎度厄师叔大驾光临，恭迎禅师大驾光临。全国各地寺庙无不香火鼎盛，你是如何做到将这偌大庙宇经营到门可罗雀地步的？弟子无能，皆是弟子无能。行了，先进佛堂，再将情况与本座详述。遵命。这趟劳烦度厄师叔千里而来，弟子这禅林寺可谓是蓬荜生辉，弟子亦不甚感激。行了，若不是心系我佛门声誉，本座才不会来你这小寺。那道士手中果真有6品以上的法器。没错，绝对是6品以上，极大概率是7品。你与那道士斗了？回师叔没有，弟子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不敢主动相斗。那依你之见，那道士有多大本事？这个回师叔其实贫僧也不知道他具体实力。贫僧之所以认为不敌，主要是因为那人先后解决了多个先天境的妖魔，且就在昨天，他还镇杀了3具僵尸。据传那3具僵尸全都在先天大成境界，其中有一头可能已经踏足玄通境。老实说，那道士能够以一己之力解决这3尊可怕的存在，弟子自认是做不到的。你见过那道士没有？觉得他实力如何？老实说，弟子一直建议方丈师尊能出手做掉那家伙，可惜几位师兄弟都受我莽撞，师尊也对自己没太大自信，所以才拖延到现在。不过弟子还是觉得师尊一生不弱于人。他的表情耿直，语气有些不忿，却让在座僧人都暗暗竖起了大拇指。不过法灵还是故作担忧的，让小僧呈上了3份视频。师叔此子不简单呢，还真是金光咒，此人背后不简单啊。弟子也是有此担忧，才不敢贸然动作。但现在师叔您也看到了，他在接受采访时一番言论在网上造成了很大影响，若不应对，恐怕真会对我佛门声誉不利啊！求度我师叔出手，壮我佛门声名。求禅师出手，壮我佛门声名。无论他是茅山的，亦或是龙虎山的，道门隐退，佛门大兴，都已经是定局，谁都不能妄图逆转。这个道士已有取死之道，带路，且看本座今日如何将道教踩入泥土尘埃之中。快看，好多和尚上山来了，他们这是想干什么？禅灵寺方丈居然跑清风关来了，该不会是要找茬吧？多半没好事。不管怎样，道门清净之地，绝不能让他们乱来。不错不错，倒还真被他发展出一批坚定的信徒来了。师叔，这么多人在主动挑战，恐怕有损我佛门在世人心中的慈悲印象啊！谁说我现在就要杀他了？那我们来这是为了什么？杀人简单，但想要摧毁道教的声誉，可不能只会杀人。师叔，您是要先与他论法？没错，还是师叔高见？清风观观主果然是青年俊杰，老衲法号度厄，自大光明寺而来。大光明寺，这老僧居然是大光明寺来的。是法号度厄，如果我记得不错，这度自辈当是大光明寺长老一级的存在吧？天啊，这可是佛门神僧啊！不知大师因何而来？也无大事，只是听闻观主威名，便想来看一看是怎样的人物。毕竟许多年了，都没见过一位道教高人，今听闻道教总算出了一位人物，老衲心中为之惊喜，故而贸然登临，还望观主不要见怪。果然是来者不善，有事就直说，若是无事，别打扰贫道修仙。我佛门禅师登临，你这道士不说以礼相待也就犯了，怎的还这么不耐烦？你修的什么道？贫道修的从心所
遇，怎么你不服？安关主青年俊杰，果真气盛。不过老衲此番前来，只是简简单单的想与关主来一场佛法与道法的交流罢了。想来关主修为深厚，对道法理念的研究应该也是首屈一指的，却不知关主敢否赐教？在佛道之争中，道教逐渐被世人所放弃，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世人更崇尚于佛门的理念。早些年，佛门僧人经常会打着交流道法的名义，将道士辩驳得哑口无言。好啊，既然大师如此有兴致，贫道奉陪一下，倒也无不可，请吧。既然如此，那老衲就厚颜请教了。老衲素闻道教中人讲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对于这种态度，老衲一向是深表赞同，也非常支持这样的修心之道，不强求，不痴迷，一切顺势而为，自然而然。但是老衲又很不解，既然道教遵循无为自然之道，那为何道门中人又如此痴迷于修仙问道，甚至将飞升正道，位列仙班，奉为毕生所求？须知这修仙正道之路本就是逆天行事，既然道教如此遵循无为自然之道，又为何要行此逆天之事呢？这岂不是有悖于道教的根本理念呢？对此，老衲心中是诸般困惑，就不知关主可否解释一二？真不愧是大光明寺的长老啊！安关主，说吧，我们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呢。感觉道教有点双标啊。贫道还以为大师有什么天大困惑呢，没想到竟是这般浅薄的问题。但凡大师对我道教有一丝一毫的了解，也当清楚，我道修行真正所求的乃是从心所欲四字。大师说无为之治，又可知何谓无为？无所为，无所不为，为我所想，无想即不为。这的意思从来不是指什么事都不做，让它自然发展，顺其自然的本意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个自然指的是本心，一切随我本心。我想必是修仙，我既是山中野人；我想既是救民，我即行走世间。所以我想修仙正道，又与顺其自然有何冲突可言？另外，贫道要纠正一下你对我道教的看法。道教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宗旨，道无所不在，无处不在。道是天地，是众生，是晴空地海，是草长冲鸣。道包罗万象，岂能像你佛门一样拘泥于条条框框？道是天地，是众生，道包罗万象，不受条条框框所制。这就是道法自然吗？这位大师说我道教双标，贫道怎么觉得论起双标来，还得是你佛门最为拿手的。你想说什么？没什么，贫道就是想问问，你佛门一口一个众生平等，请问你们自己真的做到平等了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佛门何时没有平等了？是吗？那请问大师在禅灵寺担当何职？贫僧乃禅灵寺4大长老之一，法号空信。那想必禅灵寺都以你为尊吧？你这道是怎么想的？我只是禅灵寺的长老而已，禅灵寺当然要以方丈为尊了，岂会是以我为尊？原来禅灵寺还真要以某人为尊，贫道还以为无论沙弥僧、比丘僧、戒律僧，又或是长老方丈，都是相互平等的呢。这样看来，你佛门也不平等啊！既是如此，又怎敢说众生平等？这位长老，你且说贫道说的对是不对？不是我，你们佛门口口声声众生平等，不料内部都要分个3、6、9等。也罢，贫道全当是寺庙发展，当有领路之人，就不以这点与你纠缠。贫道只问一点，既然你们佛门讲求众生平等，那为什么每一个香客进了你们寺庙，都要对你们口中的佛跪拜？我佛乃是信仰，香客们拜的是信仰，又不是佛。那菩萨罗汉也是信仰啊？是，当然是。既然都是信仰，那你寺庙正堂之中，为何永远都是大佛金身？就不能以罗汉高居正堂，菩萨佛陀可归天殿吗？又或者说，你们的信仰之中也是有3、6、9等之分的？安澜质问，句句铿锵，犹如平地惊雷般，将包括渡厄在内的一种僧人震得恼羞成怒，想要辩驳，又不知该如何辩驳。关主所言不可谓无理，但我佛门愿这世间众生平等，又有何错？唯有此大愿传播到每一个人心中，大家才会互相尊敬，才有希望出现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尽管这个宏愿还有一段距离，可我等出家人为此努力，难道不是好事吗？说得好。所以这也是你佛门要尊重恶人的缘故吗？安关主，这又是什么意思？贫道没什么意思，贫道只是好奇，你佛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否也是对恶人的尊重？这无关尊重，只是世人当有慈悲宽恕之心，给予他人机会，让他人重生，死后一心向善，这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本意。所以被恶人欺负的好人就是该死。老衲可没说过这话。恶人做了诸般恶事，一朝回头，罪孽全消，这难道不是对好人的讽刺吗？难道不是说被恶人杀害的人该死吗？为何就不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孽深重之人，为何要给予回头机会？那些被他们杀害的人，可曾有回头的机会？你这儿，人生自有定数，好人被坏人所害，固然可怜，但这也是他的命数，命中该应此劫，谁也没有办法。放屁！如果恶人做了第一件恶事，就立即给予他应有的惩罚，那他还有继续作恶的机会吗？没有作恶的机会，后面的人还会被他所害吗？既然如此，
又何来命中注定一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根本不是对恶人的慈悲，这是对无辜之人的惩罚。一时间，前一刻还备受瞩目的杜娥，此时倒像是成了个跳梁小丑，脸色涨红如猪肝，憋得半天，硬是憋不出一句反驳的话。还有你佛门中人，长期以来提倡六根清净，不沾女色。贫道且问你，若世人当真都清心寡欲，不近女色，那世人何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你佛讲求四大皆空，那为何寺庙要广受香火？佛陀雕像，黄金镀了一层又一层，寺庙建筑一个比一个恢宏壮阔，这就是你佛所说的四大皆空吗？动不动就要门中弟子斩断尘缘，殊不知你门中弟子皆是父母生养，生养之恩大过天，在你们口中却成了尘缘。贫道想问，斩断尘缘，当真不是在背逆人伦，数典忘祖吗？佛说众生平等，却高坐中堂，受世人跪拜；佛说清心寡欲，却以黄金相度，6丈金身；佛说普度众生，却不是生产，不纳赋税，反收众生香火钱财，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佛法吗？贫道倒是想问问，究竟是佛法虚伪，还是你们这些修佛法的人虚伪？你们这等虚伪之徒，竟然还敢与贫道辩法！贫道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的天啊，好直接，好刺激，好帅啊！安关主口齿伶俐，老衲佩服。不过也别怪老衲没提醒，过刚易折，过强易损，年轻人太过气盛，可未必是什么好事。贫道气盛是好是坏，不用大师担忧。倒是大师一把年纪了，可得小心气大伤身。告辞。那个臭小子歪理邪说，煽动人心，简直可恨。今晚他必死，如此就全仰仗师叔了。老衲还以为你会连夜跑路，没曾想你倒还挺有几分傲骨。贫道也以为大师胸怀宽广，不会计较一场理念之争，现在看来倒是高看了你这位光明寺禅师。哦，所以你现在知道怕了？你在笑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你挺好笑的。老衲知道你有点本事，这个年纪能连续斩杀先天大妖，确实值得称道。但是老衲得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师，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撕破脸皮，你的下场不会比那些妖魔邪祟好的。不得不说，你可真是够狂的。老衲这辈子还都没被一个年轻修行者威胁过，你是第一个，也会是最后一个。确实，贫道应该是最后一个。哪那么多废话？贫道还要睡觉呢。臭小子，老衲今夜定要将你大卸八块。来，听说你身怀道门金光咒，老衲今日就看看这所谓的金光咒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跟我玩光圈是吧？行，那就让你看看金光咒。砸死他！你也是玄通境，真没想到抛开5大圣地，外面居然还有玄通境的道士。不对，你身怀数样圣的手段，你应该就是圣地中人。慢着，你下山了，那岂不是说5大圣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5大圣地的问题？什么问题？怎么你不知道？明明身怀圣地神通，却对你们道教圣地的事情全无了解。老衲真的好奇，你究竟是什么背景？要不这样，你说出你的真正背景，老衲告诉你5大圣地的事，如何？贫道师程清虚真人，如今为清风观之主，这就是贫道的背景。这可不是交换信息该有的态度。反正贫道该说的说了，你爱信不信。这样的话，那你也别想知道5大圣地的事了。爱说不说。你真当老衲输你不成？这怎么可能？说好的大光明寺的长老呢？说好的10年前就踏入玄通境呢？一拳都接不住，嚷嚷着要见识金光咒，结果就这。庶子，你狂妄！今日就叫你看看我佛门的神通大天鹰掌。神通是吧？你找死！臭道士，我要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这怎么可能？树枝尽头，气体源流，这话夸张是夸张了一点，但也确实是恐怖啊！大师，看来你这所谓的佛门神通也不怎么样啊！庶子，老衲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一定要！等等，这是干什么？常师，是我啊！你要干什么？安关主救我！安关主救我！你佛门之事，贫道一个外人如何插手？安关主，你仔细看看，他入魔了，他入魔了，这是魔修。你是道士，你要斩妖除魔啊！入魔了吗？再看看吧，等他真做了魔修之事，贫道自会出手除魔。安关主，你再不出手，贫僧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死不死的，关贫道屁事！你这个混！
老衲暗修魔功12年，借着魔功冲破玄宗桎梏后，本不想再显露魔修本领，但现在你让我很愤怒，所以你得死，你必须得死了。都说了，道士最擅长的就是对付妖魔鬼怪，在我面前秀魔功，你怎么敢的呀？这难道是？这莫非是龙虎山的五雷正法？怎么，你找上门之前，禅灵寺的人就没告诉过你我会这门雷法的？该死的法灵竟然瞒我！混账！安关主，误会都是一场误会，老衲纯粹是轻信的小人谗言，才会贸然相犯。一切要怪，只能怪禅灵寺那帮卑鄙小人。不若这样，你我停止干戈，握手言交，我再去帮你解决了法灵那小子，全当向你赔罪，如何？你身为大光明寺禅师，却暗中修炼邪魔功法，与贫道握手言交，你在说什么笑话？小子，老衲已经放低姿态，你当真不给回旋余地？你也说了，老衲是大光明寺的长老，今日老衲若死在此地，你当真觉得自己承受得住大光明寺的怒火？修佛之人暗修魔功，贫道今日将你正法，乃是为大光明寺清理门户。大光明寺若是明理之辈，也就罢了；若要报复，只管来，贫道何惧之有？连击杀了玄宗进魔修，修为加50万。佛门高僧竟是邪魔之徒，这样的新闻太炸裂了！我要火了！随着一个个巨头媒体的热搜推送，有关于大光明寺禅师掏人心肝的事情，很快就在网络上炸开了锅。混账东西，竟致使我寺陷入这般舆论风波！这个渡恶打入18层地狱都不足以泄愤。禅灵寺的负责人是谁？他们当地出了这样一个道士，为何不早早上报？方丈，现在全网都在等候咱们的回应，这事若不处理好的话，恐怕我上宗之位不保啊！大光明寺管理失职，未能察觉门中邪魔，首罪在于本座，即刻发布公告，本座引咎退位，向全网致歉。方丈，这怎么行？你乃我大光明寺擎天一柱，您怎能退位？此事事关佛门声誉，本座不退位，难以平息众怒。况且一个虚名而已，本座退居幕后，寺庙大小事务就不能处理了吗？那不知方丈准备立何人继任？就由事务师弟带领吧。方丈显然也是怕卸任后会被新的方丈权力边缘化，所以才会指定事务继任。另外叮嘱全国寺庙近短10日收敛行为，寺庙上下自查，再敢有行为不检者，直接剔除佛籍。顺便将嘱咐全国寺庙自查的事也通告全网，让世人知晓我佛门此次悔过之意。还有禅灵寺，通知他们高层以上僧人集体退位，速来上宗等候发落。方丈，那个道士该怎么办？当然是做掉他，他坏我佛门声誉，岂能留他性命？荒唐！这个节点，那道士真要出了什么情况，全网都知道是我佛门干的，怎么能这时候去动手？那难不成就放任不管了？你没看到现在网上风向都被他收敛多少信徒了？行了，人是一定要杀的，但不是这个时候。他现在享有盛名，一旦出事必犯众怒，所以要想动他，就得先毁了他的名声，到时他的死才会是民心所向。即刻在网络上重新散播这些年各地神棍坑蒙拐骗的事迹，将所有道教的黑料重新推上热搜。另外在暗地重金搜罗那个道士的信息，凡是能提供其黑料者，赏金500万。要打就打舆论之战，且看那道士拿什么和我们斗。关主，我怎么感觉你都想赶人啦？确实很想赶人啊，香客一多，贫道都全无清净可言了。哈哈，倒也是，对于修道中人，香火什么的，可远比不上清净来的舒爽。镇灵司的人伤都好些了吗？托关主的福，大家那天伤势稳住后，上头发放了很多丹药下来，经过这几天的休养，大家的情况都好了许多。我今天来，正是特地来感谢关主您的。这是总司发放下来的唯一一枚7品丹药，据说是数10年前跟龙虎山方面讨来的，对于提升修为有极大的帮助，总司特地让我们交到您的手上，全当对您的绵薄感谢。7品这种品级的丹药，只怕你们总司也不多见吧？这就给贫道了。您不光对我们镇灵司有救命之恩，更是挽救了昌市无数民众的性命。这丹药再如何珍贵，也不足以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谢了。对了，关主，近些天您要小心一些。你是想说佛门的报复？你们佛道之争，关主你也清楚。这一次佛门深陷舆论危机，虽然主要是因为渡恶，但在佛门的心中，您才是坏事的根源，且您已经动摇了佛门的信徒，佛门不可能会坐视您壮大，所以您最近一定要万分小心。其实包括卢司守在内，我们都是坚决站在您这一边的，但佛门势力盘根错节，即便是总司也。总之希望您明白，有些事我们是有心无力。放心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贫道会小心应对的。对了，有件事贫道想跟你请教一下。关主但问无妨，我知无不言。那晚贫道与陆恶一战时，他提到了我道门圣地之所以封山，好像是有难言之意，不知你们镇灵司对此事可有了解？关于道教圣地封山，我倒是听过一些小道消息，就不知道是否可靠。哦，什么消息？
数十年前，神州陆沉道教子弟齐下山时，有势力暗中动作，让各大圣地镇压妖魔的封印松动了，这才导致了道教圣地的无奈封山。当然，这也就是一些传闻，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关主，近日镇灵司重建，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我就先回去了哈。师尊，上面这次问责，我禅灵寺不但您要去上宗认罪，连我等3人也没能逃过，这可该怎么办啊？是啊，师尊，太上宗这一次的大动作，我们真要负罪前往的话，还有机会回来吗？师尊，您想想办法呀。师尊，要不咱们跑路吧？好，我佛势力遍布龙国上下，只要上宗一声令下，你们就是跑去天涯海角也得被揪回来。难道我们真要去上宗？我怕这一切有去无回呀。有消息了，有消息了。什么消息？道士，那个道士的黑料，前阵子他去了昌市的红灯区，他嫖娼。这回你立了大功，空性的长老之位当由你继承。对了，这份录屏你从哪儿弄到的？但说无妨，无论何事，本座都不责备于你。其实弟子私下也去过一次那种地方，这份录屏是一个烟花女子呈送给弟子的。她平白无故把这视频给你干什么？弟子与她感情至深，而这些天咱们禅灵寺深受那道士的影响，以至于弟子也终日郁郁不欢。他察觉到后，想到这份视频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所以就给弟子了。师尊，这下看来我们可以将功折罪了呀！事不宜迟，即刻与上宗联系，将这份视频传过去。时机到了，即刻责令我佛门网络力量将这份视频推上全网热搜。另外，将道教这些年的所有黑料一并送上各大网站推送首页，动员一切可用的水军，在有关于任何佛道的视频下开打舆论战。道教想让此人重振道门声誉，注定是痴人说梦。没落的道门早就该随着历史的车轮淹没在尘埃之下，而这一次将是给他们最致命的一击，让他们永远断绝翻身的念想。关于道教的风评，一夜之间再度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继续加大节奏力度，还有那些神棍坑蒙拐骗的视频，也都全部推上热搜去。这一次势必要道教沦为过街老鼠。侍神狞笑，然而他却不知道，此时的昌市那个将这份视频送给禅灵寺僧人的小姐，正兴奋地接过了镇灵司送来的300万现金，然后将那份视频的后半段交换给了镇灵司的成员。前半段已经在网上炸开锅，这半段该公布出去了。道长嫖妓被全网攻击，结果事后发现道长是在抓妖，我现在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看见全网民众对道长说道歉的画面了。班关主对我镇灵司有再造之恩，这一场舆论战全当咱们聊表心意，报些许恩情了。老大，咱们暗中策划这一波舆论，万一被上面的人知道了，不会出问题吧？放心吧，有些雷池，若没上面的准许，我也是不敢逾越的。老大，你的意思是帝国要对佛门动手了？有些势力发展的太快，破坏了平衡，敲打一下也无不可。哦，对了，今天佛门可能会派人故意去道观言语激怒关主，你去一趟，让关主切莫动怒，以免落人口舌。一切舆论自有我们来帮忙。明白。7品丹药的含金量远比我之前想的要恐怖得多，难怪龙虎山能常年位居圣地之首。7品丹药，即便是在龙虎山，应该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镇灵总司如此大出血，看来帝国也是想与我交好的。又是不得清静的一天。身为修道之人，居然去那样的地方和残花败柳之身的女人寻欢作乐，太恶心了，太下流了！我呸！就是对香客爱理不理，对那种女人就喜笑颜开，这叫道士吗？这分明叫流氓！枉我等对你这么敬重，没想到你私底下如此肮脏，你和那些不守清规的和尚有什么区别？好歹也是修仙的人，居然去找那地方的女人，他不嫌恶心，我都嫌臊得慌。道教如果都是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话，那道教的没落真的是活该。虽然你确实很有本领，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神棍，但你仍旧让我感到可耻。不是，什么情况？安师弟，清虚师叔生前就多次告诫过你，修行中人当清心寡欲，万万不可寻花问柳。本以为你谨记在心，怎奈何刚有了些本领，就要下山行那龌龊之事。你这样做，如何对得起清虚师叔，又如何对得起道教先贤啊？什么意思？清虚真人生前多次警告关主不要寻花问柳，难不成他还是个惯犯？灵宗师伯前脚去世，你们后脚就转投佛门，就以你们的脾性，也配跟贫道说教吗？道教腐败，师父生时就劝我们还俗，不要再待在这坑蒙拐骗、随性纵欲的肮脏道教里。但我二人仍有修行之心，安葬师父后弃暗投明，转入佛门，又有何不可？贫道警告你们，你们要改换门庭无所谓，但你们最好把嘴给贫道放干净了。贫道劝你二人不要自己走上绝路。安师
师弟，我等只是来劝你回头罢了，这是良心苦药啊！你这般语气，莫非是想要杀了我二人？什么？这倒是想杀人？他仗着自己一身修为，大庭广众之下也无顾虑了吗？这样的人与邪魔有何两样？道长，你为何这样啊？枉我等先前如此崇敬你，可你现在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你私下作风不端，他们只是言语，斥责几句，你就有杀人之心，这当真是修道中人吗？所以道长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吗？算了，是非对错，贫道懒得解释，你们随意吧。为什么不解释？难不成道长你就活该让佛门泼脏水，就该被大家误解吗？各位，大家都误会关主了。网上的那个视频是被断章取义的，关主那天根本就不是去寻花问柳，而他所点的那个女孩其实也不是人，那分明是只狐妖。关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降妖除魔而去，这一场闹剧都是佛门为了报复道长，从而泼的脏水。不信你们打开手机看看最新的消息。什么情况？这他妈事情还有反转呢？方丈他们为何不调查清楚啊？天啊，原来道长根本就不是去寻花问柳，他这是去抓妖啊！妈的，早就该想到佛门是来带节奏的，老子居然还真上了当。我就说怎么很多以前道教的黑料，昨天都被一起翻了上来，原来是有人故意在带节奏。特别是这两个混蛋，他们以前可是道士，当了佛门走狗就算了，现在居然还要反咬道教。贫道出去一下，马上回来。该死，怎么舆论突然又逆转了？好不容易要让那臭道士沦为众矢之的，结果给老子来这一出。咱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失败也是方丈他们自己的原因，连视频有后半段都不知道，这可怪不着咱们，酬劳还是得照拿。没错。你怎么来了？你们都这样重伤贫道了，贫道要不表示一下，岂不真让你们当成了大善人？你可是修行中人，你可是个正道中人，我们只是普通人罢了。你怎能和普通人计较？贫道修行若不能杀人，那还修个屁！安师弟，你不配这么称呼贫道。安关主，今日之事是我二人错了，求您念在凌风师傅的情面上，把我二人就当是个屁给放了吧，成吗？你们还好意思提凌风师伯，不觉得自己可耻吗？没错，我们卑鄙无耻，您怎么说我们都成，只求您放我二人一命行吗？安关主，他们也是受人指使，要不给他们一次老实交代的机会吧？也罢，全当今日彻底了结同道缘分，只要你二人如实交代今天来的目的，你们便下山去吧。是长老，是空文长老，不对，应该说是法灵方丈，是他们要我们来的，他们说我们是道教出来的，说出的话更有说服力。方丈要我们毁你的名声，还要我们毁道教的名声，我们都是被逼无奈，真的。我的天，原来真的是佛门安排，佛道之争真的都到了这样的地步吗？这种手段未免太过卑鄙无耻了吧？早就该想到的，前次多来和道长里面自增惨败，晚上转头就上门要杀害道长，若非道长修为高深，清风关早就没了。我就说，怎么道教的声誉刚一有所好转，网上就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的黑贴，原来全是佛门干的。滚吧！关主，您真放过他们啦？放不放过不重要了，反正他们已经死路一条了。至今日后，白崖山封山，诸位以后就不用再来上香了。道长，不要啊！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以后绝不会轻信谣言了，您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诸位，贫道绝非因这区区小事而生气，只是贫道早就说过，道是包罗万象，无处不在的。你们不需要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到我这清风关中，想要信道，任何地方都一样。与其条条路远而来，贫道更希望你们能用这些时间多去陪陪家人朋友，又或者是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须知天下太平兴盛才是我道教所愿。另外，我这白崖山今后应该是不得太平了。若无强敌也就罢了，若有高手来犯，贫道实在不能保证诸位的平安。所以今日之后，诸位就不要再来了。诸位只需要明白一点，道在脚下，道在心中，道不拘泥于此地。所以其实道长之所以不让大家再来，是为了我们的安危。我们真该死啊！完了，全完了啊！什么完了？又出什么事情了？禅灵寺这帮蠢货，这帮蠢东西是怎么想到要让道教的人去泼人脏水的？这下好了，事件反转，人家交代主谋，我佛门再度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这下可该如何是好啊？这件事的影响不单单是我佛门声誉，这还导致了许多人对道教有了重新的认知。这意味着今后即便是再打舆论战，又或者道教真有黑料出现，世人恐怕也不会相信我们了。这要是让圣宗知道了，我们上宗之位不保啊！没办法。
法了，是那个道士逼我们的，即刻让四部金刚前往昌市，让他们必须斩了那道士。方丈，这个时候派人去杀那道士，恐怕与我佛门声誉不利啊！我们已经陷入舆论风波，无论做与不做，这一次佛门的声誉都已经受到了极大影响。现在要想将功补过，就必须杀了那道士。没错，此事之后，大光明寺自长老以上集体引咎退位，全当给世人一个交代。世人心软愚笨，待那道士死后，今日之事渐渐淡忘，我们仍可让佛门声誉好转。话说，帝国方面不会插手吧？此事我会与帝国方面交涉，只管安排四部金刚前去就是。对了，准备向全网致歉，并将禅灵寺剔除佛籍，永久查封。一定要表明清楚，那2个人是受禅灵寺方丈的指使，我等从不知情。那禅灵寺的僧人如何处理？让执法堂暗中前往，禅灵寺长老以上全部诛杀。还有灵气灌来的那2个数字，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估计是不敢回来了，我去斩了他们。长老，你2人置我陷入死地，现在还想活着离开吗？长老，我们是被逼无奈，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吧，求您了！我饶你们，谁来饶我？是你，方丈这逃跑的速度还真是令人佩服呢。安关主，网上之事皆是大光明寺所为，与我无关的。至于那王元王上，你知道的，他们跟的是空文，我也只是听信谗言，空文才是主谋，你该去找他呀。他已经解决了。什么？其实贫道真的不想找事，但没办法，你禅灵寺屡屡相扰，贫道若再不发脾气，怕是连祖师爷都看不下去了。所以要怪就怪自己吧，这才叫遵循本心啊。与此同时，佛门按照式神说好的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阿细，开启传说级抽奖。恭喜宿主抽取到先天一气神炉，附赠奖励道教丹药全炉，附赠奖励完整灵游园1周。不是传说级抽奖，这都是些啥呀？是否现在提取奖励？当然。道教丹药全炉已融会贯通，先天一气炉已存入系统空间，请宿主就近选定灵游园区域。就那里吧。这就是仙气吗？气运内敛，不怒自威，不枉我耗费1亿声望值啊！这传说级别的抽奖真是夸张。接下来就看看这神炉炼丹是不是真这么夸张。这就是佛门的怒目金刚嘛！居然真的能自动炼制8品丹，这也太他妈变态了！难怪历史以来的炼丹大家都备受尊崇，这随便一枚丹药，不知要景区多少年苦修。不过，同样的丹药，服用第2枚所带来的增益，相较于第1枚，恐怕要差了10倍不止。也罢，那就尝试下炼制9品丹。9品丹，我操，9品丹是我的了！哈哈哈！老夫等几天了，轮得到你。我操，尼玛，谁他妈不是等了几天了？给熊爷还回来？不是，这他妈有你什么事？臭道士，散财买命的道理不懂吗？几枚丹药而已，丢了就丢了，非要上来送死是吧？少跟贫道逼逼赖赖，一句话，丹药交是不交？臭道士，你不会以为你能对付得了本王啊？这是龙虎山天师府的五雷正法，你丹术通天，想来本就是龙虎山天师府的人，有此神通，倒也不算奇怪。好家伙，这个道士原来不简单啊！不对，他本来就不简单，能炼出9品丹的存在，即便是现在的龙虎山也找不出一个来。这样的人岂会简单？就让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熊爷我等着夺宝就行。牛逼！这个道士算是把五雷正法修圆满了，否则以他初入宗师的境界，绝对做不到这样的地步。不过这老树妖也不是吃素的，这雷法怕是降不住他。可惜老树妖比熊爷差远了，要换了熊爷，硬扛的天雷也能做掉这道事。不是这家伙，该不会是这一代的天师吧？臭道士，现在该我了。妄图以7品法器抵挡本王，未免太小看本王了。拿你龙虎山的9品天师斩邪剑来还差不多。臭道士，你是黔驴技穷了吗？竟然用炼丹炉对付本王，这道士是被打懵了吧？这是什么东西？真不愧是仙气啊！交出来！我给你，你能不能放过我？我特玛临阵突破，我解决了你，这丹药还不是我的。对了，还有一个。
道长，我是好妖，我是好妖啊！你这孽障，都来抢贫道的丹药了，还敢说自己是好妖，而且还穿着袈裟，你不知道贫道跟佛门的不对付吗？道长，你跟佛门不对付，那不巧了吗？我平生最烦那帮秃驴，这袈裟也是我在金山寺偷的，咱俩是一路人啊！这袈裟是偷的，这该不会是黑熊精家族的传统手艺吧？怎么个个都爱好偷袈裟？贫道一生光明磊落，哪里和你这偷鸡摸狗之辈是一路人？道长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道长您看不惯那帮秃驴，刚巧我也得看不惯他们。这先贤有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友好相处的吗？行，贫道看你身上也没什么大的业障，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贫道也不是嗜杀之辈。这样吧，你认贫道为主，贫道就饶你一命，如何？认主。孽障，贫道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好东西，今日贫道就为民除害。道长心系苍生，一生正义，此等模范修行者，吾辈岂能不敬？恭若不弃，无愿拜公为义父，何不是拜公为主？自此追随左右，永不相负。好家伙，这变脸可真够快的呀！妖族修行不易，且贫道一眼就看出你绝非坏处。来吧，今日有缘，就让贫道收了你，做贫道做下一手山灵兽。算了，姑且顺从他吧，等他不注意，再找机会溜走便是了。熊爷一生顶天立地，想要熊爷认主，这不痴人说梦吗？道长，你这是要干什么？来，准备滴血认主。道长，不至于吧？什么？我认。你是个好妖怪。道教弟子安澜，今收黑熊精为护山神兽，是以请我到天尊敕封，太上玄清，天地共应，滴血成事。我到敕命，急急如律令。怎么？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没有，我很开心，非常开心。那就好。行了，跟贫道回去吧。老大，我能先回趟洞府，把家当带过来吗？行。哎，今后熊爷不自由了。师兄，你感觉到了吗？里面真的有我佛门法器的气息，里面的妖气也不同寻常，恐怕真有妖王级别的存在。师兄，我们都在他洞府逗留这么久了，他还迟迟没反应，那妖怪该不会压根就没在洞府里吧？师兄，要么进，要么退，这样踌躇不前，可不是明智之举啊！没错，要我说，管他什么妖怪，我等皆为宗师，又有不动明王功，哪怕是大宗师境界的妖王，想要对我们造成性命之危，也绝非易事。是啊，师兄，做决定吧，准备开启不动明王，一起进去。尼玛，槐树妖抢我，道士降我，现在连秃驴也要来偷我的，真当熊爷没有脾气的吗？这是圣宗的金丝流云袈裟。你是何方妖孽？为何有此袈裟？给老子滚！好恐怖的气势！不动明王宫是吧？最烦你们佛门这个乌龟神通了，硬的跟粪坑里的臭石头一样。行了，快点滚蛋吧！熊爷还要搬家，没劲搭理你们。快走啊！那袈裟怎么办？那件金丝流云袈裟，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圣宗的7品护体法器。师兄，真要就此放弃吗？这个妖孽的实力非同寻常，真要鏖战，我们决战不到便宜。而且别忘了，我们这趟下山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这是什么眼神？怎的？你对我们有意见吗？没有，我对大师们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岂敢对诸位大师有意见？只是什么？不能说吗？施主有话但说无妨。师兄怎么办？方才之战非我等有所惧，而是因为那熊妖已除去佛门慧根，这一点大家从他身穿袈裟足以看出，我佛门又向来赶上天好生之德，若非必要，始终是不愿杀生的。那熊妖既有心向善，贫僧自然就得给他一个机会，只愿他能珍惜，死后一心向善，造福一方，如此才不辜负贫僧心意，更不负我佛门慈悲之心。阿弥陀佛。过了这个事，就到昌市了吧？4位高僧，要不透露一下呗？你们会不会去一趟白崖山啊？既然路过了昌市刚好又有这么一位道长在，那我等自然是会去拜访一下的。毕竟同为修行者，偶尔交流一下，对于明辨正心也是极有益处的。去这么久，看来收了不少行李，方便给贫道见识一下吗？没多少东西，主要是被几个秃驴耽误了一会儿。你刚才说跟几个秃驴耽误了点时间，他们该不会是专程来逮你的吧？应该不会，我在金山寺和灵隐寺偷东西时被发现过2次，逃跑过程中有过交手，他们那边的人大致是知道我实力的，真要想逮我，不可能只派几个初入宗师的秃驴来送死。哦，宗师在你面前只能送死吗？那是当然，可以说要不是他们身怀不动明王乌龟壳，杀起来太麻烦，熊爷我一巴掌一个，宗师蝼也罢了。当然了，那些都是
垃圾宗师。老大您不懂，您天资绝艳，英武盖世，即使目前只有宗师境，可仍旧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高峰。我对您的敬仰，正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又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我打住！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宗师之上都有哪些境界？老大，您不是龙虎山的吗？怎么对修行境界都不了解？谁说贫道是龙虎山的？贫道是这清风关的啊。那金光咒、五雷正法什么的，老大你机缘所得罢了。行了，你只管回答问题，问这么多干什么？明白。修行一途，以9为极致。正如小境界划分9重，大境界也只有9个，分别是炼气、后天、先天、玄通、神物、通神、掌道、仙台、天人。到了神物境界，就可称之为宗师；通神则为大宗师；掌道境界为大能；仙台境界则称为底蕴级存在；而天人便几乎能成为活神仙了。一旦度过飞升大劫，就可以脱离凡俗，去到传说中的仙界，成为真正的神仙了。话说，当时有人飞升成仙吗？如果我没记错，最近一次有人飞升，应该得追溯到600年前了。哦，对了，那个人，老大你应该很熟悉。我600年前飞升的那位，便是道教圣殿武当山的兴盛之祖张真人。不过，自前朝入关后，佛门便开始大兴，时至今日也有300多年了，佛门都兴盛到了如今的程度，怎么还没有人跨出那一步吗？成仙很难的，历史以来天资绝艳的人多了去了，能跨出最后一步的，不光是要天赋、心境，还要时运。另外，应该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限制着每个时代飞升的人数。反正佛门上一个飞升的，得追溯到800年前那个杀妖不眨眼的狂僧法海了。法海几百年时间都难有一人飞升，那些修为通天的，最后都怎么样了？莫非就这么寿元枯竭，泯然于世了？老大，你究竟是怎么修成宗师的？怎么感觉你是个修行界的小白啊？贫道一直在闭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修行书，不可以吗？可以，难怪我第一眼看见老大就觉得老大不是寻常宗师，只靠闭关就能有这般通天修为。我对老大的敬仰正如滔滔。行了行了，还没回答我呢。禀老大，那些没能飞升的存在，确实有许多都寿元枯竭寂灭世间了，但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尽地自封，成为了各自门派中的底蕴老祖。底蕴老祖？没错，正是因为有底蕴的存在，所以修行界里的大教，哪怕再多恩怨和争斗，互相之间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正所谓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所以这也是佛门即便兴盛到了如今的地步，仍不敢对道教子弟赶尽杀绝的缘故，一切都是因为底蕴的威慑。佛门虽然风头一时无两，但道教历史太悠久，也出过太多猛人了。尽管有一些早已泯灭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当今五大圣地谁家又没有底蕴级老祖的坐镇？甚至即便是早已经跌落圣地的蜀山派、全真教、老君山之类，还有底蕴存在着，也不无可能。这些底蕴修为通天，心中仍对飞升有着妄想，可一旦被人逼出世了，他们就无法进行第二次自封。他会做出什么来？那肯定是不死不休啊！原来是这样。话说佛门里这样的存在应该也不会少吧？你动不动就去佛门偷鸡摸狗，就不怕有一天翻车了？不怕，我很有分寸，溜进寺庙，向来只偷东西不杀人。怎么，佛门里难道除了底蕴的存在，就没有大宗师级别的强者收拾你？有啊，不过我又不是随随便便就敢进去偷东西的，我是要看时机的。什么时机？老大，你应该知道金山寺雷峰塔吧？镇压白蛇的那个。白蛇有个妹子叫青蛇，这姐妹情深的不得了，每隔一段时间，青蛇都会去闯雷峰塔。她的本领相当大，只要她一出现，金山寺的强者就得严阵以待。这个时候，我再溜进去，当然就安全的很了。你可给贫道记住了，在这里容不得你偷鸡摸狗，万一哪天让贫道发现灵药园里少了东西，可别怪贫道不讲情面。老大，你就放1万个心吧，我虽然喜欢偷东西，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偷寺庙的东西。你可是我最敬仰的人呐，我对你的敬仰就犹如滔滔江。行了，别水了，贫道并非小气之人，之所以不让你偷吃这些天材地宝，是因为将它们炼制成丹药后的效果要远远胜过现在。而你既然已经跟随了贫道，贫道自然也不会亏待你，好好表现吧，今后丹药有你吃的。老大，你就放1万个心吧，从今往后我跟你上刀山下火海，一个眉头都不皱。你叫我往东，我敢往西，我就是狗娘养的。行，好好表现。老大，你跨出那一步了？还行，堪堪突破。
真是不可思议！就这么几天时间，老大你直接从宗师初期化身成为大宗师境的存在。要知道我当年为了跨出这一步，可是花了足足100年的时间啊！这丹药也太牛逼了！不用羡慕，如今你跟了贫道，以后丹药方面该有的你都会有的。是他们昨天耽搁了你时间的，该不会就是那4人吧？没错，看来真是冲我来的。老大你歇着，我去收拾了他们。妈的，佛门也太看不起熊了，让4个乌龟来缠我，真以为我打不碎他们的乌龟壳？应该不是冲你来的，多半是冲贫道来的才对啊！他们是疯了，敢来找老大你的麻烦，这不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吗？行了，不管他们来干嘛的，等他们来了就知道了。你老老实实看守灵药园就是。就是此人嘛！佛门金刚僧前来拜山，有事就说，无事就走。此山已封，强登者死。道长乃修行中人，当以慈悲为怀。贫僧等人特来拜访，求道长以礼相待，又何必出言不逊呢？张口闭口间，既要登山者死，若有村民误入，岂不平白丢了性命？道长，修行出世当修心，你可莫要堕入邪道了啊！这就用不着你们操心了。贫道这山只是不欢迎某些人，又不是谁擅入都得死。咦，贫僧知道道长因门户之别，对我佛门有所偏见，但作为修行之人，胸怀当广阔一些，又何必如此无礼呢？你到底有没有事？没事就走，贫道还要修仙呢。贫僧只是听闻道长对于我佛门理念多有意义，特想来与道长交流一番，却不知道长能否不吝赐教了。你们佛门平时没事干的吗？贫道很忙的，有什么好交流的？快走快走！若贫僧今日一定要登山呢？老大让你们滚，你们就滚，非要熊爷发我是吧？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熊爷想在哪儿就在哪儿，关你屁事！孽畜，孽畜！贫僧就说你为何不敢让我等登山？原来是你在这道观之中勾结妖魔，身为正道中人，你豢养妖孽，这分明是已经欺宗灭祖，堕入了魔道。你该如何向世人交代？所以你之所以宣布封山，也是怕来往的香客们发现了你勾结妖孽的行径，你简直是欺世盗名。现在的舆论如何了？那道士有没有被万众唾弃？怎么会这样？行了，师兄，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了。此人勾结妖魔，直接出手吧。师兄，七品法器不好找，7品袈裟更是难得啊。杀那道士易如反掌，但那孽畜不容小觑啊，还是保险起见吧。孽畜追踪你多日，原来竟是躲到了这里。今日看你还往哪里跑？死秃驴，怎么还阴魂不散了？真当熊爷怕你是吧？光明寺金刚弟子见过金山寺九珠长老。光明寺的金刚僧，你们在这干嘛？禀长老，我等是奉本寺方丈之命，特地下山济世救民，降妖除魔的。至于此番到了这里，原本是想拜访一下那山上道长，交流一下佛道理念，却不曾想意外发现了他与妖魔勾结。长老您既然到了，还请相助弟子等人解决了这山中大妖。如此，我等也好帮道教清理一下门户。哦，九珠长老，这倒是最近不但让道教声誉好转，亦让我佛门深陷舆论之中。我等也是奉了方丈之命，特地下山来除掉此人，不料他身边竟有一头实力深不可测的熊妖，还请长老相助，帮弟子等拖住熊妖，以便弟子解决那道士。原来是这样的情况，此事过后，让你光明寺所有高层赴金山寺请罪。遵命。你这孽畜，屡次犯我佛门圣风，心性狡诈凶恶，且屡教不改。今日贫僧既至此地，当斩妖除魔，为民除害。这道士境界不明，气势非凡，尔等如何敢来找他麻烦？回长老，10天半月前，我寺曾有僧人与他一战。根据战斗的情况来看，他不过是玄通境修士罢了。原来如此，这样看来，他应该是用了什么遮挡气息的手段。道门子弟原本应当除魔卫道，济世救民，你却与妖魔为伍。也罢，今日便算我佛门多管闲事，替道教清理一下门户，以免留得你日后毒害众生。去你娘的虚伪秃驴！敢对我老大动手，你真当熊爷吃素的？那是什么？好像有宝贝。天啊天啊，那是什么？玄灵3叶黄金，必补通幽妖身，9曲紫金灵根，冰火雪莲，这真的假的？这些难道是真的？真没想到，如此寻常的地方，这般简陋的道观，居然暗藏如此之多的天才地宝。这一回真是天助我等，天助我等啊！好啊，好啊，太好了！勾结妖魔之徒，如何能坐拥这些稀世之宝？速速闪开！此物与我佛门有缘。行了，跟他还有什么好废话的？咱们今日是帮道教清理门户的，给贫僧死！怎么回事？莫非是气体源流？传闻气体源流可以将别人的神通法术消融转化，对付他当直接以肉身轰杀。我来，臭道士，给我死！不动明王开，你根本不是玄通境大宗师，你是大宗师。你们说老老实实在家里诵佛经，拜佛祖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来招惹贫道呢？其实贫僧等人真的只是想来和道长你交流一下道法，只是没想到你这山上有妖怪。但现在看来，道长你一身正气，应该也不是会与妖魔勾结的人，所以我们之间或许只是个误会。道长你说对吗？交流道法，呵。
道长，你过界了。你我皆为正道，虽有佛道之争，但凡事也要留一线。你今日若非要将事情做绝，弄不好是要引起佛道大战的。这样，今日全当是我等不对，你放我们一马。我们大光明寺倒是公开向你道歉。另外，我等再给您一些好处，当做赔罪。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今日之事一笔勾销，如何？前面贫道已经一再给过机会，警告过你们不要登山，你们执意不听，还妄想解决了贫道，再夺了贫道的灵药源。这个时候，你跟贫道说化干戈为玉帛，你们这帮秃驴人是真当贫道没脾气。今日有一个算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还愣着干什么？帮忙啊！金刚怒目，缩过浮出。可真的有气体源流。听你先前说，我这道观的东西与你佛门有缘是吗？我孽畜！老衲今日一定要杀了你，以正我金山寺之威。沙比秃驴，有种干死你熊爷！孽畜，你才是沙比！我来，老大，那是佛门的至高神通，大怒天音掌，威力几乎可以摧山断江。老大，你别轻敌。没事，贫道自有分寸。老大，你这是干啥？你不会是要硬接吧？气体源流，老大怎么会气体源流？这不是青城山的至高大神通吗？那是先天正气的气息，莫非是气体源流？这小子与青城山有关。不过光明寺的那4个弟子怎么没了身影？莫非已经被他解决了？不管你再仰仗什么，在老衲面前皆为无用之功。道长，你确定要自甘堕落，与妖魔为伍，对付贫僧吗？若真如此，就不怕道教受世人非议。你在放什么狗屁？什么叫与妖魔勾结？熊爷，我是道长的护山灵兽，道长是正经向道教祖师求过敕命的。熊爷现在是妥妥的道教中人，哪有什么勾结一说？倒是你联手那4个金刚僧，无端进犯我清风关不说，还要给老大泼脏水。你们佛门怎么这么无耻啊？天天扭曲事实，当世人都是傻子吗？熊爷告诉你，公道自在人心，世人明智岂会被领导？行，看来道长今日是铁了心要保着孽主了。也罢，此事我金山寺记下了，只盼道长不要后悔。告辞。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师，你真拿贫道的地盘当你的后花园了？你想怎样？不想怎样，只是贫道刚才说了，今日来犯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贫道一向言出必行，所以你是非要拼死一战了？大师误会了，杀你还不至于要到拼死的地步。庶子，你当真以为贫僧不敢以一敌二吗？哪怕是青城山下的青蛇妖，也不敢在贫僧面前如此狂妄。今日纵然你一人一妖联手又如何？贫僧无所惧。这是什么手段？是法相，他通过一些秘术，在八品法器的帮助下，衍生出了一丝本该要到大能境才能具备的法相。这个手段在佛门圣宗里并不稀奇，基本上到了宗师境都会修炼，但要想施展出来的话，必须得有佛门的八品法器才行。八品法器而已，老大你有那炉子，随便就能砸爆他。贫僧原本轻易不动这法门，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今日你和那头孽畜都将在贫僧的念珠下受罪伏诛。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今日贫僧就叫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八品佛门法器，给我砸！你到底是什么人？贫道清风关关主安澜。还想跑吗？不要！你若杀了我，金山不好了，不好了！九珠长老的灯芯灭了！你说什么？回方丈，就在刚刚，九珠长老的命魂灯芯熄灭了。阿弥陀佛，可知晓具体情况？弟子不知。贫僧早就说过，那黑熊精狡黠奸诈，九珠师弟毕生镇压雷峰塔，心性耿直单纯，让他下山恐生不利。这下好了，九珠师弟意外身亡，那青蛇妖若趁机来劫雷峰塔，该如何是好？话不能这么说，那黑熊精屡屡到我金山寺密保，若不派人将其镇压，我圣宗威严何在？其实当下最蹊跷的是，九珠师弟因何而死？难不成是那青蛇妖？若真是青蛇妖所为，那只怕他很快就要再度降临金山寺了。一切都是猜测罢了，九珠长老的死因还得调查清楚了先。天啊！九珠长老居然是死在了道教的手中。白崖山清风观，这是个什么地方？以前根本都没听过。这样的一个小道观，为何会出一名大宗师境的道士？气体源流，他莫非是青城山的人？青城山的道士竟然掌我金山寺长老，他们是想开战吗？一个炼丹炉竟然砸碎了我寺的中宝八品天象琉璃念珠，这怎么可能？大光明寺是如何办事的？为何直到今日才将那道士的消息上报？该死，光明寺的高层都
都该死！佛门之威不可辱，即日覆灭清风关。小青大仙，大喜事，大喜事啊！喜事何喜之有？镇守雷峰塔的秃驴老九死了，让人给干死了。什么？此事当真？何止是真，千真万确的真。现在整个修行界都在谈这件事，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这样的，小青大仙，且容我慢慢细说。所以九珠僧师死在了外面，也对。若是在金山寺中，他9个秃驴联手，即便是我，也根本没机会杀其中任何一人。根据流传的消息，秃驴老九之所以下山，应该是为了追杀那只大黑熊。可惜他没有想到，大黑熊居然认了个道士当老大。要说那道士，好像是叫什么安澜，以前一直名不见经传，是最近一段时间才靠着佛道理念之争，在世俗界声名鹊起。现在整个修行界都在讨论他，尤其是他的背景。背景？没错，就是背景。据多方面的消息，那个叫安澜的道士，不光身怀龙虎山的金光咒和五雷阵法，还拥有武当山的太极浮沉、茅山的掌心雷和通天路，以及青城山的气体源流。小青大仙，你怎么看？你确定他真的身怀气体源流吗？小青大仙，我别的本事没有，这打探消息的功夫，你还不相信吗？我可是有专门的妖族情报组织的，这点消息要还不能确定的话，那我不白混了。倒也是，所以九珠僧是被这道士联手那只熊妖一切干掉的。联手？哪里需要联手啊？那个道士厉害得很，九珠僧完全是被他单独干掉的。黑熊精一个看热闹的罢了。那道士本领如此之大，仅凭一人之力就解决了九珠僧？没错，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道士靠着一身气体源流，直接免疫了秃驴老九所有的神通手段。后来秃驴老九祭出了一件8品念珠，想要以法器之力镇杀那道士，结果你猜怎么着？那8品的念珠往道士砸的时候，道士反手祭出一个炼丹炉，给那念珠直接砸没了。据说当时秃驴老九的脸都绿了，哈哈，可惜那个场面我没看到，不然我非得在旁边笑话一下不可。一个炼丹炉砸毁了佛门的8品念珠，真的假的？哦，对了，我要说的大喜事还没说呢。还有喜事？根据我最新得到的情报，秃驴老九的死让金山寺上下震怒。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应该就是这2天雷峰塔下至少会有4个秃驴出山去找那清风关的道士报仇雪恨。到那时候雷峰塔空虚，小青大仙，你的机会不就到了？镇守雷峰塔的秃驴要亲自下山报仇吗？小青大仙，你这就要去金山寺了。我说的是这2天之内，不是说那些秃驴已经下山了啊。我是去那白崖山清风关，那个道士既然身怀青城山的气体源流，那么有些东西就该交付到他的手上了。他怎么来镇了？老大，小心点！你认得他？基本上妖族中人没有几个是不知道他的。他就是屡次强闯金山寺，一心想要救白蛇的青蛇。不对呀，青蛇的身上为什么有着先天正气的气息？他不是妖族吗？他和他姐姐本就是青城山下受了道场点化而得到的蛇妖，有先天正气的气息很正常呀。而且老大，我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他也会气体源流哦。小青大仙，你与道教子弟没有仇怨吗？为何如此？你的气体源流已经修至圆满，你是青城山哪位道长门下？与你何干？也罢，无论你是不是青城山的叛徒，你终归是有青城山传承在身，这样东西交到你手上，总比交给其他道统合适些。这是青城山曾经的掌教问风真人与蜀山1000年前飞升的兴盛之师长青真人交流剑道时所悟出的一门剑气神通，其以先天正气为主导，当由青城山门人继承，你好生修炼，日后这门神通自当成为你的一样倚仗。这是剑道大神通，天罡剑系。你特地来此，就是为了赠贫道此物。青城山的道士数不胜数，你为何非将他赠与贫道？莫非是因为老大帮你杀了金山寺的九珠僧，所以你特来报答？这门神通需要气体源流修至圆满，青城山1000年以来，气体源流圆满之人屈指可数。所以这就是你对我出手的原因。但贫道有件事需要告诉你，贫道确实不是青城山门下，如果此物必须要交给青城山门人，那贫道只能说你给错人了。无所谓了，反正青城山也没人有机会得到这份传承了。既然你身怀先天正气，那这机缘也该由你所得，如此也算不让青城山的道统断绝吧。青城山乃我道教5大圣地之一，其底蕴悠久，哪会有道统断绝一说？行了，当年那位真人交代的事我已经照做，这天罡剑气你好生研究吧。
对了，这个地方你逮不了，趁早卷铺盖离开吧。什么意思？为什么逮不了了？他杀了金山寺的九珠僧，金山寺上下震怒，雷峰塔中将有数位长老出关报仇，想来应该就是这2天的事。虽然你侥幸杀了九珠僧，但你的修为境界终究只是区区初入大宗师罢了。雷峰塔的长老热脸面而来，你断无活路，话尽于此，你自己好生斟酌吧。这娘们一身气势是真足啊，压得熊爷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了。确实，话说他也真是的，来送机缘的就好好说呗，咱们又不是不请他喝茶，这突然对老大你出手，吓得我还以为他是来灭门的呢。不过青城山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为什么会说将此树交给我？是不让青城山道统断绝呢？老大，咱们要不要跑路？跑路？老大，来峰塔的那些秃驴可不简单啊，单独一个人下山或许没什么，但他们长期镇守雷峰塔，早已心意相通，又有一门联手加持战力的手段，真要是联袂而来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跑路有点丢脸，但留的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咱们这只是暂避锋芒。等老大你花个几十年时间，把那天罡剑气悟透了，咱们再卷土重来，一定可以嘎嘎乱杀。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说金山寺要派人来杀我，这事有几分可信？这样吧，你在修行界路子熟，你去打探一下这个消息的来路，然后贫道再做决定。行，我这就去走一趟，以我在修行界的人脉，保准1天之内就能查到想要的消息。师傅现在融合神通，立即融合。恭喜宿主，已圆满掌握天罡剑气。之前若有这门神通在，杀那九珠僧哪里还用得着炼丹炉？姐姐，等我。成了，天珠师兄终于迈出了那一步，成为了真正的大能。咱们金山寺那枚珍藏100年的9品金丹，总算是没有白费。方丈师兄，这一下我等终于可以无忧了。现在就等着蛇妖前来了，即刻让雷峰塔后4位长老联袂出山，去往清风关。剩余3位长老协同天珠长老，坐等青蛇妖犯境。这一次势必要正我佛门圣宗之威，正我金山寺之威。他们真不管我，莫非是他们自信能在我推倒雷峰塔之前灭了清风关再赶回来？当真如此吗？管不得许多了，今日必须推倒雷峰塔，救姐姐出来。恭喜宿主获得仙气，天气乾坤剑，附赠奖励天地煞星4方阵，附赠奖励北道阵法所需材料。太好了，又是仙气，不错，终于拥有阵法了，总算有了件真正意义上的趁手兵器了。老大，不好了，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跑路。怎么了？金山寺的消息是真的，来峰塔的4个秃驴已经下山，正在朝这边赶来。老大，时间紧迫，把重要的东西收了，就赶紧走吧。没想到还真冲我来了，居然来真的。老大，走吧，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现在又有了青城山的天罡剑气，正是需要闭关修炼的时候，等修成了再回来报仇，岂不稳妥？清风关道主部署金龟自甘堕落，与妖魔为伍，金山寺特来替天行道。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下麻烦了，老大，看来今日是一场血战了，拼死一战吧。老大，先说好，如果当真不敌，我可得跑路哈。当然，在跑路之前，我保证会尽12分力气。那你还真是挺忠心的。那是自然，我一向以关公为榜样，主打的就是一个忠义无双。我等既来，妖族孽畜何以放肆？你才是孽畜，你全家都是孽畜。伏有害术，若不自知，死。垃圾，靠着法器和秘术试出法相又如何？你熊也不虚。呸！我当是什么宝贝，原来是件垃圾。你金山寺也是的，这样的垃圾还珍藏在法器殿，要我都觉得丢人。孽畜，该当勇士入畜生道。终于出现了，动手！老大，快闪！天罡剑气，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师兄弟救我！你究竟是什么人？都没调查清楚贫道是谁，就敢来灭清风关？你们不死，天理何在？庶子，你岂敢助我？杀比秃驴，干死你丫的！今日势必要以那清风关和那青蛇妖之血正我金山寺圣宗之威严。完了，出什么事了？前去灭清风关的4位长老命魂灯芯全都泯灭。什么？怎么会这样？阿弥陀佛，来了！
老大，你是不是早就会天罡剑气了？没有啊，贫道此前都没听说过这门剑道神通，所以你是用着仅仅半天的时间将其领悟的。服了，这回我是真服了。要是那青蛇在这看见老大施展出了他给的天罡剑气，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表情。金山寺怎么走？你应该清楚的很吧？清楚，咋了？佛门屡屡来我这清风关找事，我若不回访一下，岂不显得我道教没有礼数？好啊，正好我也有段时间没去金山寺寄货了。走，老大，咱们现在就走。那老大，咱们要出去了，这灵药园咋办？无妨，且容贫道布下阵来，滴上一滴血上去。好。天地杀星，十方大阵。老大，你究竟还有多少的本事啊？没多少，一点点罢了。一点点？走吧。不是去金山寺吗？怎么跑到这样的荒野之中了？这里就是进入金山寺内天地的地方。内天地什么意思啊？老大，你连内天地都不知道？内天地是由大修行者以通天修为开辟出的一片不显于世间的场地。最初时可能是为了避世修炼，也可能是为了躲避强敌，但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成了一座座不显于世间的修行宗门。正如现在我的面前，看似一片荒野，实则一步踏出便是一片崭新的天地，那里才是真正的佛门圣宗金山寺。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怪不得世人眼中的龙虎山、武当山少有真正的高人，感情是真正的大修行者都在内天地之中。那我怎么进入？老大跟着我的步伐就行。老大，感觉怎么样？这里的灵气充沛的不可思议，贫道那白崖山跟这地方比起来，难怪会被佛门的秃驴骂作破地方。那就是雷峰塔。孽畜今日必定叫你身死道消。臭秃驴，傻要狂妄！好家伙，只剩下4个守塔僧了，还能爆发出这样的神威！妈的，这金山寺的秃驴确实不容小觑。老大，趁他们大战，咱们开始走。兄弟们，很遗憾的告诉大家，身为《道士安澜》这部小说的主角，春节联欢晚会并没有邀请我。老大，你放心吧，没有你的春晚我不看。所以你们来我藏经阁做什么？老大，杀人业货这是你比我熟啊！休要胡言，贫道乃正道中人，此番出手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罢了。真的吗？什么真的假的？时间紧迫，赶紧动手！甭管什么，哪怕是个凳子，也给他搬空啊！这个老大跟对了。原来你迈出了这一步，难怪你金山寺会让4个守塔僧下山。我靠，那秃驴这是进入大能境界了！好，那帮秃驴不会是把那枚熊眼至今都没找到的9品灵丹给天竺僧吃了吧？我日啊！老大，赶紧去金山寺的丹灵殿吧！哎，也不知道那枚9品灵丹还在不在了。果然，唯一的9品灵丹被那老秃驴给吃了。行了，9品丹药而已，贫道又不是没有。等园里的几样灵药尝熟了，给你炼上几枚便是。当真？得此明主，真乃我毕生之幸啊！金山寺的经文妙法和灵丹宝药都搬空了，还有什么值得扫荡的地方没有？有，还有一处神器库，那里头都是金山寺珍藏的法器。老大，你的空间法器还能装下东西吗？我几枚空间戒指都满了啊！我空间法器很多，应该还能装一些。这里有禁制，完了，忘了告诉老大你了，这石门不能碰。我有2次就是碰了这石门，才被金山寺的人发觉的。什么？不好，那个孽畜又来了！什么？该死的孽畜，居然还敢来我金山寺行窃！真当我等拿他没有办法了吗？所有宗师级，速速去往神器库，结下天罗地网大阵。今日务必将那孽畜正法。老大，别瞅那石门了，赶紧跑路吧。先等等，你出去拖一下，贫道要看看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宝贝。行，那老大你快点。孽畜又来偷东西，给老衲死！哼，熊也就偷了，你们有本事抓住我啊！结阵战他！该死，这孽畜怎的如此皮厚？方丈只怕这不好对付啊！勿虑，4株长老到了。你们这帮秃驴不讲武德，来围攻熊爷还偷袭！我当时带了，没有闪。我呸！臭不要脸！老大怎么还没完事？我看你这破门是不是真的这么无坚不摧？什么气息？不对，不对，不好，是调虎离山。这里交给4株长老，所有人等速速随本座去神器库。应该只是偷外面的法器吧？那个禁制非绝顶大能不可破，想来无忧。秃驴们来了。那是什么？这莫非也是一样仙器？是谁？是谁？什么情况？青蛇赢了？老大，我要顶不住了，救命啊！你是何人？走！不要让他跑了，他盗走了法海师祖的金身。累了，姐姐，姐姐。
孽兔，你敢昆融何计？抬头，乱地转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四柱长老皆九转金钟。不好，怎么那法器很厉害？那是金山寺的镇山之宝，真正的九品法器，九转金钟。九品？老大，你可别大意啊！你这些河难炉子虽说也很厉害，但九转金钟是比肩龙虎山天师斩邪剑的法器，其在当世知名的一众九品法器里也是稳居前3的存在。这秃驴够贼的，九转金钟没放在神器库，倒是一直随身带着。哎，这下有点麻烦了。阁下身上无妖魔气息，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四柱长老，勿要与他废话，管他是谁，先夺回师祖金身再说。无论你是何人，今日到我寺师祖金身，坏了雷峰塔禁制，便是与我金山寺结下不死不休仇怨。此番若是交出金身，贫僧或可给你体面死法；若不然，必叫你像那白蛇一般，受千年煎熬，生不如死。老大，你给他们师祖的金身偷了？如果说的是一具金色骨架，那应该是吧？那个，如果我们把金身交出来的话，放我们走行不？雷峰塔禁制已破，你们还想走？今日都得死！妈的，给你脸了是吧？那就干！老大，等下看准时机，分头跑。没事，不用跑。这就是金山寺的九转金钟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金山寺镇山之宝，位居九品的九转金钟被一剑斩灭。那人是谁？那是什么剑？所以这特么的该不会是把仙剑吧？老大，究竟还有着多少的底牌啊？孽畜！成了，成了！小青姐姐，我等交手10数次，你当真以为这一次没有完全把握，贫僧会让4位师弟下山？终究是妖孽之物，纵然得到，也无大志。金山寺数千年底蕴，岂是你一小青蛇所能忤逆？当年师叔祖法海镇压白蛇，今日轮到我天诛，在世间留下威名，一切都该结束了。贫道不喜欠人情，全当是那天罡剑气的报酬了。庶子尔敢！那是什么剑？大能法相确实不一般，自己手持仙剑，居然没能一剑干掉对方。这到底是什么剑？你又为何而来？混蛋！什么叫无敌？什么叫霸道？老大牛逼啊！姐姐，太好了，太好了！没用的，姐姐不要浪费了，你能出来，小青就死而无憾了。没事的，没事的，我去龙虎山为你求丹。恩公今日出手，白素贞没齿难忘。若白素贞不死，日后必以性命相报。老大，咱们接下来怎么做？先撤。布好了方丈，藏经阁所有的经书和神通典籍全都被人盗走了，就连什么？就连那本写真都没了。定是那2个畜生，一定是那2个畜生。完了完了，丹灵丹被偷窃一空，连个药品都没剩下了。他们岂敢！他们岂敢！师祖们，你们当真忍心坐视金山寺千年之基毁于一旦吗？即刻着令金山寺所有弟子祈福祖地，若师祖等人坐视不理，我等便扣死在祖地之中。金山寺第76代方丈苦，今日身负危亡之罪，前来打搅我寺祖辈，唯求祖辈见怜，为我金山寺讨回公道，正圣宗之威。若不然，弟子唯有叩头而死，以偿罪孽。求祖辈见怜，为我金山寺讨回公道，正圣宗威名。那应该就是你之前说的底蕴集存在了吧？没错，一定是了。妈的，闹得太欢腾了，我倒是忘了还有底蕴的存在。还好老大你够理智，没有大开杀戒，不然只怕今天真要激出一尊底蕴来，到那时候恐怕咱们就真走不出来了。行了，先回去整理一下今天的收获。小雀仙，小雀仙，快出来！天大的急事，天大的急事！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白蛇大仙，白蛇大仙出现了！小青大仙成功了，白蛇大仙被救出来了。没错没错，已经被救出来了。但是小青大仙要死了，马上要死了！什么？胡说！你在胡说什么？小青大仙天下无敌，他怎么会死呢？是真的。据最新的消息，小青大仙在金山寺受到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已经命悬一线。白蛇大仙正带着他往南边赶去，这是千真万确，整个修行界都看见了。怎么会这样？他们去南边哪里？怎么不回这里来？这儿有灵池，灵池可以养伤的呀。我们也不知道白蛇大仙是想去哪儿，不过看路线，他很有可能是要去龙虎山。去龙虎山求救，可龙虎山早就封山了啊！等等，白蛇大仙800年前没在世间了，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道教圣地封山的事情。不行，我得去找白蛇大仙。找到了又怎样？小青大仙命悬一线，只有龙虎山的丹药能够救他的，可龙虎山已经封了，所以不对，有个
地方有九品炼丹师。就前不久，我老家那个贼坏的槐树王，就是去偷那炼丹师的九品丹药，被干掉了。什么？这世上除了龙虎山，还有九品的炼丹师吗？不对，就连龙虎山这100年，好像也没出过九品炼丹师了吧？哎呀，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没亲眼所见，但我老家那边都在传，那个槐树王你们知道的，最坏了，他被杀的时候，好多妖怪都在远处看着呢。总之那个人是不是九品炼丹师，不能确定，但他手上一定有九品的丹药。哦对了，经常去金山寺搞事的那个黑熊大王，当天好像也被那人收服了。你说的该不会就是清风关的那个道士吧？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我老家的小伙伴们说的就是他。我这就去龙虎山把这个消息告诉白蛇大仙。青城山下，白素贞叩求天师府开恩，救我妹妹性命。无论天师有何要求，白素贞无不遵从，哪怕是一命换一命。求天师府开恩，求天师府开恩。为什么？诸位天师见怜，就见素贞一面吧。小青大仙，小青大仙，你怎么能骗下去？说好的很快就回来的呢？你怎么能骗下去？白蛇大仙，道教5大圣地内部出了问题，封山已经有好几10年了，在这没用的，你赶紧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可能有九品丹药的存在。什么？龙虎山早就封山了，在哪里？快带我去！我指路，白蛇大仙，你赶快！从昨天回来之后，安澜和黑熊精就开始了彻夜的整理。这一趟金山寺之行，共收刮了经文妙法30万册，各类丹药1800多瓶，总计有3万余枚。另外各类法器加起来，大约12000多件。这回金山寺真是的要气疯了。可惜杀那些和尚没有修为奖励，不然那几个守塔僧就够我境界暴涨一波了。不过能得到几10万册金山寺术法神通，倒也还不错。佛门有些手段，却有独到之处。青城山下，白素贞求见清风观观主。他们怎么来了？青城山下，白素贞见过恩公，求恩公救命。你不是去龙虎山了吗？为何到了贫道这里？白素贞被压雷峰塔800年，不知龙虎山早已封山，今日是却妖提及此地恐有九品丹的存在，这才匆匆赶来，以求道长救命。未曾想到这里竟是恩公所在，求恩公见怜，再帮我们姐妹一次吧，求求您，求求您。你可能误会了，贫道昨日之所以出手，只是因为这青蛇将青城山的一样机缘交付予了贫道，贫道想了结因果，互不相欠罢了。昨日该还的情已还，你去别处求助吧。恩公，小青她已经没时间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知道九品丹的价值无法估量，我也知道这般恩情我无法偿还，我只能在此立誓，若恩公您肯出手相救，白素贞今后任凭恩公差遣，愿天天3连送花，哪怕恩公要以我妖元炼丹，我也绝不后悔。只求恩公您大发慈悲，救救我妹妹，救救我妹妹。山上的道长，求求您帮忙吧。小青大仙是好妖怪，他从来不干坏事的，他积德行善好多年了，您大慈大悲，帮忙吧。只要您肯救小青大仙，雀儿也和白蛇大仙一样，愿当铁粉3连，求求您了道长，您就帮忙吧。白蛇白素贞，这可是1000年前妖族传奇一样的人物啊！据传他巅峰之时已经步入了仙台之境，曾与某个魔族的底蕴一战，都丝毫不落下风。直到法海的出现，才就此泯然世间。没曾想1000年之后，他再次现世，居然要向一个小小的道观之主叩头求救。哎，世道无常，让人感慨啊！妖族大鹏鸟求道长见怜，救救青蛇，不愿从此追随左右，刀山火海任凭差遣。求道长相助，不愿继续救命，除我未到。求道长开恩，求道长开恩。这就是白素贞吗？果然，哪怕过去了800年，那些个老妖怪们也始终不曾将她淡忘啊！这大概就是年轻人们所说的白月光了吧？小丫头，你觉得这位清风观主会出手相助吗？会的，一定会的。哦，想要救那青蛇，至少得要9品丹药。9品丹药啊，那可是当时很难再出现的宝贝了。你觉得他真舍得？我相信他舍得。老陈，你说佛门这一次会撕破脸皮吗？不会，但是金山寺会。是啊，所以这一次，这位林观主只需要面对金山寺的报复了，却不知他能否顶住了。老大，要不帮他一把吧？主要是咱们和金山寺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地步了，这白蛇姐妹和金山寺也是1000年恩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白蛇修为不俗，若能有他跟随，日后金山寺真大敌起来，咱们也能多个助力，不是？另外还有一事。什么事？老大，你有所不知，这青蛇体质极其特殊，是世上1顶1的顶多，天下修行者无不希望有他相助自己修炼，便连当初的法海，据
据传都生出过要青蛇助自己修炼的想法。当然了，那时也是法海心魔作祟，但很快就被他镇压了。所以这青蛇至今都还是完璧炉鼎。你前次帮他姐姐出雷峰塔，现在若再救他性命，相信日后不论老大你提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所以荒唐，你把贫道当什么人了？上山来吧！太好了，太好了，道长答应了，他答应了。我操！刚才说原为道场坐骑是一时冲动，没想到他真出手相救了，这下可怎么办啊？你们那算什么啊？本姑娘刚还立誓，愿意以双手的代价还青蛇王一命。哎，没想到那道长当真了，算了，只好便宜他了。谁叫我蛤蟆一出，一落千金呢？你的眼光是对的。走吧。求祖辈建连，为我金山寺讨回公道，正圣宗威名。求祖辈建连，求祖辈建连。雷峰塔岛底蕴皆空，当代方丈罪不可赦，当自觉以谢罪。好，今山寺之劫，皆因弟子失职，首罪在我。只要祖师院出手，正我圣宗之威，贫僧此番赴死，也算不负先辈嘱托。来人，杖毙本座！方丈不可啊！你乃本寺之首，你若自绝，何人能担当大任？祖师开眼，金山寺之劫，非方丈一人之责，实是来犯之敌太过强大，我等有心无力啊！杖毙本座，即刻！天竺长老不可啊！贫僧这一次对方丈心服口服，阿弥陀佛。那人之所以在金山寺横行无忌，无外乎手握仙剑。然金山寺千年底蕴，又曾有法海坐镇，岂能无仙气存在？这难道雷峰塔本就是法海留给金山寺的真正镇寺之宝？往常不显神威，只是因禁镇压制。那人盗取法海金身，毁去护塔大阵的同时，也是解了雷峰塔的禁制。现在你将成为他新的主人。我等早该想到的，佛门三大圣宗，小须弥山向来有仙气坐镇，独独我金山寺多少年来，居然只有一件九转金钟作为镇寺之宝。未曾想，原来法海师叔祖早已为我们留下了真正的仙气。我等师兄弟毕生守塔，竟不知所守之物，原来是本寺真正的至宝。那人以为破掉守塔大阵，白蛇从此便能逍遥世间，殊不知真正的噩梦即将到来。对了，敢问祖师，方丈是还可以复生吗？死者已矣，何来复生？他自当在雷峰塔下转修鬼佛之道，所以方丈将要化作鬼王，执掌我佛门仙气了。这行了，7日之后，他当以鬼王之躯执掌雷峰塔，有仙气在，金山寺之荣辱自可讨回。尔等即刻退出祖地，接着再有今日之举，休怪祖地无情。我等谨记。即刻安排人马查清白蛇逃走后的去向，动员天下佛门查清相助白蛇的那人身份。7日之后，金山寺所受耻辱将一并了结。相助白蛇之人的身份，查不查倒是无所谓，因为那只该死的黑熊精跟他一块，想来10之8九，他就是那个清风关之主。而我寺先后5位守塔长老，应该也都是被他所害。原来是他，难怪几位师弟折戟沉沙。原来那清风关之主便是手持仙剑推我雷峰塔之人。那倒正好，新仇旧恨可以一并解决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道长，我妹妹她没有心骂我。卧槽！他遭受重创后，竟然有佛门之气在他体内长存了下来。他是妖族啊！佛门之气在妖族体内，这是要他受凌迟之苦而死。那帮秃驴也太特喵狠了。话说他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本就受了致命伤，体内还无时无刻被佛光侵蚀，哪怕有你强行护住心脉，也早该神魂俱灭了吧？是先天正气，妖族之躯难以抵御佛门圣光，先天正气却是可以。对，他是会气体源流来的。此前他心脉尚存，是先天正气在抵御那佛门圣光，但他毕竟身负致命之伤，体内先天正气强撑到现在，也终究是耗尽了。我来渡入先天正气。你妹妹身体已经摧残到这地步，那些都是无用功了。现在要做的，当是以极阴宝药养住她的妖身，再以佛门秘术将她4肢百骸中的佛门气息一一抽离，最后方可用9品丹药复其心脉。什么极阴宝药？天下极阴宝药，当以地补通幽妖参为最。可这位地宝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绝迹，这去取来。好了，眼前这条绿皮蛇走了1000年的狗屎运，竟获得当世唯一9品丹师的救助。地补通幽妖身，天呐，道长你！他修的1000年道教正气，今后便彻底散尽了。我与妹妹本就是妖，得当年道教真人点拨，才侥幸沾得道教真气。今日散尽便散尽吧，只要留得性命就好。没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是浪费了1000年修为，外加以后再用不得气体源流等青城山神通了而已。你是懂怎么安慰人的。不过话说，老大，你现在给他补足了妖气，那他不是更要受体内佛家气息的折磨了吗？那还是得死啊！我不是说了吗？只要用佛门手段将那些佛门气息从他4肢百骸中抽离出来就好了。可咱也不会佛门手段啊，难不成现在出去绑个法力高强的秃驴回来，这怕是来不及吧？我去金山寺，日落之前一定抓人回来。半夜耍的了不像人呀，放下手机嘛心又慌，不耍道具真灵啊，只耍害人的毒鸡汤，毒鸡汤啊真奇妙。
了，海天海地的海年少。左边乡友们来点钱，右边操作个充电宝，上刷段子嘛别作笑，下关评论嘛叹我操。我操，老大你！天哪，道长你！老大，你该不会是佛门派入道教的奸细吧？休要胡说，贫道岂是秃驴之辈？不是，那老大你怎么会佛门的手段啊？而且看刚才的架势，这好像还不是一般的神通啊！你忘了咱们将金山寺的藏经阁都给搬空了？哦，对，我竟把这事忘记了。不过话说，老大你真变态啊！这才过去一晚，你就将一门佛教秘术掌握的如此精通了，牛逼！我对老大的敬仰，真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又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你们把金山寺藏经阁搬空了？跟老大无关，都是我干的。果然，我就知道推倒雷峰塔的家伙一定是清风关的那个道士。这一次必须要将那个破道观彻底连根拔除。灭那清风关自是简单，可帝国方面该如何应对？就在白蛇逃走后的第3天，一向不插手佛道之争的帝国派人造访了金山寺。根据最新的消息，青城山已经不复存在，门其余4大圣地想来也是倾覆在即。这个节点上，帝国不可能为了一个小清风关得罪我整个佛门。我等这一次出师有名，帝国饶是不悦，也只能袖手旁观。不过话说到这里，丰都鬼城复苏在即，咱们方丈这个时候转修鬼佛之路，该不会是祖师们有意为之吧？方丈回来了，太好了！方丈归来，手持雷峰塔，金山寺的耻辱可以彻底洗涮了。所以方丈不但归来，还直接从宗师巅峰一步跨入到大宗师之巅了吗？祖师们真是给了他天大的机缘啊！所以埋头苦修，终究是抵不过祖师们的青睐嘛。哎，雷峰塔。多谢本寺先祖今山寺之荣辱，往后就由本座一肩调制。恭喜方丈，贺喜方丈！这几日有关于那剑斩雷峰塔之人的消息，以及白蛇的去向，都调查清楚了吗？回方丈已经调查清楚，白蛇脱逃之后，便带着奄奄一息的青蛇去了清风关求救。清风关。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以及大家一致分析后的结果，那日剑斩雷峰塔之人，其实就是清风关之主。难怪本座派出4位守塔长老前往清风关，却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场。原来他便是那手持仙剑之人。好啊！这一次，我要让那清风关周围百里寸草不生，哪怕是一只苍蝇，也休想活着离开。这就是鬼佛路数吗？不知方丈，我等何时出发？自然是即刻出发。即刻，方丈何不再等等？等你步入了大能境界再前往，岂不万无一失？你在怀疑本座的实力？不是，贫僧只是觉得。本座不要你觉得，本座只要我觉得。这天竺长老，若本座记得不错，你说过那人只有大宗师境界，对吧？是，即使如此，就无需担心了。本座如今已步入大宗师巅峰，同时掀起一战，他不可能是本座的对手。可白素贞还在，而且那黑熊精也实力不俗，贫僧怕。无妨，这一趟4位长老随本座一同前去即可，如此万无一失。遵命。完了，看这架势，他们是要来彻底覆灭这里了。话说咱们怎么办？怎么办？当然是赶紧撤退啊！待在那等死吗？没错。素闻金山寺不明是非，本王今日倒要看看他们是否真的见到妖族，便要强行镇杀。青蛇大仙与我有再造之恩，这条命便是丢了也无妨。800年前法海镇压白蛇时，我退缩了，这一回我不想再退。我已是末年，这辈子大能境界无望，此番就算离开，也不过是回深山老林之中，再苟延残喘几个春秋，没意思，倒不如在这见见金山寺这一代秃驴，适合风采。随着修为的提高，安澜对于丹炉里的5色神火也掌握得越发娴熟。他隐约感觉，等自己入了长到大能境，应该就可以着手炼制仙丹了。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去找些境界高强的妖魔鬼怪，提升一下修为才行。而就在他一边炼丹一边思考的时候，净室处忽然响起了白蛇惊喜的声音：“小青，姐姐，小青，姐姐，真的是你，太好了！姐姐，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没有死？是道长用9品丹药救下的你。道长，9品丹。”这是天师府，龙虎山不是早就封山了吗？不，这里是清风关，龙虎山确实已经封山了。清风关，白崖山上的那个小道观，没错，就是这里。姐姐，你是说是清风关的那个道士用9品丹药救的我？正是，安关主为了救你，不但用了9品丹药，甚至还拿出了几乎绝技的地补通幽妖餐。这些天更是不辞辛劳，一直在为你疗养道伤。小青，他对我们有再造之恩。姐姐说的没错，这确实是再造之恩。观主在炼丹，我去当面感谢他。姐姐，我的衣服谁换的？这你伤势太重，观主为你治疗，难免需要有些肌肤之处，因此我辈修行不拘小节，他及时救我性命，我又岂会不识好歹？
小青拜谢关主救命之恩。嚯，可算醒了，没白费老大这些天的心血。青蛇大仙，恭喜啊，这都能捡回一条命，以后你可得好好报答我家老大，最好是能有事就说，有屁就放，没事就赶紧滚蛋，少在这胡说八道。有事有事，有急事。据山下的妖族们紧急提醒，金山寺封着苦，领着4大诸僧往这边来了。青城山下，白素贞还不速速护手皈依。主手皈依，归你嘛！金山寺的秃驴真拿自己当回事了，关了人800年不够，还不肯罢休，真当我妖族都是好欺负的吗？好啊，好啊！这么多妖魔聚集于此，今日本座正好可以为天下除害。身为道教中人，自甘堕落，与妖魔为伍，今日岂能留你？白素贞，谢过诸位了。能与白蛇大仙并肩一战，是我等荣幸。怎么，那道士不肯露面，便让你出来送死了？对付你用得着观主出面吗？终究是孽畜，不知天高水深。虽然不知你是何原因突飞猛进到了大宗师巅峰，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是你不知天高水深。雷峰塔下800年，你以为自己还是当年？今日我会开杀戒，是吗？若是你在巅峰时期，那贫僧确实远非你敌手。可800年过去，如今的你又还有几分实力呢？大开杀戒，今日该是我金山寺大开杀戒才对。一个不留，遵命。昔年法海师叔祖山下之行，斩除妖魔无数，而今该轮到我等，让山下之人忆起我金山寺往日神威。等等，先等等。怎么，你主子派你出来讨饶了？你脑子没问题吧？还没开打就脑震荡了。各位兄弟，熊爷先代老大感谢各位的相助了。不过这一战不好打，尤其他们突施手段克制咱们妖族，所以要打，咱得把装备配足了才行。来，这里有全套的佛门法器，大家伙都给我配上，不会充分使用没事，抡起来应答威力也是不俗的。后面的兄弟领着，用不完的下回用，不要紧。来，大家都有，在咱的地盘要打就打富裕仗，别跟那几个穷逼秃驴一样，出门在外连2件法器都拿不出来。我说熊王，这怎么都是佛门的法器啊？这个吗？自然都是熊爷凭本事得来的。没错，确实是凭本事。熊王这一手本事，我等早就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这该不会是把金山寺的法器都搬空了吧？好了，发放完毕，来吧，我老大单还没练完，熊爷陪你过2手。过你妈！什么东西？雷峰塔？莫非此塔本是极品法器？仙气，我认你老了个熊的，这玩意原来是件仙气，这怎么打？老大，这秃驴有仙气，我可顶不住啊！老大，你快上吧，这我真不敢和他刚。你如今区宗师修为，出去是想当炮灰吗？此事皆因我姐妹而起，自该我去。笑话！贫道费了9牛2虎之力，施展了那么令人羞耻的佛门神通，才将你从鬼门关中拉回来。是你想去送死就能去送死的？我老大再不出来我就要挂了。仙剑。所以他这看起来随随便便的炼丹，是在炼制9品丹。好啊，好啊！你盗空我金山寺1000年来积攒下的所有丹药，而今是该用这3枚9品灵丹偿还了。当日贫道就奇怪，为何以我手中剑没能将这雷峰塔斩为2截？没曾想，原来这是剑仙塔，这就难怪了。你以为仗着这把剑就可以在我金山寺出入如无人之境？今日本座来此，就是要告诉你，佛门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他不太对劲。没错，看起来怪怪的。没事，这边我来应对，你去那边对付那3个秃驴。这些妖王都是来帮忙的，总不能让他们顶头阵。你回到观歇着，别在这当累赘。我现在都成累赘了，那你们自己小心。秃驴们，熊爷来陪你们玩玩。现在该本座了。今日就看看是你这件厉害，还是我雷峰塔更胜一筹。你以为就你会偷袭？该死，倒是忘了你有气体源流。你也让贫道很意外，堂堂佛门圣宗之主，竟然有鬼物手段。你敢信眼前这个方丈变成鬼被识破，开始送经验了？真不知该说你现在是秃驴，又或是厉鬼呢？看来被你发现了呢。所以现在的你感觉到害怕了吗？你脑子没问题吧？变成鬼物了？问一个道士害不害怕？贫道要是跟你说，贫道现在很开心，不知你作何感想？本座现在的状态不是你能想象的，你所谓的道教克制对本座毫无用处，是吗？好来。大罗佛手，这是佛门至高神通，大罗佛手威力极其可怕，尽力躲避，千万不要硬碰硬。若贫道以此剑施展天罡剑气，与他的大罗佛手孰高孰低？若是天罡剑气，自然无惧大罗佛手，可你又不。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莫非他其实早就有这门神通了？好好，来，今日本座便以大罗佛手，看看你道教的天罡剑气有几分威力。这是仗着境界高我一些，要与我硬拼法力，看看谁先力竭。九品丹药，我他妈怎么忘了它？还有这东西，该死，该死！现在该是你我之争了。鬼佛路数，所以这就是他突然步入大宗师巅峰的缘故。还好他太急着报仇了，否则稍微给他一些时间，到了大能境界再来，只怕关主就难以应付了。不能破金光咒。本座说过，道教的手段克制不了本座。蠢货，五雷正法尚且伤不得本座，区区掌心雷又带我。炼丹炉，这是什么品级？这到底是什么品级的炼丹炉？你觉得呢？难道这也是仙器？恭喜你猜对了。不要！你不是人，你是道教神仙转世，对不对？你一定是道教神仙转世，对不对？这是去西天问你家佛祖吧。你输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是你自我了结，还是要我动手？了结，方丈仍在，贫僧虽败，你奈雷峰塔如何？念及萨勒叠峰同森锦归五，修为加20000000，恭喜所作，成功突破到同森锦无从。三位，这下你们完犊子喽！剑来。观主不要追，那是灵隐寺的神僧，极善隐藏气息，小心落入埋伏。灵隐寺，没错，这种虚空隐匿的法门是灵隐寺无疑。这帮佛门秃驴还真是狗皮膏药，一个个没完没了了。你没事吧？没事，我已受观主天大恩情，岂还能要观主这等至宝？拿着吧，这玩意儿贫道想练，随时都可以再练几路出来。这让你拿着就拿着，提升一下实力，事后贫道自有事要你帮忙。即是如此，多谢观主了。刀山火海，观主只管吩咐，素贞一定无所不从。灵隐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真是拿贫道的地盘当你佛门后花园了呀！老大，这是又在大战中突破了，我靠，什么怪物啊！各位，这一战大家辛苦了，老大让我把这些灵丹给你们，全当聊表谢意了。关主客气了，我等不过是从旁协助而已，没出多大力，灵丹什么的就不用了，我等自己都有，告辞了。好家伙，你们连8品丹药都有的吗？那你们混得不错啊。八品丹药，熊王此话何意？难不成关主是要赠送我等8品灵丹？当然，7品以下的丹药，我家老大哪里拿得出手？来，大家排队，全部都有。好了，都分到了。老大让我淡化，这些丹药除了是感谢诸位今日的相助以外，老大更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老老实实修炼，切不可遇到修行瓶颈后便去走那邪魔外道之路。若有那么一天，纵使有今日交情，老大也会毫不犹豫斩妖除魔。望各位谨记。我等谨记关主教诲，必是永不走邪魔外道之路。清风官网后有任何事，我等但凭差遣，无不遵从。拿出来啊！什么？你说什么？这给我的这些丹药以后给外人吃就行了，你跟着贫道吃多了8品丹对身体不好，要吃9品的。所以这就是9品炼丹师的底气吗？啥也不说了，老大，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熊了。这话怎么听得怪怪的？行了，赶紧提升实力，然后跟我去报仇。报仇？啥仇？自然是灵隐寺的夺宝之仇。老大，这是只怕不太容易，毕竟灵隐寺可没有落魄到让一个宗师境领衔方丈之位的地步。哦，抛开底蕴不谈，灵隐寺现在的实力比金山寺要强上许多吗？当然，毕竟是出过罗汉转世的地方，可以说金山寺若非是800年前出了个法海，只怕是没资格和灵隐寺齐名圣宗席位。另外，其实我以前也不是非说盯着金山寺偷，只是当时的金山寺一个大能也没有，所以我多少有点底气。但据我所知，灵隐寺可是实打实一直有大能存在的，这也是我不太敢去灵隐寺的原因。你可知道灵隐寺具体有多少强者？又或者说有几位大能存在？灵隐寺这些年来极少在修行界中活跃，他们的具体情况我还真不清楚，只能说一定是有大能存在的。2尊，一尊是灵隐寺的当代方丈陈乙，另外一尊便是方才的夺塔之人灵隐寺首座陈灵。另外，灵隐寺麾下大宗师级禅师多达18位，被称18铜罗汉。同为佛门圣宗，差距这么大的吗？话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我自有自己的消息门路。另外，我曾与方才的夺塔之人战过一场。谁赢了？自是我略占上风，但那一次他是受金山寺所托前来帮忙的，或许没尽全力。你觉得你姐姐与他实力如何？应在5-5之间，正面一战，我不惧他。那就好，即是如此，
次可赶随贫道走一趟灵隐寺。观主但有吩咐，素贞无不遵从。老大，现在就要去。不急，你这几日好生消化金丹效果，提升下实力先。尤其是你，好，年才刚过，哭丧着脸做什么？此一行我有分寸，不为与灵隐寺大战，咱们要做的只是将属于咱们的东西拿回来罢了。老大的意思，这趟主要是去偷东西。休要胡言，正道中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无所谓，都一样。嘿嘿，好久没去偷拿东西了，这回一定得给灵隐寺搬的裤衩子都不剩。对了，说起提升实力，老大你也得快点提升一下实力了。我已服用2枚九品丹，再用也没什么效果了。不是吃丹药，我看这青蛇也是貌美如花，让他跟你双修，保准让老大实力飞涨。你是真的饿了？你在口出什么狂言？青蛇大仙，我这是为了大家好啊！老大实力提升了，咱们也跟着享福不是？让他打，这熊讨打。老大，青蛇大仙，考虑一下啊。那个，他脑子不正常，不用跟他置气。观主勿怪，小青性子一向冷傲，但内心却是极其柔软的。这事儿容我与他慢慢劝导吧。不是双修之事，完全是那该死的黑熊一厢情愿，贫道从无此念头啊！生气了，是那该死的黑熊精，太可恨了，确实可恨，哪有这么直截了当的？不过他虽然直接，但其实说的话也是为了大家好。你觉得那位观主如何？天赋卓绝，举世罕见。那你觉得他品性如何？行事不拘一格，算得洒脱，嘴上孤傲冷漠，做的事道场亮。今日分发丹药后，又警告在场妖族不得为非作歹，明辨是非，心系苍生，确实是个极不错的修道之人。你的识人之力还是一如从前般卓绝。小青，其实姐姐觉得我会与他双修的，我这条命是他救的，姐姐能够出雷峰塔，也是因为他。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哪怕他要我为奴为仆，我也会答应的。所以姐姐，你放心吧，遵从本心，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姐姐都支持你。见过首座，方丈师兄，那边战况如何？苦无与天诸僧皆已战死，至于另外3位诸僧，想必此刻也已经陨落。今日前去清风关者，大得是全军覆没了。什么？那清风关当真如此厉害？确实厉害。那清风关的关主虽说只有大宗师初期的修为，但他有炼丹之能，鏖战之中辅以9品丹药，法力源源不断。另外，他不是一件仙器傍身，而是2件。金山寺的苦无不知他的底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从而落得饮恨身亡的下场。归根结底，还是那苦无方丈太过自负，若他耐性一些，等到大能境界再前往，岂会如此？金山寺拔苗助长，遭致这般变故，虽然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说来说去，还是那苦无的不配位，本就没什么修行天赋，靠着城府玩弄权术，才让他侥幸登得大位。若是让天珠僧执掌雷峰塔，何止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天珠如何死的？技不如人，被白素贞斩了。这白素贞雷峰塔中受劫800年，修为早已不复当初，未曾想竟还有如此战力。是啊，贫僧蓄势一击，他仓促抵挡，也只是稍稍阵退。不得不说，白素贞终究是白素贞，哪怕今时今日，也是极难对付的。你出手了，所以你出手了也没救下他们。这样看来，那清风关还真不简单呢。方丈误会了，贫僧可不是出手救他们。雷峰塔，你夺来了雷峰塔，可惜就差一点点，清风关的那把仙剑便也要到手了。那倒是手持炼丹炉，又加上白素贞交接而来，贫僧不想冒险，只能选择放弃了。这是对的，能够夺得一件仙器，已经是天大之喜，再冒险相夺便不划算了。不过雷峰塔是法海留给金山寺的至宝，此番被咱们得手，只怕金山寺那边不会善了吧？此塔是我在清风关那倒是手中所夺，又不是对金山寺出的手，他们即便有怨言，又能如何？更遑论当年五台山没落，金山寺不也给了他们的9品至宝9转金钟吗？相较于他们的作为，贫僧可厚道得多。自然如此，不过毕竟都是佛门圣宗，如今金山寺遭了这等变故，本座也当亲自前去吊唁一番。那贫僧你就不用去了。不管怎么说，雷峰塔是被你所夺，不必去惹不愉快。等第7日，本座亲率一批长老前往吊唁，你在寺中集好。师兄前去不够，还要再领一些长老。本座去打探一下法海金身，若能得到法海金身，他再转世下凡，就当落我灵隐寺了。如此，灵隐寺当在兴千年。方丈金山寺看守明灯殿的僧人仓皇大哭着跑进佛殿，将方丈苦无、天珠长老还有另外3位诸僧令魂灯芯皆陨灭的消息告诉佛殿内的长老之后，又没了，全没了！天啊天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难不成这是天要亡我金山寺？5日后，青城山覆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修真界。青城山的覆灭让许多的邪魔外道都趁势活跃了起来，不少妖魔甚至已经陆陆续续前往青城山遗址投效了黑山老妖。若本座记得不错，
他似乎有个绝家鼎炉的妹妹吧？没错，他妹妹是青蛇大仙，天生鼎炉，相传800年前，连法海都曾动过一丝念头。法海没听说过，所以青蛇如今在一道观之中了。魔君大人想要抓他来的话，属下可以即刻前往。此次破关，我等伤势不轻，尤其是黑山大人，确实是该供上一名极品鼎炉来助黑山大人恢复元气。不过刚才你也听他们说了，那清风观有些本事，所以要去的话，勿要冲突，与那边交代厉害。若能劝通最好，若不能就直接归来，等来日本座亲自前往捉拿即可。魔君大人放心，属下知晓分寸。若真有冲突，以属下大能境界，也不惧他们。还是那句话，这一趟你为使者，好言劝告即可。属下明白了。你敢信？堂堂妖王提亲却被当成大号经验包。现在的我硬实力，大宗师之内都可以轻易解决。靠着天罡剑气对付些没什么压箱底本领的普通大能，应该也能占据上风。但灵隐寺这种佛门圣宗，没点压箱底的手段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万无一失，还是得提升下实力才行。只是该去哪儿提升实力呢？有事？怎么有什么话还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吗？青蛇咬着嘴唇沉默，绝美的脸庞上似乎还在做着某些挣扎。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当日金山寺之行，我姐妹蒙你大恩，后面我重伤垂死，也是劳你相救，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所以。你这是在干什么？速速穿上衣服！你想要拿去吧。如那黑熊所说，你的实力提升，大家都有好处。荒唐！贫道之所以出手，一是源自那天罡剑气，二是见你清白二蛇修行千年，初心未变，且也有多数妖族在你们的影响后，不曾走入邪魔外道之路，此一番也算功德一件。念及这般，贫道才会出手。至于你所说的报恩，大可不必。贫道不想救的人，哪怕与我鞍前马后，为奴为仆，也不会救。既然救了，也绝非是贪图回报。穿起你的衣裳，日后休要在贫道面前这种作态。道观清净之地，成何体统？这个家伙，难不成他是看不上我？这怎么可能？真拿贫道当小人啊？真当贫道稀罕啊？这点屁事，谁还忍不住了？真上了不成许仙了？你们不会忍不住吧？不会吧？不会吧？狼王大人，那就是清风观了，青泽姐妹都在那里。大能境妖孽，一定是这道士疯了吗？脑子不正常，难不成？先自我介绍一下，本座乃是黑山6大魔君中白眼魔君的麾下，此番前来是听闻青蛇居于此处，魔君大人特令本座捎来聘礼，迎青蛇入黑山。冲青蛇来的。白眼魔君，黑山，你说的是1000多年前被青城山联手昆仑烟心道长镇压的黑山老妖？正是。那青城山嘛，自然是覆灭了，而今那里已成黑山大人的地界。这些是魔君大人令本座带来的一些聘礼，都是青城山的宝贝，望阁下知去。是吗？若贫道不将青蛇交于你们呢？不交，阁下该识趣的时候还是要识趣的，切莫自误啊。不好意思，贫道素来不太识趣，你奈我何？本座今日是以使者身份前来，自不会逼迫阁下，唯盼阁下日后不要后悔就行。告辞。我说这里好歹也是道门清净之地，你一大号经验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将贫道当成空气？怎么？你是想斩使不成？斩你又如何？你狂妄！本座知道你有仙剑在手，但这不代表本座就拒了你。若非魔君交代，本座势必要让你知道，1000年以前的大妖是何等可怕的存在。是吗？有多可怕？白蛇姐姐，观主需要如何处置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灭乎？等等，这话是这么说的吗？我怎么记得应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没错啊，你们的到来，贫道确实很开心。你真连使者都要杀？怎的？使者是镶了免死金牌，贫道想杀就杀，有何不可？就这点本事吗？这个年代的道士就这点本事吗？我来。等等，不要！你若杀了我，魔君大人不，黑山大人不会放过你的。这话说的，你们都灭青城山了，还指望贫道与你们交好不成？恭喜宿主成功击杀转道境妖魔，修为加4亿！恭喜宿主，你已突破紫瞳神境9重。观主又突破了，在大战中突破，好可怕的天赋！熊爷成了，熊爷成了，一枚9品金丹，让熊爷直接达到巅峰大宗师，这等天资，谁人能比？谁人能比？不错啊，这9品金丹竟让你从中期迈入巅峰了。嘿嘿，一般一般。白蛇仙子，你也服用了9品金丹，不知提升如何？托观主洪福，我侥幸连破8重，也到了大能巅峰。想来距离重回仙台的日子不是太遥远了。连破8重，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突破这么多，老大，你的气息也强盛了，你也有所突破。一点点，刚入大宗师巅峰罢了。啥？你境界这就赶上我了，所以我才是突破最慢的那个。虽是天生顶炉，这效果未免也太变态了吧！贫道乃大战中突破，不是你想的那样。大战，我刚刚是感受到冲天妖姬来的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竟敢惹咱们清风关。青城山来的，不过根据他所说，青城山已经覆灭了，现在成了黑山地界。黑山老妖原本是人间与丰都鬼城交界地带的一座黑山，意外生出灵智后修成了绝世妖魔。1000多年前，被青城山道长联手昆仑山一位道长，将其连同座下群妖镇压在了青城山下。没想到如今还是被他逃出来了。原来是他。传说中这黑山老妖好结冥婚，这趟前来只怕是冲青蛇大仙来的吧？没错，看来与青城山一战，这黑山老妖也伤势不轻，这才急着网罗顶炉体质。如此的话，老大，咱们清风关恐怕是要待不长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便是。真要形势不对，再逃也不迟。对了，老大，咱们何时去灵隐寺？就现在。再等等，我让小雀去打探消息了。如无意外的话，今日应该会回来。就那只小雀妖啊，它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没必要等它吧。小青大仙，我回来啦！小雀打探到什么消息了？重要消息，超级重要的消息！金山寺今日丧祭开始，灵隐寺那边的方丈陈隐带着一些高僧要去吊唁，现在应该已经出发了。你这小家伙还能打探到这样的消息？那有什么？我还知道灵隐寺此行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吊唁，而是想打探金山寺法海的金身呢。打探法海金身，老大，如果我没记错，那玩意在你手上吧？没错。你将法海的金身给偷了？怎么了？这是很严重吗？那堆骨架子好像没什么用啊。佛门素有转世下凡一说，1000年前灵隐寺便以秘法请来了佛门传说中的降龙罗汉脱生下凡。传言降龙本是在平凡人家，不料大婚之日忽然有感，抛弃新娘，转身入了灵隐寺。在灵隐寺中，他得到自己的金身，从而恢复无上法力。余因之下，灵隐寺这才续上了1000年大兴。金山寺自然也有这门请佛之术，法海金身一直保存，便是为了有朝一日金山寺没落之际，可以请法海下凡，再续1000年气运。结果没想到他的金身居然落到了你的手上。这样说来，若法海再次下凡，岂不要跟了贫道，助我道教大兴？金身融合之日，自是法海记忆回归之时。作为佛门中人，又怎会转投道教？这倒也是。既然如此，那这金身留着还是一个定时炸弹，若将其毁去如何？毁不去的。能留下金身的存在，哪怕是在传说中的仙界，也不是寻常神仙了，除非是极其可怕的仙气，才有可能伤得了金身。这么麻烦？那要这么说的话，一旦金山寺请法海下凡，我们不是完蛋了？这倒未必。神仙下凡，一般来说实力都会削弱许多。若我等能有天人之境，也未必不能一战。最关键的是，金身现在不在金山寺中，贸然请下法海，谁知道他的气运会花落谁家？万一法海复原，在一普通寺庙，金山寺的圣宗席位不就要拱手相让了？没想到一具金身还有这么多的说法。灵隐寺这么想得到法海金身，若是我将这金身给了那个黑山老妖，会是个什么情况？法海此人对付妖魔鬼怪素来毫无情面，黑山老妖那边绝不敢让那金身落到佛门手中，因为一旦金身有了落处，那方佛门势力必然会请下法海。法海若真将士，黑山老妖岂能好过？所以不过话说，这麻雀修为如此低微，是如何连灵隐寺方丈想要去打探法海金身下落这样的秘密都知晓的？就是听到的呗。他修行资质一般，但天赋异禀，能听到很多我们也无法听到的东西。好家伙，这么个小个子，居然有着和我们妖族传说中的谛听一样的天赋神通。你说谁是小个子？你说谁是小个子？手给我。我们走后，你直接开启大阵。这阵法虽说挡不住大能境的存在，但大宗师想要闯入还是不太容易的。另外，这个炼丹炉你拿着防身，万一碰到情况，奋力去砸，出其不意之下，威力也是极其可怕的。多谢。行了，别闹了，准备出发。好了，姐姐万事小心。你也是。还是那句话，此行不为大战，你只需弄大声势，将他们的高手吸引过来，纠缠片刻即可。素贞自有分寸，关主也万事小心。等等，快看，那是什么？不好，全寺戒备。白素贞，他是疯了吗？去请18铜罗汉前往御敌，遵命。尔等去各大殿巡视，以防有宵小潜入。青城山下白素贞特携大江之水拜访灵隐寺。结阵。那就是18铜罗汉。嚯！
这架势比青蛇那天可是要恐怖太多了。那是自然，白蛇大仙控水的本领，在妖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咱们现在看到的都还只是小场面。据说当年白蛇大仙与法海的最终一战，就是水漫金山寺。听说那一次金山寺中，甚至有宗师级的存在被淹死，我都想象不出来，得是什么样的大水才能让宗师修为的人被淹死。这就是你拜访灵隐寺该有的礼节吗？阁下那日以礼相待，小女子岂能不厚礼相还？雕虫小技，这就是白素贞吗？好生恐怖，好生恐怖！孽畜，我们庄严之地，岂容你来放肆？终于忍不住了。怎么，那个道士不敢与本座一战，便将此剑交于你手？少要自视甚高了，你还不入观主的法眼。观主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更重要的事情？以家方丈此行去金山寺吊唁，想必是不会随身带着镇寺之宝，大日降龙杵吧？你怎么知道我司方丈去了金山寺？我不光知道陈隐去了金山寺，我还知道他此行并不是单纯为了吊唁，而是想要打探法海金身的下落，是与不是？你如何知晓的此事？如何知晓，与你无关，你只需要知道，你可以更进一步了。更进一步？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等我家观主这一次帮你除掉了陈隐，这灵隐寺的方丈之位，此后舍你其身。陈灵，我等帮你这般大忙，今日来讨回雷峰塔，应该不算过分吧？你们要劫杀方丈师兄，这事你应该感到欢喜才对，不是吗？休要胡言，少要虚张声势。这仙剑在你手中，那个观主本身只有大宗师境界，如何能劫杀我司方丈？你好像忘了，我家观主还有一仙炉在手，若是打了陈隐一个猝不及防，你猜他有没有命活着回来？对不住，800年雷峰塔，日子过得太苦闷，如今出事话稍微多了些，你全当我是在胡说八道吧。反正今日我来此地，也只是要讨回雷峰塔罢了。本司僧众速解大光明活人阵，遵命。一群男人离开家，灵隐寺里接莲花，不要婆娘不要妈，个个脸上笑哈哈。佛门圣宗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啊！那是，不然佛门也不会兴盛至这般地步了。其实若非道教高人死伤太多，鼎盛时期道教的手段那也是丝毫不虚的。动手！哪些大殿才是灵隐寺用来藏宝贝的？这我还真不知道。也罢，管他宝贝不宝贝，今天就奔着一条，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一砖一瓦也不给他们留下。还得是老大你狠啊！水位下降了，快去厢房找法器啊！上个月我才得到的奖赏，可别被这大水冲没了。我也是，上次奖励我的那件丝品袈裟，我还没舍得穿呢，也不知道这大水会不会对丝品法器有影响。不是，什么情况？这里原先应该有座大殿的啊，咋没了？地基，水下的梯度是没了，而今只剩下了一个平整的地基。有没有可能，这个蛇妖施展的大水具有无比可怕的腐蚀之力？这水有毒，快跑！发生了什么？讲经师傅救我！讲经师傅救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弟子的厢房没了，弟子剃度的剃度室也没了，还有讲经楼、戒律堂都消失了，他们全都被妖蛇带来的大水腐蚀掉了。我也沾了大水，师傅救我！还请师傅救我！休要胡言，这都是铃兰江水，何来腐蚀之毒？且待贫僧亲自前去查看。该死，这是有人截断了供电，这是在偷东西吗？不是，偷东西就偷东西，还有把亭台楼阁偷走的。不好，快去灵经阁！谁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熊爷在此，有何贵干？原来是你，不开化的孽畜，今日必叫你悔之晚矣！就这！诸位师叔，还有贼人！混账！跟熊爷干仗还3心2意，真当熊爷吃素的？寺内有变，请法王速回原，我来战他，你等速回原寺内。不好，有禁制！仙兵的气息，降龙殿莫非是大日降龙杵？可惜。陈隐师兄，如果贫僧猜的不错，今日你来不单单是为了吊唁我司方丈吧？贫僧知道你是想要打探我司师叔祖法海的金身下落。其实贫僧可以告诉你，法海师叔祖的金身在哪儿。当真？出家人不打诳语。实不相瞒，法海师叔祖的金身早在白蛇逃出雷峰塔那一日便被人盗去了。这个人你知道的，清风关的那个道士。正是，所以你是希望我灵隐寺帮你金山寺夺回金身来？贵寺若有本事夺回，自然归贵寺所有。我寺底蕴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出山，而如今的金山寺师兄你也看见了。
连大宗师者都找不出一个来。师叔祖的金身，我等注定是讨不回来了。而今贫僧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方丈师兄等人的大仇可以得报。此事只能看你们了。苦参师弟，你只管放心，那倒是让你金山寺落至如今地步，又何尝不是在坏我佛门威严？贫僧跟你保证，此番回去后，定会为你金山寺报着血海深仇，将那道士千刀万剐送至你跟前来。如此，想来方丈师兄等人死也瞑目了。阿弥陀佛，告辞。老大，干死他们！行了，目的已经达到，该走了。迟则生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死。关主，行了，走。白素贞，你就这点本事吗？可敢与本座分出胜负？首座师兄，寺内什么情况了？不太好，不太好。莫非有贼子胆大包天到，连我灵隐寺都敢偷？想到金山寺的境遇，陈颖嘴角勾起一抹阴冷无屑。金山寺好偷，灵隐寺可不是好闯的。方丈，这没事，还好陈灵师弟上次得了雷峰宝塔，否则按着大战后的景象来看，没仙气在手，只怕还真收拾不了来犯之人。走吧，回寺内。大佛主殿怎么没了？方丈，您可算回来了，咱们灵隐寺遭贼了。这他妈是贼干的，陈灵呢？陈灵何在？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清风观，白素贞，你之前不是与白素贞交过一次手，不遑多让的？怎么今日有大光明佛连阵，还半日奈何不得的？还有你们护寺法王就是这般护寺的。贫僧也不知为何，白素贞才过去7天，修为竟是暴涨，月末这怕是都到大能绝巅了。若非有大光明佛连阵的话，只怕今日……恕多无益，请师兄责罚吧。降龙殿没出事吧？没有，他们逃走后，贫僧担心他们又返回来，因此一直与18罗汉镇守在降龙殿外。这个白素贞刚从雷峰塔中逃出，不思闭关，竟敢来犯我灵隐寺。还有清风观那个该死的道士，本座没去找他，他倒先来找我了，此子真该千刀万剐。师兄的意思是要去报仇？当然，不过这白素贞修为大成，不可掉以轻心。你即可去抽调8000弟子，受大光明佛连阵心法，随行前往清风关。本座去请出大日降龙宠，今日势必踏平清风关。如此大战事，此行不光是要报仇，还要夺回法海金身，因此绝不能出任何差池。法海金身，苦参已经如实相告，法海金身早在上一次就被清风关那贼子盗去了。如此说来，那道士是真该死啊！偷了我们的都得吐出来，不是我们的也得吐出来。血瞳天狼怎么回事？让他去提前下这聘礼，为何迟迟不归来？应该在路上了吧？魔君大人，不好了，不好了！何事？莫非是血瞳出事了？不是，小弟要禀报的不是这身，是另外几位大人，他们也听说了青蛇的下落，现在正陆续前往，要抢先夺得青蛇，进献给黑山大人。什么？他们都派了哪些人前往？不是派手下，他们是亲自前去。亲自前往，刚刚脱困，伤势尚且未曾痊愈，为了讨好黑山大人，竟然这么急着出山抢夺鼎炉。这几个老狗还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都是哪几个亲自前往了？吞山大王、覆海蛟王、千足国师、尸魁大人，他们都去了，只有树妖姥姥没亲自前往，但据说他也派出了爱徒前去。这些个老狗还真是脸都不要了，备置人马，随本王前去抢夺青蛇。遵命。你们确定是去偷东西，而不是把灵隐寺搬了回来？没办法，我对灵隐寺不熟，又不知道他家的宝贝放在哪里，老大一合计就只能给他们搬家了。我靠，8品佛钟还是成套的，上千件7品袈裟，灵隐寺可以啊。等等，那是什么？哇，9品是9品的金箔，哈哈哈！老大发了呀！不愧是千年圣宗啊，真够阔的。什么味道？9品灵丹，这灵隐寺可以啊，居然还珍藏有2枚9品丹。老大，你看这还有条舔狗呢，这也就一般般。我评论区艾特一条更舔的给你看。关主行事真是异于常人呐。这是要去讨伐清风关，不好，得去通知关主他们。诸位速逃命！灵隐寺的人朝这边来了。这么快就来了？老彭王，你咋知道灵隐寺的人来了？哎呀，何止是我知道，他们的动静之大，整个修行界都知道了。怎么，他们莫非派了很多高手前来？很多，一眼望不到头，简直是千军万马。什么？不好了，黑山老妖那边来了几个盖世凶魔，要抓走小青大仙。啥？不是，他们来着赶集呢，咋都撞一块了？老大，赶紧跑路吧，这地儿是1分钟都不能待了。是啊，关主，速离开，暂避锋芒吧。你说的几个盖世凶魔，确定都很凶吗？凶啊，凶的一批，那气势和白蛇大仙都差不多。不是老大，这都什么关头了，你还笑得出来啊？既然有妖魔到访，那灵隐寺作为佛门圣宗，正道表率，总不能置之不理吧？老大，你不会是
想让他们两帮人马干起来吧？正是，这只怕不太容易吧？但凡灵隐寺知道黑山那边的妖魔是来对付咱们的，他们肯定隔岸观火去了。你忘了，灵隐寺还有样极其想要得到的东西，在贫道手中。对了，法海金身，把它脱了，待会好好表演。我说石奎，青城山一战，给你半边脑袋都打没了，这个时候不好好补足士气，犯得着为个贡品这么拼吗？不劳你操心，本王伤势自己有数，倒是你小心点吧。争夺青蛇，没听当时的小妖们说吗？那青蛇的姐姐如今本事可是极大，你这半吊子蛟龙，小心让人断了汤。我说吞山蛤蟆，别人都是来为黑山大人谋鼎炉的，你来该不是想要自己占为己有吧？不怕大人震怒，抽了你的神魂。千足无功，休要胡言乱语。极品鼎炉自当归黑山大人所有，本王对黑山大人的忠心日月可见。哟呵，白眼魔君也赶来了，看来大家和我一样都很关心黑山大人的伤势啊，有意思，真有意思。交出法海金身，否则休怪本座无情。本座再说一次，交出法海金身，否则今日必叫你神魂俱灭。法海金身，这人是谁？怎么听着有点耳熟？等等，法海的金身，怎么此人名气很大？这，何止是名气很大？800年前法海横空出世，杀得天下妖魔凋零，前领10几位仙台境妖族老祖都是死于他之手。当初得到的白蛇也是被他镇压，他修为大成，倍增前夕，更是亲自长白山打农，山海关途经，一日之间连杀3位妖帝，他是佛门不是出的存在，天下妖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一日之间连斩3个妖帝，这法海如此可怕。大师，非是我想要盗法海金身，而是金山寺要开祭台，请法海折返人间。你知道的，法海此人凶性滔天，一旦降世，天下妖魔反被他遇上的，哪里还有活路？我并非想得罪佛门，只是万万不能让法海降世啊！你这厮本性不坏，岂不知我佛门请下法海只是为了对付黑山老妖？行了，你姐将金身交来，只要你不胡作非为，日后本座自然保你。可你还要执迷不悟的话，那就别怪本座无情了。佛门要请下法海对付黑山大人，那我们真的是佛门金身？诸位别去，那边有无数佛门中人。尔等秃驴，我妹妹已经入了黑山，你们休要太过分了。哼，少要虚张声势，谁不知道你白蛇姐妹苏护喜与妖魔为伍，黑山那般孽畜，你岂会将你妹妹交付于他？休说你妹妹不会入黑山，即便黑山老妖真要罩着你们，我灵隐寺又何惧之有？速速交代那道士下落，否则哪怕今日是黑山老妖在此，本座也照杀捕。真是黑山老妖！诸位前辈，快跑吧！那边是灵隐寺的方丈和首座，他们可都有大能境的实力啊！大能？拿好金身，务必要请下祖师法海。孽畜，别胆！哼，就这点本事，可笑可笑！全体僧众，速速结阵！没想到黑山老妖猖獗到这般地步，竟真敢与我佛门作对。尔等妖魔祸乱苍生，今日我佛门圣宗大军到此，尔等竟还敢造次，真以为没人治得了黑山老妖了不成？什么狗屁佛门圣宗，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道教圣地青城山都在我黑山众妖手中覆灭，尔等又算得了个什么东西？还妄想对付我黑山，真拿自己当回事了？嘿，你休要狂妄！看来我佛门今日不镇杀二等孽畜，黑山老妖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既然如此，那就死！行了，都别看着了，该争的时候争，该一致对外的时候还是得一致对外的。没错，解决了这些秃驴先。哈哈，我如老大你所料，他们还真干起来了。看这架势，不打的一方死伤惨重，都不会轻易结束了。狗咬狗，一嘴毛，哈哈哈！黑山老妖的座下都是只差一个机缘，就能迈入仙台境的存在。这一场，灵隐寺怕是要吃些苦头。不过，灵隐寺有仙气在手，终究还是不惧他们的。没错。这是带来对付我们的呀！该死，该死！他们居然带来了2件仙兵，看来佛门这次真是要对黑山动手。不行，我得速速回去，将这消息告诉黑山大人。你是何人？贫道白崖山清风关观主。是你，所以你想杀本座？你一身业障，贫道既为修道中人，自是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我？你不会以为本座重伤就能被你趁人之危了吧，大宗师？
千年后的道士，修为境界弱的可怜也就罢了，怎么连脑子也这么可笑了？本座便是站在这里不动，任你使尽浑身解数，你又能奈本座如何？杀我！这真是本座脱困以来听到过最大的笑话。这他妈是什么？灵眼寺好歹是佛门圣宗，1000年前就底蕴深厚的势力，有2件仙器作为镇寺之宝，勉勉强强也能接受。可这清风关是个什么东西啊？行了，上路吧。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张道境绝địa僵尸，修为加110。恭喜宿主成功突破至张道境3重。关主，老大，关主又突破了。怎么了？陈隐又用大日降龙土重创了白眼魔君，黑山那边几个妖魔现在都已经怯战，正迅速朝青城山方向逃去。这么快？走，跟上去！啊，不是这么危险的热闹，还要追上去看？观主只怕不是看热闹去的。啥意思？你没有发现那只尸魁不见了吗？所以佛道之争归佛道之争，真正的妖魔邪祟，老大还是会出手的。观主行事虽不拘一格，却始终是坚守原则呀。走吧，别让观主孤身一人了。对了，他们真正紧追不舍的，其实是法海的金身。你是何人？是你。嘿嘿，你好呀。白蛇，你是贫道清风关观主安澜。原来是你，你是前面抛出法海金身的那个僧人。嚯，居然被你猜出来了！所以你们是故意做戏，让我们去争夺法海金身的。可惜现在才反应过来，迟了些。仙气，这他妈的也是仙气。恭喜宿主斩杀张道境绝地妖物，修为突破张道境5重。还有3个，也不能放过。别去，别过去，你是不要去，姥姥要出现了。不是什么情况？观主得听他的。他口中的姥姥是什么人？底蕴及气息，我靠，大佬出现了！我靠，那该不会真是黑山老妖吧？不，他不是黑山老妖，只会比这更恐怖。啥？黑山老妖比这还要恐怖？那这是谁？如果猜的不错，这应该是当年被昆仑山燕道长亲手解决掉的那尊鬼树。黑山那边应该都尊称他为树妖姥姥。树妖姥姥，你说的那个昆仑山道长，不会是叫燕赤霞吧？观主知道，听过一些。这树妖姥姥实力大概到了什么地步？应该与我当年差不多吧？那他能斗得过仙气在手的陈隐和陈灵吗？反正我以前如果碰到的只是寻常大能手持仙兵，不敢说力压，但也绝对是不会怕的。因为到了仙台境界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仙道根骨，对于仙气的威压就不再是那么无法抵抗了。有极少数的仙台底蕴，甚至可以做到应接仙兵。当年的法海便是这样的存在。传言法海后来还亲手折断了一件仙兵，也不知是真是假。是你们。老大，动手不？是方丈。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能放过他！这帮佛门秃驴要对付我们黑山，这是佛门大神的金身，他们要请神佛下凡。不是，我们没想对付黑山，我们只是……首座如此大兴兵戈，佛门还真是正道表率啊！这究竟是个什么家伙？孟老，我们要出手吗？这里距离黑山地界已经不远，老夫若是出手，黑山老妖不会做事的。再说了，灵隐寺的底蕴何其深厚，让他们与黑山斗吧。若能斗到灵隐寺的底蕴出来，对这世道而言是件好事。孟老高见。师傅，黑山老妖现在正是状态最差的时候，为什么您不联手其他4位老先生，强行平定了黑山之祸呢？放任他恢复伤势，以后不是会更加麻烦吗？非是不想，而是相比于这个地方，还有一处更加麻烦。那4个老家伙是抽不开身的。是帝都的锁龙井吗？此时此刻，真正危险的地方是蜀山。蜀山锁妖塔，各大圣地封山前，不是派出了很多道教子弟去蜀山了吗？那里应该比剩下的4座道教圣地还要安全些才对吧？孟老，我听一些小道消息，说是锁妖塔之事背后有小须弥山的影子，真的吗？你那耳朵为何总是听些风言风语？不确定的事，岂能胡言？学生失言，孟老责怪的是，以后注意言行。灵隐寺从未有过攻打黑山的想法，本座之所以穷追不舍，也仅仅只是为了拿回我佛门前辈的金身罢了。道士尔等无端端夺我佛门金身，现在又杀害本座师弟，莫非尔等黑山中人是认为佛门好欺负不成？放屁！之前那僧人都已经说了，你们要用这金身招下那个什么法海下凡。时逢黑山大人刚刚复苏，你佛门便要请下神佛，还敢说不是为了对付我等？没错，且据当时小妖所说，那个法海800年前斩妖除魔无数，飞升前夕，更是于长白山斩龙，山海关屠蛟，树妖老了，事关咱们整个黑山，这群秃驴你可不能放过了。你们可想清楚了，真要一战，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
老树妖，别犹豫了，你只管战他，那个阵法我等来破。此事过后，你们3个交10万魂魄于我。如今盛世，黎民百姓数之不尽，区区10万魂魄，何足道哉？那秃驴现在还能跟那鬼术相斗，纯粹就是靠那座佛莲阵的加持。一旦佛莲阵被破，灵隐寺这套估计是要全军覆灭喽。得帮他们一把啊！咱们要的是2败俱伤，不是让这些乱世妖魔大获全胜，就是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会是他出手相救？哪里来的臭道士，胆敢与我黑山作对？岂不知连你道教圣地青城山都……没有人敢不让本王把话说完。此人就是清风关的关主，没错，孟老。此人该不会是入大能了吧？何止啊，他都大能中期了。什么？这才过去了多久？他居然突破到了大能中期？这总司的档案更改都追不上他突破的速度，这未免也太妖孽了吧？饶是道教武当山600年前飞升的那位兴盛之祖张真人，也不曾如此夸张吧？何止是武当那位逊色一筹，即使是当年一经出世便迅速无敌天下的金山寺法海，在档案的记载中，修炼速度也没有快到这种地步。这个人的天赋，纵观古今，只怕都找不出几人能与之并论了。不好，别慌，此人的心思可比你想的深沉得多。是白素贞。这什么？这他妈的都是些什么？偷袭！怎么会这样？他的实力原来如此恐怖。速来助我对付这鼠妖。观主要帮他吗？怎么可能？行了，走人。这就是道教中人讲究的随性而为吗？混账！怎么会这样？仙兵倾力对撞，有所损坏在所难免。为什么是雷峰塔崩坏了？这是必然的事情。这2件都是佛门仙兵，大日降龙杵掌握在佛门中人手里，更能发挥神效。相反，雷峰塔被妖鬼之物所控，本身神效难以发挥不说，还与妖鬼之气有剧烈冲突，与大日降龙杵连连对撞，岂能不崩坏？原来如此。现在你该死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这就是佛门中人吗？法海。是我佛门圣贤，是我佛门圣贤，阿弥陀佛。那就是传说中的法海，他在俯视人间。那就是法海吗？真是太可怕了！师傅，法海出现，为何没出手镇杀那株鬼树？他早已飞升，以仙人之躯，纵有天大本领，也最多俯视人间，想要插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仙人之威嘛！哪怕根本无法插手人间，只是一道面孔显化，竟也叫人胆寒，真是太可怕了。世道真的是要不太平了。不过他若能下凡，对眼下的人间倒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只是那好不容易脱逃的白素贞，恐怕又要面临被镇压的命运了。方丈，您怎么样？无妨，不是致命伤，去将宝塔收回。收回镇寺至宝，速速返回灵隐寺。遵命。不是，仙兵呢？快，速速沿着周围寻找。你干嘛？一定是被人趁乱偷走了，一定是被人趁乱偷走了。究竟是谁？究竟是谁？哈哈，这下灵隐寺死的心都有了。雷峰塔已碎，法海师祖欲要下界，弟子要照全寺之力开祭祀法坛，助法海师祖转生下凡。只是法海师祖金身已落入黑山妖魔手中，望诸位祖师见怜，出关讨回金身。望诸位祖师见怜，出关讨回金身。望诸位祖师见怜，出关讨回金身。望诸位祖师见怜。着手准备祭祀大礼，3日后无亲去黑山讨回法海金身。弟子遵命，3日后恭迎祖师出关。姥姥没有带回青蛇。回姥姥，我去了那个清风关，但那里有座大阵，我没敢强闯。算了，反正也没指望你能成事。不过姥姥，我那趟出去，到时有了另外2样发现，那清风关中有一片灵药园，其中所指皆是稀世之物，甚至有的不通有妖身、赤眼黄泉灵根那等宝贝。什么？还有一样发现是什么？我看见那个剑胚子了。小倩看见了也正常，她的骨灰在我这，她离不开我的。可恨，若不是当初燕赤霞给了他长生法宝，我们早该可以抓到他了。那个剑胚子胳膊走中朝外拐，当年相助燕赤霞都罢了，而今我竟又看见他提醒清风关的那个道士，真是贱货。行了，他不重要，千族国师那几个废物都是被那道士所杀。也罢，我休养
养2日，到时亲自去一趟清风关吧。姐姐，兴许我们该走了。是该走了，与他说一声吧。观主他丹药还没炼好吗？没呢，我都怀疑老大是不是在里头偷吃。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观主炼丹本领天下一绝，不会出事的。我靠，黑山老妖，这是天劫！天劫，这是天劫无疑，可总感觉又有哪里不同。不是，好端端的，咋还招来天劫了？话说这天劫好像是奔着咱们来的，是冲观主去的。啥意思？老大要飞升了？你特么，好家伙！我靠，居然是丹药在渡劫！这，老大实在背着我们炼仙丹。这2000年来，相传只有龙虎山张天师炼制的龙虎丹成功度过天劫，真不知观主今日是否会重现奇迹。这才是真正的天威吗？观主炼的竟然是龙虎丹，这是要与龙虎山祖师一较高低吗？成则仙丹，不成计划积粉，就看这一波了。成了，老大你太厉害了，我好喜欢。搂搂抱抱，成何体统？观主恭喜！贫道接下来要闭关消化仙丹，得劳烦你看守山门了。即日起，全寺下山寻找今日降生孩童，身闻天龙者，立即带回本寺。若有父母者阻拦，可斩。怎么会这样？这是为何？为何我淡出一枚婴儿果实来？这究竟是何缘故？传闻仙界之中是有一株仙根能够诞生人参果实，其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在3000年才得以成熟。可我这等无慧之物，如何能与那仙界灵根并论？我为何会生出不忍之心？燕赤霞，我早已说过，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任何怜悯之心。你误我。你是金山寺住持赤眉禅师，那是1000年前的事了。你要在死前平我黑山吗？你希望本座平定黑山吗？你做不到。黑山老妖公参造化，本座确实非他对手，所以本座今日前来，也并非是为了与黑山结怨。那你为何来此？你是来讨那具金身的？正是。你特地出关，就是为了讨具金身。金山寺衰微，唯有请下法海，方能续1000年兴盛。寺中底蕴，唯本座修为最浅，也只能是本座出关了。你们真要请法海下凡？这几日我已经打探了很多关于那法海的事情，感觉如何？他确实是个很可怕的存在。是啊，金山寺从古至今都未出过第二个那样的存在。他是天生的仙佛，我们这些当年自诩天骄的老辈，在他面前就如同迎迎星火与皓月争辉，注定是要黯然失色的。所以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将他的金身交于你？这样的一个疯子，让他顺利转世觉醒，对我黑山有何好处可言？本座不想与黑山为敌，你应该要知趣。我若不知趣，你待如何？那位，你确定要纵容你的手下占我金山寺之物吗？贫僧知道不是你的对手，但你必须清楚，贫僧破关而出，这意味着什么？法海金身，金山寺一定会带走。贫僧若不能带走，自会有更可怕的人前来。黑山老妖，你应该清楚，别说你现在伤势未愈，哪怕你全盛状态，也未必对付得了数位佛门底蕴的联手吧。拿了东西滚！阿弥陀佛，多谢。大人，那法海修为滔天，且平生执念斩妖除魔，他若顺利觉醒，与我等恐怕不利啊。转世之人没那么快找到，觉醒之事也非一朝一夕。我伤势未愈，需要足够的时间休养。至于那法海下凡之人，又能剩多少本事？待本王恢复巅峰，自会斩他。对了，那个聂小倩，你还没抓到他吗？也不知当年燕赤霞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宝贝。我使了诸般手段，仍是感受不到他的气息。不过大人勿急，我已经打探到了另外一个极品鼎炉，正准备着这2天恢复伤势后前去捉拿。抓紧吧！遵命。姥姥，何事吩咐？带我去那座清风关。灵媒丧事恢复了些许，不等了，以免夜长梦多。大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见过金山寺师祖，你们怎地没落至此了？实不相瞒，这皆是一道士所为。那道士师叔祖您应该也知道，清风关的那个，那厮已经无法无天，不光去金山寺盗走了法海师祖的金身，后来又到我灵隐寺胡作非为。贫僧当日恰巧去贵寺吊唁不久前去世的苦无师弟，没曾想消息走漏，这才被他趁虚而入。法海金身，本座已去黑山取回来了。什么？他眼底莫名的有些气恼，想自己灵隐寺前几日损失那般惨重，为的就是想要夺来法海金身，结果金山寺居然已经将金身取回去了。本座此番前来是取雷峰塔的，啊，这怎么不方便？方便，岂能不方便？此物本差点落到了清风关那道士手中，是陈灵师弟不惜拼命才夺回来的。因那道士身怀仙技，我等大军亲去讨伐，担心准备不充足，故而带上了雷峰塔。本来是想着事后便将雷峰塔送回金山寺，谁料竟遇上黑山妖魔，不但陈灵师弟壮烈牺牲，连这仙塔也受损了。此前事情本座皆已知晓，稍后本座就会亲赴清风关，为佛门解去后患。至于你，去动员各地佛门吧，帮忙寻找今日降生孩童，身负天龙者，送往我金山寺。师叔祖放心，一旦有所发现，贫僧定会第一时间送往金山寺。一四方丈有些心思是好的，但乱世将至，佛门应同心同德，勿要把心思用在同门之中了。多谢师叔祖教诲。师祖，您要离开了，我已时日无多，趁还有时间，帮你们去解决那个道士。师祖修为通天，一定还有办法续命的。若非尔等废物至此，本座何至于破关而出？这气息好像有点熟悉啊！是那株鬼树。我操，又来一个！这是仙台级的存在。真巧，你也来了。你都能来，我不能来吗？本座为杀人而来，却不知你为何而至。你要杀那道士？正是，莫非你也是？无所谓，你要杀便让给你杀就是了。姥姥，看那就是青蛇，他是极品顶路，只要将他抓来，献给黑山大人，定能讨得大人欢心。确实脱俗。你是他的姐姐，被法海镇压了800年的白蛇。是，当年没被镇压前，就听说青城山下有一白蛇生具仙缘。前几日大战之中，没太注意你，今日一见，确实不凡。只是你已不在巅峰，虽有仙兵在手，确定拦得下我。你也伤势未愈，素贞不介意以命相阻，料想胜负未知。你说的有道理，老秃驴，这白蛇是从你金山寺跑出来的，你不表示一下？金山寺，你没看见这还有个手持我佛门仙兵的黑熊吗？本座还得对付他呢。至于白蛇，想来以你滔天修为，不值一提。那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对付的？靠，这么猛！大日降龙杵给我，去观里，我来守住山门。好，那你小心啊，小熊熊就先躲起来了。现在可以与我联手了。也罢，那就先解决掉这条白蛇吧。老僧，你既是佛门圣宗之人，怎么与黑山妖魔为伍？你就不怕天下人非议吗？那道士是给了你什么好处？你非要替他卖命？这些牛鼻子老道不值得咱们妖族帮衬。白蛇逃出雷峰塔不易，你该珍惜自己的性命。道长与我姐妹恩深似海，素贞何惜此命？皮肤汗数，不自量力，本座倒要看看你在这天火之中能强撑几时。雷峰塔内800年雷火淬尚不能使我低头，何况是你这货色？在我巅峰之时，你连与我一战的资格都没有。孽畜，冥顽不灵！今日本座就叫你魂飞魄散，大罗佛手！姐姐，不要，我去。不要脸的老东西，有种冲你雄一来！别出来，我没事。不知死活！我不死，你进不去。白蛇大仙，够了，你走吧。有死而已。真是个蠢货，那等蠢货还有仙缘，可笑。急着赴死是吧？好，就看本座如何让你魂飞魄散。这是道教哪位神仙？武当张真人。张真人，武当600年前飞升的那个，所以他是想阻拦我们吗？怕他作甚？飞升之人，插手不得人间。今日本座偏就要当着这位道门真人的面斩他道教门徒。不过还好，能知道我道教先贤，还没忘记人间道统，贫道也算死而无憾了。什么人？4打1，尔等秃驴，真当我道教底蕴死绝了不成？你妈的，把我道门子弟打成这个样子，老子今天干死你们！我堂堂仙台，你居然扇我的脸！老道扇你又怎样？去你娘的！你们身为前辈，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还好意思跟我们说以多欺少？老道，我今天气死你！怎么办？不管他，随我一起杀了那个道士。地在万物，无由太虚。上奉吕祖，下遵本心，大道浩荡，律令神兵。怎么会这样？金山寺亡了。
该死，这又是个什么鬼手段？这也给他跑了。此子年纪轻轻，修为深厚不说，还有如此秘宝傍身，看来在小须弥山里的地位非同小可。这回让他逃了，日后只怕要成为道门大敌了。哎，那小秃驴确实不凡，但跟咱们的这位后辈比起来，还是要逊色些。那是，小友伤势如何？要不了命，晚辈清风观安澜，见过3位前辈，多谢搭救之恩。敢问3位前辈名号？武当第8代掌教朝林，武当第12代掌教归墟，武当第27代掌教林州。原来是武当底蕴祖师，3位前辈不惜一死前来搭救，晚辈实在是惭愧难当。小友就要惭愧，你孤身振兴道教，屡受佛门讨伐，我等却一概不知。要说愧疚，该是我等才对。若非师父老人家显化，我人间道统今日怕是要损一振兴之主了。莫非方才那位道教先贤是武当兴盛之祖张祖张真人？正是，多谢武当张真人。话说小友，你居然只身一人来讨伐金山寺，这未免也太大胆了。一时不忿，确实是冲动了些，以后不会如此莽撞了。不过你也是真猛，居然以一人之力杀崩了整个金山寺。若非小须弥山的秃驴偷袭，这座千年圣宗还真让你一人给挑了。说句害臊的话，换做我与2位祖师一同前来，只怕都万万做不到如此程度。难怪师父说你是人间道统，振兴之主，有你在，我道门当兴。3位前辈过奖。谁能想到，我们3大圣宗之一的金山寺，自今日后就不复存在了呢？走吧，该去另外一座圣宗了。去哪儿？灵隐寺啊！3位前辈，这是打算再去灭灵隐寺？我等还没狂妄到这地步，金山寺尚且龙潭虎穴，灵隐寺又岂是我3人能灭得了的？只是想去与灵隐寺说些道理罢了。说些道理？彼时的灵隐寺中已经人心惶惶，但愿金山寺的底蕴能在武当山底蕴赶到之前将那道士扼杀，不然就真的麻烦。他没死，他们都没死，那金山寺此时可还安好？武当山的施主，这是何为？佛道皆为出家之人，有何恩怨，可以好生商量。武当山施主，切莫冲动行事。武当山的施主可是我灵隐寺当代僧众，对贵宗有所得罪之处，不若各位耐心讲来。若是我灵隐寺的不对，贫僧必定严惩不贷，可好？当代方丈怎么回事？武当山前辈造访，竟无一人礼待，尔等眼中还有待客之道吗？不是，各位祖师，你们也是底蕴，送他们作甚呢？贫道无心与你们灵隐寺为难，此次之所以到访，只是要告诉尔等，无论佛道皆为正道，如今乱世，正道当同心协力才对。这几十年来，你佛门背后所为，你们自己清楚。贫道只想告诉你们，凡事别太得寸进尺。我道教虽是讲道理的人，但若你们真听不进道理，我道门中人也不介意与你们讲讲拳脚。对，说的极对。这特么的自家底蕴还能再怂一点？不瞒尔等，就在前一刻，金山寺已经覆灭，是非对错，此时说来已经无益。贫道想表达的是，今后若尔等再有底蕴不讲规矩，妄图围杀我这小友，那么我武当山不是我整个道门，必定会如今日一般，哪怕底蕴尽出，哪怕鱼死网破，也势必要刮下你佛门的一层皮来。金山寺以为前车之鉴，看尔等知晓分寸，否则都别活。我灵隐寺在此许诺，只要这位小友不来相犯，我等绝不出山为难。难道就要这么忍了？前辈无需动手，他早已不是贫道对手，往后也不会是贫道对手。他日若敢来犯，贫道自会斩他。既是如此，贫道便无事了，告辞。3位前辈，我们现在是要去小须弥山吗？小须弥山还真不是我等能去的地方。我等可以去警告灵隐寺，是因为灵隐寺只有底蕴才能与我等一战，他们不想与我们这些将死之人斗狠，所以才会让步。小须弥山却是不同，它是佛门毋庸置疑的圣宗之首，其门中强者无数，甚至不乏活在当世的仙台境以上存在，光凭我们几个还不足以威慑到他们。而且小须弥山不显于世，他们的内天地所在，据传连灵隐寺和金山寺的僧人都不知晓。我等即便想去，也不知往何处去。倒也是，所以灵隐寺不可虑，你往后真正要注意的，始终是小须弥山。那年轻和尚今日吃了大亏，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灵隐寺也不可不防，当年师父临飞生前曾与我提过一嘴，灵隐寺有个被关着的疯和尚，似乎与当年的降龙转世有着莫大关联，就是不知如今还在不在世。算了，师父当时也就随口一提，说不定那疯和尚早就死了。走吧，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去哪儿？武当山，师父留了大机缘给你。武当真是好大的胆子，明知圣子是我小须弥山的人，竟还敢出手。若非圣师给予的至宝佛莲，圣子岂不是要折损在世间？此事绝不可就此了结。圣师，请准贫僧出山，1日之内，贫僧必让武当出名世间。贫僧也愿前往。道门狂妄，竟敢灭佛门圣宗，我等久不出世，真是让道门忘了小须弥山的存在。还请圣师开山，容我等出世。进来吧。师尊，伤势如何？谢师尊关心，弟子已无大碍。此番下山历练，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吗？再给弟子些许时间，容弟子在圣宗修炼些时日，下次入世定能胜他。所以你还要继续埋头苦修。圣师的眼底深处闪过了一抹失望。只要再苦修3年，不1年，只需1年，弟子定能同辈无敌。幻界一脸自信地说道：“这趟下山交代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回师尊，法海金身已被弟子拿回。
善。老僧去带回转世灵童。转世灵童，师尊已经找到转世法海的下落了，在黑山。黑山，法海竟转世到了黑山之中，难怪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你与光明尊者一同前往，怎么不敢下山了？自然不是，只是弟子觉得给弟子时间，无需争夺法海转世，弟子自当超越法海。大事之争就该有这等无敌信念。圣子大志可敬可佩，不过修行一途，光是闭门苦修，终究缺少了些体会。不若圣子随老僧前往，全当历练一番，想来也会多些修行上的感悟。即是如此，弟子这便下山，定不负师尊之命。你于此静坐，数日之内，师傅便有机缘降下，好生感悟，受益无穷。恭喜宿主圆满领悟阴阳太极玄清功。好家伙，差点忘记能秒会的阿纪了，多谢张真人赐法。如何？师傅赐了你什么机缘？阴阳太极玄清功，这可是师傅在飞升大劫的最后时刻才悟出来的玄功，晦涩玄妙，造化通神，是真正的仙人之法。没想到传给了你，小友啊小友，你可真是令人羡慕啊！无需羡慕，待贫道将此仙法讲授于前辈便是。算了，说来惭愧，师傅飞升那一刻，其实已经将此仙法讲授于我，可惜我天资愚钝，理解不了其中万一。又经岁月变迁，唯一领悟到的那1/1000，也早已忘了干干净净。老道我啊，是与此仙法无缘了。你的天赋震古烁今，只要好生感悟，想来要不了几年时间就能有所小成，再有个10来年时间，兴许有大成的机会也不一定。一旦将此仙法大成，你就知道师傅在飞升大劫中悟出的这门玄功是何等的造化通神了。当时师傅仙法大成后，身前竟有阴阳2气显化，玄功运转，直接化作一张阴阳太极图。所以小友努力吧。不知前辈当日所见，可是这个怎么可能？末日他个仙人乖乖的，小友你居然顷刻间将师傅的仙法领悟圆满了！天啊，你真的是个人！前辈，您看我像个什么妖怪？当初师傅新授，我尚且不能悟出万一，结果师傅隔界传法，你一天就大成了，这等天资，老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太他妈变态了！跟你比起来，老道我简直是坨屎！前辈勿要妄自菲薄，兴许是张真人在那大千仙界之中又明悟了传法之道，这才能让贫道轻易领悟。若是换前辈去领那份机缘，想来也是能顷刻间大成的。应是如此，前辈，贫道出来多日，该要回山了，不知您作何打算？还有数日，小友方便带老道去你那清风关参观一下吗？老道可是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场才能培养出你这等天骄？前辈愿意光临寒舍，必是蓬荜生辉。小友牛逼啊你！小友，你还是个炼丹师，略懂一些。可惜我时日不多，不然倒是可以厚着老脸去帮你引荐一下龙虎山的炼丹师。龙虎山丹术是世间一绝，你若能得到他们的指点，必定会有一番建树。前辈，丹药可以延缓底蕴的寿元枯竭吗？没用，凡底蕴者，皆为仙台之上，仙台之上，根骨皆已诞生仙韵。丹药的灵力救不了仙台之人，除非是仙丹。仙丹蕴含的已经不是灵力，而是仙力。若有仙丹，休说是延缓寿元枯竭，再续几百年寿命也不在话下。但除了咱们道教当年的龙虎祖师张道理，数千年来早已无人能炼出仙丹了。行了，不说这个了。话说小友，你睡了没有？什么睡了没有？青蛇呀，或者白蛇啊？前辈，我乃修道之人啊。那有什么？双修又非色语，修行中人找个道理多正常的事情。再说了，你清风关又不是全真派系的，全真那边戒你色，关你什么事？老道我可跟你说，青蛇那可是真正的天生顶炉，你若与他双修，那修为肯定是蹭暴涨。最关键的是，如今你修的阴阳太极玄清功，恰恰就是一门讲究阴阳相济的仙法。老道我都不敢想象，你们珠联璧合后会对各自有多大的裨益。此事贫道再从长计议吧。还从长计议？小友啊，如今乱世到来，道教衰退已成必然，我们那帮老东西活不久的，今后重振人间道统的担子，肯定得由你来挑起，得快点提升实力，明白吗？贫道会尽力的。好。武当山老道连州见过青蛇王，小青见过真人。青蛇王多礼了，真要说来，老道在你面前还是个晚辈呢。修行中人，达者为先，真人寻我，应是有事吧？实不相瞒，老道希望你能与安道友双修。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想来应该也清楚，双修之事不光对那人裨益巨大，对你自身也有诸多造化。时逢如此乱世，你修为低落至宗师，难道就不想重回巅峰更进一步吗？你或许有所不知，安道友已经得了我师父张真人传下了阴阳太极玄心功，这是真正的仙法，且深谙阴阳相济之理，所以安道友应该是你的最佳之选。老道我在这厚着脸皮，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此事。非是我不愿，是他不愿。那夜我已去他房间，他直接跑了，想来是看不上我吧。青蛇王放心，老道我去说他。
毫无疑问的，安澜又被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一直到他表示会认真考虑此事，连州真人这才作罢。好了，既是如此的话，老道我就可以放心去了。前辈，你是去蜀山吗？那边需要人手，正好我们出关了，可以让别人多省点力气。前辈，你还有多少时日可活？7日，7日之内，贫道到蜀山送上3枚仙丹，救您与朝灵真人，还有归墟真人。你在胡说什么呢？小友，老道多谢你的心意了。生死之事，天道注定，无需感伤，无需强求。再见，不见。老头，老大说的是真的，不信你等着瞧吧。方丈，您真要将他放出来？不然呢？难道还指望咱们的祖师们去夺回大日降龙杵吗？方丈师兄，依照古籍记载，祖师的人间身恐怕对咱们灵隐寺并无多少情分可言。真将他放出来，我等担心是福是祸未可知啊！天他下来了，要砸也是先砸个高的。当代方丈修得无罪，本座不能让灵隐寺在我这一代没落。诸位祖师休怪，这个毒本座赌了。为何会是你救了我？所以你是法海？法海，娘亲，这是给我取的名字吗？法海，法海，嘿嘿，我有名字喽！娘亲给我取名字喽！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娘亲不要生气，法海，法海不玩闹了，娘亲别生气了，法海害怕。不关法海的事，都怪娘亲不好，不要怕，不要怕。娘亲，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娘亲跟法海说，等法海长大了，去给娘亲出气。从今往后，你谁也不是，你只是我的孩子，无论是谁，都休想带走你。怎是这副模样？浪伴我去西极。灵隐寺第92代方丈陈隐见过祭奠祖师。祖师？谁是祖师？谁是祭奠？什么灵隐寺？真疯了！有酒没有？回祖师，寺庙清净之地是没有酒肉的。那你来做什么？祖师勿急，您既已出世，外面到处都是酒肉，你想要什么，贫僧都可以给您送来。好，我这没什么好招待你的，来吃。阿珍，多谢祖师。走，咱们走。为何放我出来？没放，祖师，您的仙兵被别人夺去了。仙兵？哦，是得拿回来。你嗔心很重啊！祖师说笑了，弟子和你一样，都是出家人。我们出家人早已戒掉贪嗔痴了。你是个出家人，他也是个出家人，你们都是出家人，我可不是个出家人。这他是什么意思？哪里来的野和尚，竟如此不守清规戒律？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我靠，哪里来的老头？他怎么进来的？难道是他？你们知道他是谁？传闻1000多年前，世俗之中有个员外的儿子，在大婚之日突然顿悟，抛弃了新婚娘子以及父母亲人，去灵隐寺出了家。受戒之后，赐法号道济。法号道济，那不是灵隐寺的降龙转世吗？是他，不过当时世俗里的人都尊称他为济公，因为他是真正的行脚僧人，所过之处济世救民，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可后来不知是因为何事受了打击，变得有些疯疯癫癫，彻底抛弃了佛门的清规戒律。也是自那以后，修行中人都笑他为己癫。降龙转世能受什么打击？据说是苦行途中路过了世俗的家，然而物是人非，他的家早已被当初的管家霸占，而他的父母也早已亡故。相传后来他还遇上了那个新婚妻子，可惜当年对镜贴花黄的新娘早已沦为了街头人人笑话的疯子，而那一切都是因为他当年的抛弃。原来还有这些故事，可降龙罗汉不是又重新飞升了吗？他为何出现在这里？我说是仙丹大劫惊动了他，不知前辈来此所谓何事？生我何用？爱我何用？这道何用？这法何用？修缘无用，济世无用，天地无用，山海无用，原来竟是我无用。把那降龙杵还给我吧。好，老大小心啊！我相信这位前辈没有敌意。好啊，前辈。他要干什么？又有仙人。你呀，他呀，你们呀，都是恶人啊！前辈，你没事吧？生我何用？爱我何用？这道何用？这法何用？修缘无用，济世无用，天地无用，山海无用，是谁无用？是我无用。是我无用。没想到这位真正济世救民的活佛却沦落至此。老大还要继续炼丹吗？3枚仙丹只差1枚，但灵药园里的幽冥杜生花已经没了，要等再次长熟，恐怕得10来天。大事件，天大的事件！发生什么事了？黑山那边来了2个超级厉害的和尚，好像是去要法海转世的，现在已经要打起来了。超级厉害的和尚，你知道是哪个圣宗的吗？对
对了，老秃驴自称小须弥山的什么尊者，小秃驴好像法号换什么的。幻界。对，就是这个，你咋知道的？好家伙，还真是他。不过话说，他们居然去黑山找法海转世，莫非法海由妖魔诞下？黑山老妖相传是风都与人间交界的一座山所化，也属于幽冥之地，那里或许有幽冥度生花。什么？你们留在这儿，贫道亲自去趟黑山。观主，我陪你去吧。不，你得留下，这里需要你来镇守。那观主你万事小心，切莫冲动行事。他妈的，佛门的人是拿我们黑山当后花园了。前次那个秃驴逃走东西才过去多久，现在又来我黑山索要什么法海转世？我去他娘的！灭道门没灭他佛门是吧？真拿自己当回事了。贫僧已经说了，此行并无其他目的，只要你等交出法海转世，我们自然会离开。你们佛门是木鱼敲多了，脑壳子敲坏了。这里是黑山，是妖魔之地，你佛门转世岂会在此？许多事情不是你等能够了解的，找个说得上话的出来。真的，你是耳朵聋了？我等不都在说话吗？你再说一句话，贫僧现在就斩了你。娘亲，他们是来找我的吗？不是，他们找的是个和你同名的大人。小倩，我知道你在附近，你可以隐藏气息，帮姥姥一次，将我孩子带入你的空间，帮姥姥一次，从此以后天涯海角，你得自由。哇，漂亮姐姐！好久不见，小倩。小倩见过姥姥。娘亲，你要去哪儿？有坏人来了，等娘亲把坏人赶跑，再带法海出去玩。怎么还没开战？小须弥山无意结仇，此番前来只为带回法海转世。小须弥山，你为何认为你佛门中人转世会在我黑山的地界？我佛圣宗自有尔等不可思议的手段。法海转世留在黑山并无用处，即便你们想要将他扼杀，也只是扼杀当事身，他仍会转投另一具人间身。因此，还请阁下予以方便，不要再将其藏匿了。佛门转世不在此处，你们可以走了。我师尊已经明确道出，法海在你黑山地界降生，你何必遮遮掩掩？你是在质疑我？阁下这等存在，自然是不屑于谎言的。只是阁下所辖妖魔诸多，偶有些许心思有异者，也未可知。不知阁下可否让贫僧入境内巡查一番？若再找不到法海转世，贫僧便即刻退去，再不打扰，若何？奉劝你们佛门别太过分了。上一次金山寺来人要的东西我们已经给了，这一次大人已经明确说了没有，你还多多相逼，莫非是当我黑山的妖魔好欺不成？还望阁下予以方便。一炷香时间，一炷香后再不离去，你死我活。多谢。圣子在外等候，贫僧很快就回。怎么会这样？现在你们可以走了，打扰了。真就这么离开？确实没有找到，一定是那老妖自己私藏了起来。尊者，开战吧！你对付黑山老妖，其余的废物我可一力摆平。这我无必胜把握，回去再说吧。此事不可莽撞。就这么走了可不行。法海转世必在此地，休要听这些妖魔狡辩。灵隐寺土幻奉命前来相助二位。灵隐寺土幻，灵隐寺当代还有仙台级的高僧，如今世道天资绝艳者竟如此之多吗？费圣师说这一世许多人有飞升机会，还真不是一句虚言啊。难不成我的天赋真不足以冠绝当世？二位迎接法海之事，刻不容缓。今日错过，万一法海转世被他们烹煮，到时又要等法海投胎了。所以开战吧！黑山之中，仙台以上的妖孽，不过两位，你我三人联手，必能灭掉黑山。如此，不光可夺回法海转世，亦是为世间除了一魔窟，我佛门近日屡受挫败，该一振声威了。庶子齐，尊者不战不行了。也罢，找死！这位师兄，你修为深厚，这捉鬼术劳你对付，待贫僧杀光其余妖魔，再来助你。好。安澜解决完卡拉米后，看向幻界。按理来说，有着克制优势的幻界应该是要稳居上风的，事实却出乎意料，是幻界在被压着打。就这水平，这是真正的天人级大战吗？灵隐寺师弟还愣着干什么？那边解决了，速速来帮贫僧啊！有不少妖魔逃入了深处，师兄且再坚持一时半刻，贫僧稍后就来。你在找什么？是你是如何出现在我身后的？你扮成佛门中人，就是为了趁乱进来找东西吗？你想找什么？贫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扮佛门中人？谁扮？你换袈裟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呢。别装了，小道士。你为何跟踪我？谁跟踪你了？我就是好奇，怎么还有道士扮秃驴而已？你不厚道啊！骗人家打得死去活来，自己溜进黑山想偷东西，人心不古啊！你以女鬼身份
还敢在贫道面前胡言乱语，不怕贫道朕杀了你？你不会杀我的，我能感知杀意，你对我没有杀心。再说了，上回我还好心叮嘱你了，你在恩将仇报，那算个哪门子道士？贫道安澜，阁下怎么称呼？小女子聂小倩，年方1200岁，你可以称呼我为前辈。贫道还有正事要办，你没事的话就别叨扰我了。话说，你找什么可以跟我说呀？兴许我知道呢。贫道要找幽冥杜生花，不知黑山地界中可有此物？巧了，本姑娘还真知道哪有这东西。聂姑娘可否带我去寻来？若真寻得，贫道今日便欠你一个人情，日后有所需求，但说无妨。不用，道教中人与本姑娘有恩，跟我来吧，全当是报答那位。怎么会？前几天我还看见了啊！会不会被人摘走了？这是姥姥的地盘，谁敢？等等，会不？姐姐，坏人打跑了吗？之前那地方有几株黑色的花，你动过吗？我前2天给摘掉了，不过后来娘亲知道了，她给收走了。哦，姐姐，我可以出来了吗？再等等，坏人打跑了，姐姐就放你出来。也不知是何品级的秘宝，竟然连天人都感觉不到半分存在的器械。咱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娘亲？不就在那吗？你该不会是说刚才的小孩是那束妖的孩子吧？没错，就是姥姥的孩子。你不会还要杀姥姥吧？上回在你的道场，姥姥出手可是留情了的，不然那白蛇根本坚持不到你出关。倒是姥姥本性其实不坏的，她虽然杀了很多的人，都杀的都是一些花心又绝情的臭男人。她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在我帮你找幽冥度生花的份上，放姥姥一马行不？他业障滔天，贫道一定是会斩他的。不过贫道也答应你，只要他交出幽冥度生花，今日贫道可以放他一马。至于日后再有相遇，定斩不赦。等那边战况结束，我便问姥姥讨要。不用的，我去结束。孽畜，贫僧乃小须弥山当代圣子，你竟敢伤我至这般地步！等着，等光明尊者解决了黑山老妖，贫僧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教你永世不得超生。这位师弟，你终于完事了，快与我联手解决了这个孽畜！师兄，这是什么神通？看起来似乎比不动明王宫还要坚不可摧。此乃我小须弥山不传之秘，号大日佛莲功，需身怀大气运之人才能施展。师兄还有大气运傍身？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你快点出手斩掉这个孽畜！好，你就瞧好了吧。这位师兄，你说你这大日佛莲能不能抗下仙气一击啊？让你动手，你哪儿来这么多问题？这把剑不是那个家伙的吗？怎么会在你身上？混蛋，是你！无耻之徒，你竟敢欺骗我！欺骗你？贫道还要杀你呢！好好待着，别想着逃，贫道今日不会杀你。不要杀贫僧，之前是贫僧错了，你需要什么补偿，跟贫僧说，贫僧是小须弥山的当代圣子，你要什么，贫僧都可以给你。冷静，道长，你务必要冷静，真的，你杀了贫僧会招来灭顶之灾的。小须弥山的实力不是你能想象的，放贫僧一马，只要你放了贫僧，你要什么有什么。尊者救我，尊者救我！你若杀他，天涯海角无你葬身之地。不巧，贫道此生最不喜被人威胁，此子死。圣子的气运佛莲枯萎了，此劫命中注定，他逃不过。圣子他身怀佛门气运的，他的气运当归法海。姥姥，不好了！法海被一朵金莲灌顶，身躯好像要裂开了。什么？法海？这小孩叫法海？娘亲，我好疼，我好疼！怎么会这样？娘亲在，不要怕。谢谢啊！那是什么？孩子。真的是法海转世，居然真转生到了妖魔窟中。那是什么东西？聂小倩竟敢戏我！他在救我，是我的孩子在救我。怎么会这样？大威天龙，法海转世，果然是在这里。小须弥山光明尊者遵奉圣师之命，特来此恭迎法海前辈。放下我的孩子！不知死活！放下我的孩子！找死！我等他情绪安定，你与他说幽冥度生花之事。你要去哪儿？帮青城山报仇。你疯了！快回来！他即便受伤，也不是你能对付的。快点回来！别跟他斗，斗不过的。不与他斗，他可是要与我们斗的。解决掉那株鬼树，来日小须弥山还有重谢。需要你说。
我赐你机缘，让你跨入仙台，黑山6大魔君以你为首，我对你恩同再造，没想到你却背叛我，私藏法海转世身，致使黑山几近覆灭。今日纵使将你神魂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赎你罪孽。还有他，我早该想到的，他的骨灰在你手上，永世都离不开你。结果长达1000年，你都搜不出他来。树妖啊树妖，你可真是我的好手下啊！怎么，你要当出头鸟？带树妖进你那画卷，等贫道解决了，他再出来。小道士，打不过就跑，千万别硬来。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但你可知道，你们道教的圣地青城山是被我所灭，所以贫道今日才要杀你。仙台中期便敢这般狂妄了。当世道们都如此夜郎自大，也难怪青城山要灭于我手了。来吧，让我看看你凭什么敢与我一战。只待开启觉醒大肆，法海就彻底降临世间了。到时，法海所带来的气运将会让我小须弥山鼎盛到极致。这一世的飞升之人，当有我一席之位。不过说起来，那个道士好生可恨，竟真敢当着我的面斩杀圣子。但愿那黑山老妖能够顺手解决那道士吧。当然，那个鬼术才是重中之重。好在圣师手段通天，竟能预算到法海转世到了黑山地界，不然真要让举国寺庙慢慢寻找，还不知得找到何年何月。生我何用？爱我何用？这道何用？这法何用？修缘无用，借势无用，天地无用，山海无用，是谁无用？是谁无用？这位大师是在等贫僧吗？难道真的是他？没有等你，这里是我父母还有我妻子所葬之处。可惜时间过得太快，这里连荒坟也没有了。节哀，有酒有肉，无甚哀愁，更无烦忧。那就好，甚好。贫僧还有要事，可否先走一步？那孩子生得怪好看的，给我看看吧。祭奠休要欺人太甚，此子与你无关，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祭奠再多多相逼，休怪贫僧出手。灵隐寺当代的方丈是头猪转世的吗？他居然将这个疯子放出来，他疯了！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弄点吃的给你。他要效仿佛祖，割肉喂鹰。这样说来，他慈悲之心仍在，那就好，那就好。吃这个吧。神经病，真是个神经病！好吃到哭了，想吃也不给了，终是一个可怜人。小家伙，可别忘了你娘亲，你也是个坏人啊！神经病！你也会这门神通？你可知前不久对我施展这一招的，早已经沦为我腹中口食了。这个家伙，今日本座就看看，即使仙剑在手，你又能奈我何？现在该你死了。天罡剑气又如何？仙剑在手又如何？没人能杀得了本座。那是什么？你今天肯定得死。应该没了吧？可为何还没有系统提示？小道士，黑山老妖的实心在地底，只有抹除了他在实心上留下的遗志，他才会真正的烟消云散。是姥姥刚才告诉我的。姥姥说，之所以青城山1000年以来都没法彻底解决黑山老妖，就是因为他拥有一颗不死实心，实心上有着他的灵石，灵石不灭，过不了多久，他依旧可以卷土重来。那不死实心在哪？姥姥也不清楚，但一定在这黑山地界。安关主，严姑娘，你这是？这是青天间检测气运的至宝，可以帮你寻出黑山老妖的不死实心。在那里，应该是这地底深处，是不死实心。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丰都鬼城复苏在即，黑罗刹也将醒来。我是他最得力的手下，你不能杀我。贫道说过，今天你肯定的死。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人级妖魔，修为加要0000000000000，恭喜宿主，你已突破至仙台境9重。黑山老妖已死，这不死实心怎么处理？此物邪门，留不得。别动他，将他给我，将他给我。你想要他的力量，你还想成为第2个黑山老妖？将他给我，我把这个给你，否则都将毁去。姥姥，你这是为何？他前面可是救了你啊！我要去抢回我的孩儿，我必须要得到他，必须要。你当真要让自己走向绝路？若是不能找回我孩子，生与死与我又有何益？多谢道长，下次见面，贫道一定会斩你。今日道长相救，是我恩将仇报，这个债我会还的，会还的。你自由了。关主，此件事了，我也要走了。有缘再见。关主，丰都复苏在即，今后你一定要小心。到底会发生什么？具体我也不清楚，但关主你需要记住，这一世唯有飞升才有活路，珍重。珍重。贫道这便要回山去了，你是何打算？我也不知道，道士，要不我跟你走吧？行吧。太好了，走吧。
黑山覆灭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修行界，不出意料，所有势力都被震懵了。这他妈的怎么做到的？难不成是武当姓张的在飞升大劫中所悟出来的那门仙法？可这门仙法不是没有流传下来吗？幸好那日没有为了生死之仇而节外生枝，否则真要动起手来，后果真是不敢想象。何事？圣师传令，准备开启觉醒大祀，请尊者即刻沐浴净身，前往圣佛台回圣师命，贫僧即刻就到。我等本就是将死之躯，无需感伤。今日我等先去，日后仰仗诸位了。先到长门，回到热气，当人生门。先到贵圣，回到贵州；先到长子期，回到长子兄。高上新明磊，飞鸽马开弓，唯愿天上腾，绿人荡雄。诸天气荡荡，我道日金龙。诸天气荡荡，我道日金龙。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但愿大安道友能镇我人间道统。有人攻打山门禁制，准备御敌。看来我等不一定是死在锁妖塔内了。先应敌吧。安小友，不是你们在山门外设下的什么禁制啊？那么难闯，真急死兄爷了。3个老家伙，你们没死啊？那就好，不枉费兄爷跟老大拼命赶来。原来是安小友到来，你这直接攻打山门，吓得我等还以为大敌犯境了呢。这位安小友便是清风关的关主。清风关关主，没想到就是他，如此年纪，居然能以一己之力灭金山寺，真是难以置信。难怪你说你新收的那位小徒弟对其念念不忘了。且不说其深不可测的修为以及惊世骇俗的天资了，光是这副皮囊和气质，都足以让无数女娃为之倾心啊！这家伙又突破到什么地步了？太变态了吧！话说安小友，你匆匆赶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贫道此前与连州真人有过约定，此番是来赴约的。诸位道友见谅，贫道不得进入蜀山之法，又怕耽搁，致使3位真人仙士，无奈下只好攻破山门禁制，仅在此向诸位道友赔罪。你与安小友还有私下之约？没啊。你该不会是送丹药来的吧？正是啊，不是你来真的。我不是说了吗？我等皆是底蕴之身，人间丹药对我等是无用的。晚辈也说过，会为3位带来仙丹。仙丹。安小友，行了，我等明白你的心意就好。你本来有2枚3天前就炼制好了，无奈最后1枚缺一宝药，这才耽搁了些时间。好在3位前辈仍旧健在，不然真是莫大遗憾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龙虎山都没人能炼制仙丹，你岂能炼制出这东西来？假的，一定是假的。假的？你给我好好尝尝，我老大炼制的仙丹还能有假？卧槽，真的是仙丹！老道要去炼化仙丹了。安小友，事后再跟你道谢。事不宜迟，2位前辈也快去炼化吧。在这期间，蜀山这一带的掌门净辉道长也是尽足了地主之谊，不但带安澜参观了蜀山全境，也向他解释了个大道门如今的困境。那茅山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一句万年十拔，属汉拔一脉。那还真挺麻烦的。那崂山，你听说过帝都的锁龙井吗？听说过，传闻里面锁着一头妖龙，是当年的大明国师刘伯温为了当时的国运，集结那一带钦天监所有力量，将其抓来镇压在京师的。怎么崂山所镇压的，莫非与锁龙井有关？镇压在崂山的也是一头妖龙，时人称其为龙母，与帝都锁龙井下的那头，你可以理解为伴侣的关系。原来如此。在随后的时间里，安澜又向净辉道长了解了关于锁妖塔的事情。对了，净辉道长，贫道还有一事不解，为何我道门圣地皆在同一时间发生内乱？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按比喻门的说法，应是丰都鬼城要复苏的缘故，地底阴邪之气日益增长，那些被镇压的妖魔邪祟实力都得到了提升，这才会有乱子出现。不过，根据我们的调查，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佛门奸细在故意破坏封魔禁制。前不久，锁妖塔禁制就出过问题，当时险些出事，幸亏各门各派高手来得及时，尤其是帝都那5位，这一次出了很大的力。同样也是帝都提醒我们，蜀山内可能有小须弥山中的人。又是小须弥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输给咕噜园与大北丘众千250人聚。而时世尊时时，这一持钵入舍卫大成起时，于其城中速立其意，开至本处，犯事气，收衣钵，洗足矣，扶坐而坐。如是我闻。伴随着术士的诵念，一道道实质的经文从其口中飘落，四面八方都响起了他的声音，如大佛禅念，似远似近，回荡不绝。小须弥山中已然准备迎接真正的法海，但同为圣宗的灵隐寺，此时此刻却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鼠妖，你黑山覆灭是那道士所为，你不去找他报仇，为何老是与我灵隐寺过不去？你到底要干什么？小须弥山，告诉我小须弥山在哪儿？贫僧说了，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何不信呢？出家人不打诳语的呀！我不管，今日若灵隐寺无人能告诉我小须弥山在哪儿，我便毁了你这佛门圣宗。你们再不出面，那贫僧也不管，就让灵隐寺从此覆灭了。妈的，那里面有2000年的老东西，他们一定知道小须弥山在哪儿。你直接攻打，他们肯定会说小须弥山不是你能
能去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这不是你们该关心的事，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位置。若有诓骗，我定会再度重来，将你们这搅到天翻地覆。终日自封，苟延残喘千年万年，又有何意义？本座今日辞去灵隐寺方丈之位，大家准备另选贤能。孩我孩儿，竟有妖魔之物敢犯我宗圣地，心境圣师，他是法海转世身的生物。还我孩子！恭喜3位前辈，小友，这一回你对我们可谓是在早知恩啊！我不光恢复了寿元，还小有精进，如今仙台7重天了。老道资质愚钝些，光增了气血，唯物的修为还是仙台6重。前辈，贫道似乎都感觉不到您的气机外放了，莫非？全赖安道有仙丹之福，老道已入天人境。本来已到生命尽头，结果谁能想到3人不但气血恢复巅峰，还各自有所突破，这样的天大机缘真是求都求不来啊！哦，对了，3位前辈，晚辈有样东西想给你们看一下。哦，什么东西？你怎么随身带着这种晦气东西？此物有些不寻常，但贫道实在是不知此物来历。这些天也问了诸圣地的道长们，他们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3位前辈见多识广，贫道就想看看3位是否知晓此物。这裹尸布竟能抗住仙台烈火，不光是火焰无法焚烧，晚辈用尽别的手段也损不了这裹尸布分毫，这才觉得古怪，想要问个名堂。此物你从哪里来的？黑山老妖的不死石心就是被这裹尸布所包裹着。另外，晚辈以前还在一座荒废多年的城隍庙里得到过与这同样的一张裹尸布。等等，你刚才说什么？黑山老妖的不死石心，那是什么东西？是个保命的邪物。听黑山老妖最后所言，好像是什么幽冥之地的黑罗刹给他的。这玩意儿可以寄生一缕灵石，只要他不被找到，那么无论黑山老妖死成什么样，最后都会死灰复燃。这大概也是青城山千年以来一直无法消灭黑山老妖的缘故。黑山老妖有此物，所以难杀，而你找到了此物。等等，你的意思是，上次去黑山寻炼制仙丹的宝药时，贫道顺手将他给斩杀了。什么？你真的杀了黑山老妖？那是莫说黑山老妖了，便是当年法海，那也是他走运，没有我老大同主一事，不然，哼哼。安小友，你是真妖孽啊！话说3位前辈，你们还没告诉我，知不知晓此物来历呢？你刚说了黑罗刹。对，那黑山老妖死前威胁贫道，说他主子是幽冥之地的黑罗刹，还说什么风都复苏在即，他主子也快要入世，以此威慑贫道不要杀他。贫道没惯着。其实老道也不知此为何物，但这既然是黑山老妖的，他又与黑罗刹有关系，那保不准此物跟丰都地府有些关联。至于黑罗刹，说是灵隐寺的降龙转世祭奠，曾与黑罗刹有过接触。不好，掌教传来消息，尸把已入天人境，镇压不住了。那个让茅山焦头烂额的尸把，现在才入天人境。尸把肉身天赋异禀，远超同境，此前不入天人，就让茅山历代祖师无可奈何，只能将其镇压。现在他入了天人，就更加难杀，甚至茅山今日都有覆灭的可能。茅山危在旦夕，还请武当3位真人速速前往支援吧。你们且好生看守锁妖塔，待茅山之事平定，我等即刻归来。我随3位前辈同去。等等我。你跑出来干什么？你们不能全去，茅山那个道士是奸细，我听见他和别人密谋了，他们要对锁妖塔动手。什么？安小友，她是贫道的朋友，是个本分女鬼，心性纯善，所以茅山没有事变，这只是调虎离山的借口。那倒不是，茅山好像是出事了，也正因此他们才决定动手。哦对了，待会他们就要调走地兜的5个老头，等你们仙台境的都走光了，就会有人对锁妖塔出手了。确该如此，只是茅山尸把该怎么办？晚辈去便好。这3位前辈勿忧，贫道既然能斩黑山老妖，那这尸拔就算肉身惊世骇俗，贫道最多也就是无法毁他肉身，镇压他想来问题不大。锁妖塔才是重中之重，3位前辈应以蜀山为主。也好，那安小友你万事小心，等这边肃清局势，我们即刻赶来。好家伙，尸气都渗透到外面来了，看来那东西是真要出事了啊！怎么进入内天地？我一个妖怪可不敢去茅山，所以还真不知道该咋进去。算了，只能继续硬闯了。咦，龙虎山天师府的还有炼丹师？正道、邪道。贫道清风观安澜，这黑熊精是贫道的护山灵兽，因听闻茅山尸拔出事在即，特来相助，不知诸位。贫道龙虎山张师师也是收到消息，急忙赶来。话说道友也是炼丹师？是吧？既然如此，就快进茅山吧，再晚点，茅山的师兄弟怕是顶不住了。不对，是尸毒，底蕴都被逼出来了。我说，怎么那帮素来足不出户的龙虎山炼丹师赶到了茅山，应该是来送解尸毒的丹药来的。去帮忙。
几位师叔，现在情况怎样？尸毒来得太突然，几乎瞬间弥漫了3宫6殿12峰。除了我等少数服了丹药，避过了尸毒，茅山7200余弟子，多数都已经有了尸化征兆。什么？茅山丹药向来紧缺，现在绝大多数的弟子都只能用镇尸符压住自己。师师道友，这下得仰仗你们了。都是同门，自该互相帮助。只是天师府中关于解尸毒的存丹也不多，哪怕我们这一趟几乎全带来了，也不过寥寥200余枚。请问师叔，茅山灵药封锁值可还充沛？你们是要现场开炉炼丹？事发突然，只能如此了。似乎也确实别无他法了，那就请诸位道友一同上灵药峰吧。老大怎么办？我先去那尸拔处看看情况，你去那座峰上，将金山寺灵隐寺收来的所有丹药交于他们，他们会分辨出哪些是解尸毒的丹药的。明白。是你，那位道友呢？老大去镇压尸拔的地方了，他让我把丹药都带过来，你们看看哪些是可以解尸毒的。敢问这位雄王，你家道长是哪位圣地前来相助的？清风关的。几位茅山师叔，你们知道这清风关是哪方道统吗？我等也没听过清风观，但既然这清风观能拿出如此多的丹药来，想必应该也是极其庞大的道门福地吧。行了，别瞎猜了，这些丹药都是金山寺和灵隐寺的，我们清风关不产这些垃圾。这只怕是他们的全部珍藏了吧？真没想到，关键时刻这佛门圣宗居然如此深明大义。啥？这都我和老大和佛门里抢来的，他们可没这么好心。抢来的。先不谈这个了，快些分出解毒丹药才是重中之重，还是得开炉炼丹。不是，怎么你们龙虎山都这个水平啊？6品炼丹师，你会不会练？快点啊！这样搞下去，茅山变成尸潮了，也等不出你们的丹药来。这位雄王，师师道友们动作已经很快了，龙虎山的炼丹术可不是你我能够质疑的。早知道我跟老大学两手好了，就照你们这速度，黄花菜都得凉了。不是，你懂炼丹吗？你知道炼一炉6品以上的丹药有多难吗？我们已经很快了，好吧？不是，我说的实话啊，你们这速度确实救不了人啊。那能怎么办？若我等都救不了人，天下就没有能救茅山的了。这位雄王，贫道理解你的心急，但越是此时，越不能急躁。师师道友，你也别再争了，快埋头炼丹吧。这丹药稍有差错，可就功亏一篑了。完了，许多修为低微的弟子都已经坚持不住了，有不少都用烈火符燃烧了自身，这可怎么办啊？我去喊老大。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压不住多久了，得让所有弟子撤出茅山。先等等，等不了，我等已经无法阻止尸气蔓延了。你不是茅山弟子，你是哪门天骄？如此年轻，竟有这等玄妙之术？你出自龙虎还是武当？晚辈清风关观主安澜，听闻茅山有难，特来此相助。清风关老大，龙虎山那帮炼丹的速度太慢了，指望他们临时炼丹，怕是不行了。现在好多茅山弟子都在自焚，老大你去出手吧。小友，你怎会我茅山通天路？机缘所得，6位前辈无需惊疑，这符箓只能压制住茅山道友们意识，并不能解去尸毒。贫道得去帮忙炼制丹药，这里还请6位前辈多加拖延。尸拔破关已成定局，6位前辈无需以死相拼，保住茅山弟子即可。事后贫道自会斩他。怎么办？怎么办？师师道友，静心，去帮我准备材料。你用这个炼丹？贫道自有分寸。我茅山道士有个不错的丹炉，要不道友你试试？行，把丹炉全拿来。全拿来。你在炼丹？没错。道友，炼丹岂能儿戏？你若不会，还请一旁下手，别浪费材料，行吗？这位道友，灵药峰中宝药有限，您继续去取材料。好了，这是什么丹炉？他居然可以自行炼丹？好家伙，这感情是个极品丹炉。时间紧急，借各位的炼丹炉一用。你要以一己之力同时炼21炉丹，你疯了？师傅怎么从没说过天下除了龙虎山外，还有这样的炼丹大家啊？其雷部天尊之力诛杀人间妖邪，9天雷火听无敕令杀。好家伙，茅山底蕴牛逼啊！2000年，茅山你镇压了本座2000年，今日茅山必定化为尸山血海，谁能挡我？谁还能挡我？所有弟子凡清行者，速退离茅山。道友，你也快点撤啊！这位清风观道友，老祖们要挡不住了，你快撤离茅山吧。等等，是清风关的那位道友？莫非是传说中的仙法？对，破不了本座的体魄。各位前辈，我来斩他，你们去护持茅山弟子。够了，不想让这些人陪葬，就给本座离开，否则都得死。你应该知道，本座可以毁灭这里，大不了鱼随网破。
收了你的神通，你是道门中人，莫非你要害死这满城百姓吗？现在滚蛋有多远，给本座滚多远！你现在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会让你死得很惨的。本座死得惨不清楚，但如果你现在不滚蛋，他们以及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得很惨。还不滚，当真是要让所有的人陪葬吗？逃不开，避不过，生我何用？教我何用？修行无用，全都无用。什么人？发生了什么？是他。不要，我错了，死！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人境僵尸，修为加10000。这莫非是要突破天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紫气东来，紫气东来，这并不是飞升大千仙界，可为何不也来这等异象？莫非他将是我人间道统之主？恭喜宿主成功突破紫天人4重，真是匪夷所思，斩杀施法绝不足以让我突破到这个程度。是那些紫气东来，气运加深。安道友，恭喜你了！6位前辈勿要如此。不，修行中人，达者为先，理当如此。贫道还有些困惑之事，想去寻那位活佛济公，要先行一步，还望6位前辈见谅。无妨，安道友只管随便。道长等等，如今乱世，我等手无缚鸡之力，请问您那白崖山是否已经解封？我等可否前往，受您庇佑？诸位皆为帝国子民，值此乱世，应遵帝国安排。而今四方妖魔并起，贫道又有太多仇敌，白崖山已非清净之地，恐非庇佑之所。不过贫道稍后会亲去帝国，无论如何，定会给大家一个安身庇护之所。若有人在其位为谋其政，贫道不介意天翻地覆。人间道统之主，非他不可了。别打了，真的别打了，你走吧。圣师是你想象不到的存在，你什么也做不到的，进去只有死，懂吗？何必非要自寻死路？还我孩儿！你这个蠢货！贫僧去斩他！你在自寻死路！还我孩儿！带酒没？前辈酣睡时，晚辈自作主张，已经去打满了。找我做什么？晚辈有样东西，实在好奇，想请前辈帮忙看看是何来历。果然，此物你从何得来？对于这位活佛，安澜打心眼里尊敬，直接将有关于黑山之事一一详述清楚。原来是那黑山的东西，这就难怪了。不过黑罗刹应该是不知道此物，否则落不到黑山的手中。听您的意思，此物似乎很不寻常。你可知丰都地府将要复苏之事？这阵子听说多次了。那你可知地府为何会在此界复苏？听您的意思，地府不属于此界。当然不属于，我们这地方不过是3000小世界中的一个。丰都地府何等势力，那是与曾经的天庭都能分庭抗礼的存在。若非后土娘娘化轮回无影踪，明天子又在结束里陨落，地府岂会沦落到一个小千世界来？所以您的意思是，地府本该是大千仙界中的顶级势力，而今将在人间复苏，根本不是什么复苏，只是落魄于此。没错，不过佛门在上界，应该也是顶级势力吧？传说中的地藏王菩萨不是在地府之中吗？有他坐镇，地府也会沦落到这里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此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地府变故，十殿阎罗陨落半数，这一张裹尸布便是其中一位的。若贫僧猜得不错，其裹尸之人应是第7殿泰山王泰山府君。对了，前辈，那这一张又属于哪位阎君？这个是以前在一只小妖洞府中所得，晚辈身上就这2张，再无其他了。这个贫僧便不知道了。其实关于对地府的了解，贫僧皆是在当初的降龙意识中所知，东西都好好留着，关键时刻或许有大用，或许招大害。总之，轻易不要再拿出来了。多谢前辈提醒。前辈，我可以炼制仙丹，您去哪里？3日之内我送来救您性命。不用，大仙到来时，贫僧会飞升的。你来了，贫道早该来了，我也早该去见你的。这阵子，你的大名如雷贯耳，你这等身份，岂敢让你来见贫道？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来得太快，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妖魔祸乱，丰都将至，天下当回到修行时代。古时皇朝复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贫道可以理解。但贫道想问，这座大阵当真是为了阻拦妖魔所修建吗？又或者说，将所有人迁到那6个城市，真的是为了让全民修行吗？是，但也不全是。这里需要气运，需要很多的气运，所以才需要他们来。但这并非利用，因为这里确实也在庇护着所有人，至少在丰都复苏前可以庇护所有人。至于这座大阵，实不相瞒，确实不是为了阻挡妖魔所修建。那是为何？举国飞升。举国飞升？怎么可能？以你的境界，自己都不可能飞升，何谈举国飞升？更遑论哪有这样的势力存在？以我的境界，自然是做不到这等惊天之事。可若是他呢？
这是异国气运。散修有散修的修行路数，势力自然也有势力的变强之法。无论是佛道的香火路数，还是皇朝讲究的气运加深，皆离不开信徒子民。这也是要将所有人迁移到帝都附近的缘故。其实古时常是举国飞升的多的是，无论是修建长城，还是皇陵陪葬，最终要么是为了将气运聚拢于一地，要么是聚集一人之身。但可惜他们几乎都失败了，只有一位走了个极其特殊的路子，成功了。祖棱嬴政，那始皇陵兵马俑，所以说始皇帝特殊，他生前没有成功，竟在死后走上了江辰路数。兵马俑只是假象，大秦的军事早已与他在幽冥之中惊奇百漫，飞升上界了。既然连祖龙都是靠旁门才成功飞升，你又如何有自信能够带着整个帝都飞升？因为这一世地府降临，这里的规则会被彻底打破，飞升将会比以前简单太多，甚至出入天人境的存在也有可能破碎虚空，登临大千仙界。上次武当3位真人与你去灵隐寺立威，灵隐寺的底蕴为何能够那样忍气吞声？还不是为了等候这个万世难逢的机会，博得一世仙。那条白蛇，你最好让他离开。法海觉醒，你保不住他的。法海究竟与他有何仇怨？为何转世下凡还要拿他？仇怨肯定是没有仇怨的，具体为何不肯放过白蛇，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但在佛门中似乎有过一句谶语：白蟒吞龙。至于究竟是否与这句谶语有关系，我就不能保证了。不过白素贞之事，他与贫道相处良久，屡屡替贫道守关。若法海真要拿他，贫道不介意与这位金山寺的传奇世事高低。也对，800年前法海举世无敌，这一世你又何尝不是威名满天下？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若这帝都真的飞升，他们有多少人能有幸跟着离开？得看他们自己了。现在全民修行，其实也是在测试每个人的根骨资质，地都是带不了全部人的。我唯一能够向你保证的是，在飞升之前，他们所有人都能得到庇护。至于之后，身后事贫道想办法，身前事希望你说到做到。记住，在你承诺的时间内，若世人得不到庇佑，休怪贫道阻挠飞升。告辞。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道教又出了个狠角色啊！老大，老大，你在这干嘛？我在这等你啊！你追18出去后，我寻思也赶不上你，就想返回蜀山看看。结果刚进山门，就看见整个蜀山都乱套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清楚，只是里头有红雾，茅山的道士东倒西歪，成片的躺地上，也不知是晕了还是死了。3位真人啊，他们疯了，跟鬼上身了一样。归墟老头和连州老头打得飞起，朝陵老头一个劲撞锁妖塔，那情况太诡异，我不敢再往里进，就急忙跑出来了。行了，赶紧去蜀山。道士，你中计了。你也是关押在锁妖塔里的，关你屁事！天狗皇，你也不行啊！这道士根本就没被迷失心智，你这样办事怎么逃得出来？不要玩了，说好的帮我出来，我带你去寻你哥哥，赶紧的帮忙开塔。对对对，快点开塔，放我们出去！都关押多少年了，我再也憋不住了。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不想找你哥哥的转世了吗？行，说好的，出来不准胡作非为，只能带我去找哥哥，不然我一个都不放过。老大怎么办？那一层禁制已破，我进去捉他。我可以出手，我终于可以出手，并且这不关我的事，我都没想劈你，是你自己要挡的。不要摸我！别在那发癫了，速将魔剑夺来，解救本皇。去你妈的！有你什么事？这个道士如此恐怖，快放开我！快放开我！都别跑了，快去夺回魔剑！该死！我来救你！我操，出来了！快来救我！你从何而来？刚从崂山破风，与你一样都被道教镇压多年了。原来也是同病相怜。好，既然如此，今日就该好好开开杀戒了。你逗他们，本皇去解决他。列阵，速退开！还要来吗？好家伙，安小友去了趟茅山，突破到天人境了。这个废物，我莫非是就错人了？我们走。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今日行事不对，来日再来奉还。告辞。别追！
韩小友，老大，我没事。这个天妖皇还真是不简单，体内有把剑镇着他大半妖气，竟还有如此实力。他体内的应该是传说中的镇妖剑，今日是由此剑镇住了他大半实力。若等他将镇妖剑取了出来，倒是真不知该如何处理。话说你们3个怎么搞的？不是说好回头埋伏奸细吗？怎么还是让人家把锁妖塔破了？哎，此事只能怪我们3个老家伙无能。我们悄悄返回之后，就一直在暗处静等奸细浮出水面，一切也确实如计划中那样发展。只是没料到，那从小须弥山来的2位高手，在拼死之中，竟突然转头杀向蜀山弟子。我等只好先阻那人，结果另一人送其诡异犯阴。老道3人心神只恍惚了一瞬，下一刻那僧人便以性命撞向了锁妖塔。也是我等大意，未曾察觉到他在锁妖塔上施了秘术。待反应过来时，第7重塔身已经出现裂痕，随之便是覆盖了整个蜀山的古怪雾。再后来就是醒来看见你们了。锁妖塔里的妖魔鬼怪日益强盛，又有佛门从中使坏，防得了今日，也防不了明日。出来便出来了吧，反正这些镇压已久的妖魔，迟早都是得解决掉的。再给贫道些时间，哪怕天妖皇恢复实力，贫道也不惧他。3位前辈，贫道得回去闭关恢复下伤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没问题，这里交给我们，小友只管好生养伤。我现在很怀疑你的实力，你应该清楚，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救你出来，可不是因为同属妖族的情分。你确定不给我一个交代吗？交代？本皇一个从上界下来的妖皇，需要给你什么交代？你不就是有事需要本皇帮忙吗？直说就行了，废话这么多做什么？我夫君被镇压在气运王朝之中，你救得了他吗？本皇还当是什么事呢？一个气运王朝而已，有什么救不了的？不过这一切得等本皇将体内的镇妖剑弄出来了再说。镇妖剑，所以你真正的实力被压制了。现在你知道本皇为何要退了吧？我来帮你拔出来。妖族能拔动它，本皇不能自己动手，还需要你来帮忙。那怎么办？可以让正道中人出手。道教那帮牛鼻子不杀了你都是好的，怎么可能帮你拔剑？怎么？只有道教才是正道？你把佛门放置何处？佛门那帮秃驴更加不是好东西啊！不过眼下也只能让佛门的人出手帮忙了，大不了本皇许他们一个条件便是。似乎也只能如此了。你准备去哪儿？小须弥山。开始传说级抽奖，恭喜宿主抽取到修仙圣地一座附赠奖励一条气运龙脉。我这么久不抽，你给我这么个东西，算了，再抽一波。恭喜宿主抽取到蛇蝎宫一张附赠奖励3只死神剑。全姐当个底牌吧。青蛇大仙，白蛇大仙，我又打探到重要消息啦！咦，你们怎么都回来了？刚回不久，什么消息？说来听听。2件事，第一件事，小须弥山的位置暴露了，在西域一处荒无人烟的大漠里。是如何发现的？是一场大战，之前在黑山的那个树妖，你们还记得吧？就是他去小须弥山干仗去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当然是死了呀，死了。那场大战非常惨烈，小须弥山里头派出了3头蛟龙，个个都超级厉害。不过那个树妖那天也特别的猛，1役敌3，居然硬生生干掉了3条蛟龙，把好多远处围观的家伙都给惊呆了。后来呢？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崂山的妖龙跑出来了，还闯入了龙虎山，将镇压着伏魔殿的天师斩邪剑给抢走了。所以当时他用来破塔的那柄剑是龙虎山的天师斩邪剑。传闻天师斩邪剑不是9品吗？可妖龙所用的那把明显是仙器啊。天师斩邪剑又名35斩邪雌雄剑，原本确实是2把9品之宝，但据小道消息，说是张道陵飞升之前，为了镇压伏魔殿中瘟疫之魔，特以阳平制都公印向道门3卿请了敕令，为其中一柄开了仙光。自那以后，那柄开了仙光的宝剑便一直在伏魔殿中镇压诸魔，而另外一柄9品斩邪剑则由每代天师执掌。老大，怎么感觉青蛇大仙比你对道教还了解一些啊？既然伏魔殿的天师剑被夺走了，那龙虎山此时此刻不是出事了？这倒没有，龙虎山很太平，我还看见有从内天地出来的道士，说说笑笑呢。哦对了，有6个茅山的老头去了龙虎山，他们看着很厉害的样子，身上的气机就和白蛇大仙一样。如此的话，应该是他们去的及时，没有让伏魔殿生乱。他们出事有几日了？想来寿元最多也就剩6、7天，得给他们续下命。好，你跑一个试试，再跑，贫道就再让你体会下天旋地转的感觉。你这个家伙，是你逼我劈你的。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毁了我的仙剑，就想一走了之，哪有这样的道理？更遑论你是一柄魔剑，贫道好歹是个道士，岂能容你出去害人？我又没有劈你，是你自己拿剑来跟我对砍的好吗？还有，我只想找我哥哥，没有心思害人，你别在这杞人忧天。你真以为天妖皇能帮你找到你哥哥？反正他跟我保证好多次了，他是天上来的，神通广大，见多识广，只有他能帮我找到哥哥。是吗？
既然他如此神通广大，见多识广，那敢问他知道你哥哥叫什么吗？他以前是不知道，不过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知道了。怎么一个神通广大、见多识广之辈，还需要你说了才能知道？那如果贫道告诉你，贫道掐指一算，不但能知道你哥哥姓甚名谁，还能算出你的身份来，你又该作何反应？少要唬我，那段历史早就消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就算蜀山的那帮老头，也没有人知道。你确定吗，龙葵？看来赌对了。你居然真的知道我的名字，你还知道些什么？贫道还知道，你之所以会成为剑灵，就是为了铸成这柄魔剑，来帮你的王兄打赢那一场战争。但可惜，你的王兄又岂会让自己的妹妹祭剑？现在你还要走吗？你真的能帮我找到我哥哥吗？不能保证，但应该比天妖皇靠谱些。行，那我就信你一次。你需要我做什么？你锁了贫道的仙剑，这段时间你得做贫道的配件了，而且得形影不离。当然，你也可以找机会逃走，不过别怪贫道事先没提醒你，一旦你要逃，被贫道抓住了，那贫道保证会用各种方法镇压你千年万年。行吧，3年，我给你3年时间。如果3年都找不到我哥哥的消息，那就算你把我镇压一辈子，我也会想办法逃的。一言为定。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觉醒大肆要助转世仙佛觉醒。什么？那我们还过去吗？上界仙佛苏醒，不会对我们出手吧？怕什么？佛门又不是道教，没什么仇，没什么怨的，干嘛要对本皇动手？再说了，锁妖塔这次能破，还有小须弥山一份功劳呢。他们请的仙佛岂会对付我们？出去！无奈锁妖塔中天妖皇承蒙小须弥山出手，得以脱困。今日前来既是盗窃，也是与你小须弥山有要事相商。你速速去向你家圣师禀报。就是圣师让你们出去的。看来是觉醒大肆到了关键时刻，咱们还是走吧，别打扰了人家。无妨，既然贵司繁忙，这样吧，本皇不进去，便在这山门处等待。觉醒大肆结束，本皇再进，这总可以了吧？不行，圣师是让你们出去，直接离开小须弥山，有多远走多远，不管什么事都以后再说。你估计这觉醒大肆有些麻烦，咱们还是不要打扰人家了，毕竟这趟是有求而来，万一坏了人家的事，岂不无仇也生仇了？走吧走吧。你好歹也是天人修为，怎地如此胆小怕事？小须弥山不简单，转世仙佛更危险，我觉得咱们还是下回来比较好。什么转世仙佛？若本皇体内的镇妖剑拔出，真仙降临，本皇也不惧他。再说了，我等又与他没仇怨，他觉醒他的，你我怕个什么？你要走，走吧，大不了本皇在这大漠里等着，不进去就是。看那觉醒情况，估计也就4、5天的事。到时本皇镇妖剑拔除了，再去寻你，帮你救回那条土、那条龙后，本皇与你两清，再无瓜葛。行吧，我便在这陪着你，但愿是我多心。老大，不好了，小麻雀要嗝屁了，你快出来看看啊！小雀妖怎么了？不知道。从那天带回消息后，他突然就嗜睡了起来，昨天更是一睡不醒，今天直接吐沫了。白蛇现在正用仙力强行护着他的心脉，但好像作用也不大，你快去看看吧。关主，求你救救小雀，他在恢复，生机在恢复，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等，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不清楚，但小雀妖之所以差点没命，肯定是因为那些巫气。老大，龙虎山那个小女娃来了。龙虎山瘟疫之魔出世，求关主，求关主啊！好家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上次这小姑娘还生龙活虎，怎么现在也跟小麻雀一样吐沫了？他刚才说瘟疫之魔出世，莫非原因在此？还真是那股污浊之气。这是什么地方？你这小丫头这么快不认得凶爷了？你对了，清风关，这里是清风关。龙虎山究竟发生了什么？龙虎山危在旦夕，求关主救命。发生了什么事？你与观主好好说来就行，不需作礼。那些底蕴如何了？老祖们修为通天，尚且还有一战之力。将我送出来之前，他们已经抱着必死之心，布阵封锁了整个龙虎山。茅山的前辈说，只有你的太极图才可以清理污浊之气。关主，污浊仍在蔓延，事关天下，求您出手。此事交付贫道，你无需担心，在此好生休养吧，照看好山门，我很快回来。怎么，如今的道教真就没落到这个地步了吗？哈哈，堂堂龙虎山，还加上一个茅山，竟无一人是我对手。张道陵呢？他不是无敌吗？让他滚出来与我一战。张道陵，我知道你以为生，你就在天上好好看着，看我是如何灭了你的道统吧。想不到这一次的丰都复苏给他带来的实力提升竟是如此恐怖，我道将无人再能制约他了。若清风观观主在此，岂能容得他张狂？可惜你们龙虎山那小丫头也不知找到清风观没有。这清风观主到底是个何方神圣，竟让你们屡屡提起？怎么说呢？这清风观我们也不了解，只能说那位年轻观主必将是我人间道统之主。人间道统之主，道教还想大兴？等我先灭了你们全部，就去看看你们所谓的道统之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有人在强闯龙虎山？是他，就是清风观。
安道友小心，这些东西会让气机衰败。你出来！你奈我何？死一边去吧！这个家伙你来收拾，不许用我砍他，太恶心了。没救了，把这枚丹药给他吃了。贫道去解决那东西。丹药？这个时候吃丹药已经没。天啊，这是仙丹！你疯了！除了当初张祖飞升前留下的那枚龙虎丹，世间哪还有等等。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神通？你保得了龙虎山，保得了天下吗？臭道士，等着吧，且看我如何荼毒人间。道友只有一个是其真身，拦住真身，将其镇压，其余的都逃不远。哪个是真身？你倒是指出来啊！这我只能赌一把了。天伤星，你疯了！滚出去！快给我滚出去！你不知道我一向都有仇必报的吗？疯子，你我恩怨自可事后再论。那道士手段邪门，你这般纠缠，我们会再次被镇压，千年不见天日的。不要！你不逃，有何可逃的？你的业障很重，我知道。贫道不能放过你，你自回伏魔殿中，再关3000年吧。不用，我这1000年本就是自愿回到龙虎山，本想于伏魔殿中有所顿悟，但终究是杀心难消。而今我已明白，我天资不够，心性凶狠，注定是不能如天孤星那般的修正果了。且待那瘟疫彻底消除，你动手了结我便是。好，恭喜宿主，你已突破紫天人境7重。来吧，该报的仇都已经报了，该造的孽我也造了，今日便来还债，从此与这狗日的世道两不相欠。道长，来。世道不公，行者武松。其实他好像醒悟了。喂，你不发表2句感想吗？喂，跟你说话呢，你看什么呢？他没死，没死。你不会也中瘟毒了吧？他都被雷海轰得一根毛都不剩了，好吗？他确实没死。完了，你肯定中瘟毒了！快把那太极图弄出来！我有仙心1颗，久被尘劳关锁，何日沉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是星星，108颗星星，好亮啊！鬼啊！贫道现在是该称你为行者武松，还是该称你为天伤星呢？我是行者武松吗？不对，我是天伤星，也不对，天伤星是我，武松是我，魔种是我，太岁是我，行者是我，打虎者是我。平日不修善恶，只爱杀人放火，忽的顿开金火，这里可算遇了。钱塘江上逃进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天劫，这是天劫，传说中的飞升大劫。来，先让我看看你有几分本事。不够，来点猛的！太可怕了，这就是飞升大劫吗？修行的尽头要经历的就是这个。师傅，这仙我不想修了，回去后放我下山吧，我要娶妻生子。放心吧，没事的。以你的资质，怎么可能修得到那一步？4圣受劫，好，有死而已，何足惧哉？恭喜天伤星正道成仙。些许感悟，希望能对诸位有所帮助。锦上添花，结谢善缘，日后上界相见，道长多多提携。上界再见，安道友受老道一拜。举手之劳罢了，何须如此大礼？如果那都算举手之劳，我等倒也想领道友再举手了。好说。好痛，是真的。此等贵重之物，我等如何能要？安道友人多眼杂，你快将这些收起来，以免被人盯上。各位前辈随意分配，剩下的过2天贫道这人送来。临时炼制要些时间，贫道就不逗留了，告辞。你说小须弥山真的会帮你取出镇妖剑吗？你就放心吧，只要本皇承诺帮他们对付道教，他们肯定会愿意的。佛道毕竟是正道，他们争斗不好明面上来，可若我来当这把刀，小须弥山自是求之不得。你知不知道小须弥山这次请下来的仙佛是哪一位？估计也是个什么罗汉吧。1000年多前，好像灵隐寺就是请了个降龙罗汉来。不过这一次仙佛降临，应该是为了应对地府。这地府复苏到底会发生什么？怎么各大势力都在这个时候准备着飞升事宜？哎，确实是只土狗，这也不知那也不知。谢谢你。谢什么？多谢你的指点。可以了，净身归位。来了，佛门祭月，恭迎法海归来，恭迎法海归来，恭迎法海归来。为何不是金山寺？您刚转世，金山寺便被道教中人所灭。原来如此。法海勿要。刚刚那是气运降临吗？必是，看来是那仙佛觉醒成功了。走进小须弥山。是他。恭喜大师成功降临。哎呦，你干嘛？大胆妖孽，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盘踞佛门之地，你他妈有病！阁下不要误会，我是来帮助小须弥山的，你我可结善缘啊！佛门正道需要你这妖孽来相助。大威天龙，世尊地藏，我惹鱼婆，我惹八马虎。你欺人太甚！他妈的，小须弥山有没有人出来管管？妖孽之辈，谁敢庇护？你别等老子恢复实力。
还想逃？完了！你是猪吗？站着等死！多谢多谢。若非真妖剑，本皇才不惧他。妈的，本皇也是倒霉，摊上了你的恩情，等给你事办完，赶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然迟早被你拖累死。已经逃了，就放他们一马吧。当务之急是去捉拿白素贞才对。没有妖孽能从我的手中逃走。圣师，天妖皇体内的镇妖剑是至宝啊，且还能利用它去对付人间道门。您难道真就坐视天妖皇陨落在法海手上？没办法，当年法海在金山寺便不受师门所制，而今他又岂会遵奉我的安排？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天妖皇死，镇妖剑照样会落到我佛门手中。依法海的傲气是不屑于此物的，最后多半还是得落于我手。至于人间道统，飞升之前我会解决的。善。怎么了？不知大师何方神圣？世俗之名，老和尚已不配再用，便叫我祭颠吧。祭颠，祭颠，你是降龙转世？莫非真是注定有此一劫？所以你是来杀我的？无需担忧，老和尚不喜杀，救人倒是有些心得。不好，他来了！妈的，这个疯子有毛病吧？阁下，我与你往日无恩，近日无仇，没必要如此不给活路吧？你要保他们？你长大的真快。我已觉醒，待我再次离开，他自有无上本领。对他而言，这是莫大造化，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清楚吗？好像是清楚的，不然当时也不会与他相斗了。所以说，你太不知回报。若无降龙菩萨，你一辈子都只能是个寻常人家，庸庸碌碌百年，然后化为冢中枯骨。是他给了你长生久世的前程，你却不思感激，反而恩将仇报。祭颠，你可知罪？恩将仇报降龙，是为不忠；断绝父母尘缘，是为不孝；抛弃毕生所爱，是为不义；坐视众生沉沦苦海，是为不仁。老和尚确实罪孽深重。是啊，既然我已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还何须在意世俗言论？何须尊奉天上神佛呢？你说是吧？这就是转世仙佛真正的实力吗？竟然如此恐怖！这还是受到压制，若在上界，你连看他们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当然，本皇在巅峰之时，你也没有看我一眼的资格。不好了，不好了，法海觉醒了！你刚才说什么？法海出现了？出现了，已经出现了，而且现在正跟那个疯和尚打得不可开交呢。你是说济公前辈？对，是他。据说他们已经打了1天1夜，转战8000里地界，所过之处天空一片疮痍，到处都是雷火。你们看好山门，我去一趟战场。该死，这个疯和尚怎么又与法海斗了起来？上一次贫僧带回法海金身，就曾遭他刁难，想不到而今他又要阻挠法海。圣师，这个祭颠可是我佛门叛徒啊，要不趁此机会解决了他。此人是个祸害，确实不能留了。但法海素来骄傲，我若插手，只怕反受其害。若法海真败局已定，那时再出手不迟。好吧，本想以人间之术杀你，可惜你确实不一般，尚未正式飞升，就已经悟得空间妙法，难怪当年降龙菩萨差点被你留在人间。祭颠，你确实可恨，也确实可怕，但有些东西在这个地方是你无论如何也悟不到的。掌中佛国，不过说起来，老和尚心中也有一佛国。酒肉之徒岂能得见佛国之景？你不懂，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老和尚虽然邋遢，但这心头肉上还是有些干净的。无论你心净与否，你都见不得佛祖。我与佛祖早已相见。就这就够了。所以啊，父母本是在世佛，拜佛何须去灵山？还打吗？祭颠，你安敢坏我佛心？为何会这样？他不入西天，不入灵山，未见我佛如来，为何能身具佛骨？父母本是在世佛，拜佛何须去灵山？娘亲，娘亲，娘亲！还真是一尊活佛呀！无礼，你敢？你的对手是我。那小须弥山圣师竟偷袭祭颠，这他妈的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个道士今也来了，咱们要不先撤？不，且看看情况。可那道士不简单，你现在又如此伤重，万一被他察觉，如何是好？我与那道士又非死敌，更别提他现在还得面对小须弥山那老阴笔，哪里还顾得上你我？放心吧。行，我听你的。前辈，你来了。贫道早已到此，坐视前辈遭此袭杀，实为贫道之过。老和尚命中有此一劫，你何过之有？休要自责。老和尚去过帝都，与这一带的王朝之主见过面了。他与老和尚说了你的事，身前事他们管，飞升之后已肩挑，倒是厉害。您才是真正心怀苍生的活佛，可惜没得酒喝了。前辈，酒。道士，快救我！
庶子狂妄。你干嘛？堂堂道教子弟，竟是邪魔之兵，岂是正道之举？阴沟老鼠之辈，也敢与贫道谈论正邪？去你妈逼的吧！阴阳线，太极出。你这个疯狗！是不是？我还没上来，带上我啊！天罡剑气，须弥山道长有话可以好好说，不要。完了，他来了，好了没有？马上。等等，你是在救济公前辈？虽说也不知道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去拦了那个疯子，但总得说也算是救了本皇一命。本皇素来不喜欠人情，他既然救了我，那我便也救他一次。本皇血脉特殊，想来应该可以给他鬼门关钱拉回来。果然有用，老秃驴，咱们两清了。凤凰涅槃，你是纯正的凤凰血脉，低调。居然真的救了回来！诸位，老和尚要走了。飞升大劫。不是老秃驴，本皇的血很珍贵的，你别浪费啊！这是在淬炼佛骨。这老家伙真变态啊！那不会是你叔拜老祖什么的吧？你个白痴，这是规则之力显化的景象。老祖，老你妹啊！仙道气运，前辈你这大祸即将到来人间，老和尚还有要事得先走一步，所以得劳烦你了。到时能多救些，还烦请多救一些。贫道义不容辞。算你有规矩。话说，要不顺便再帮本皇拔了镇妖剑呗？好好表现，时候一到，此剑对你是福非祸。鬼扯！恭送前辈正道飞升。恭喜啊，道长得了一份天大的气运。道长，有话咱好好说，咱们又没仇怨，相反，你跟我还是那老秃驴的好朋友呢。正所谓朋友的朋友，那就是兄弟了，何必刀兵相见呢？你说对吧？道长，别冲动，你道教又跟佛教是死对头没错吧？而我呢，我也是啊。正所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咱们完全可以相互合作啊。你帮本皇取了体内的镇妖剑，本皇帮你干掉那个转世的家伙，怎么样？或者你想干别人也行。你为何满身业障？这事跟你没关系，随便你吧。不过那剑贫道是不会帮你取的，把东西交出来，你们便走吧。东西交什么东西？今日是济公前辈救了你们，好生反省，否则日后再见，定斩不赦。装啥呢？也就是镇妖剑限制着本皇，不然分分钟虐你。老大不好，祖师爷炸了！祖师爷炸了，什么意思？你快进去看看吧。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很突然的自己炸掉了。自己炸掉的？怎么会这样？看到了吧，老大，刚刚就是自己炸开的，真不关我的事啊！为何如此？会不会是老大你最近膨胀了，内心不敬道祖了，所以你的祖师爷们不开心了？胡说！承蒙安道友仙丹续命，我们这帮老家伙冒昧登门道谢，没有打扰吧？诸位前辈光临，贫道欢喜还来不及呢。不是，安小友，你这什么情况？上回老道过来不是这样的。机缘之下，寻到了一处气运龙脉，贫道将其截了过来，这才使我这小地方有了些变化。诸位前辈，此行莫非还有别的事情？你可知今日各大道场所供奉的祖师雕像都已陆续碎裂？实不相瞒，贫道清风关中的祖师像也在今日炸开。诸位前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意味着上界道统已然出世，地府即将复苏之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知道了。贫道正想就此事与各大道场相商日后应对之策，所以祖师像的碎裂和地府也有关联。或许吧，不过应该还牵扯了很多势力。早在1000年之前，上界祖师便用秘法传下消息，说是上界开始了西游大劫，届时佛教当兴，道教当衰。而今祖师像俱碎，恐怕是上界道统在西游大劫中的角逐彻底失败。前辈可知道什么是西游大劫？好像是跟一场西行取经有些关系，但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就只有飞升之后才能知晓了。所以是那一场西天取经大千上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话说这跟地府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倒是没关系，只是一种比喻。我等要说的是，上界道统可能和地府一样，在一场势力的角逐之中落败了，因此祖师像才会碎裂。安道友，如今上界道统遭难，地府又即将复苏，人间道统需要有人执掌，唯有各大道门同心协力，方可应对大祸。所以我等商议之后，皆认为你是人间道统之主的唯一人选，你当为道主。诸位前辈，贫道德性浅薄，岂能担当此任？还请诸位令。安道友，这是你可莫要谦虚，这是师父老人家特意叮嘱过的，他明确点明你将为人间道统之主，重振道教的重任只有你才能做到。正所谓达者为先，你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胜过我们这帮糟老头子，所以道主之位非你不可。既是如此，贫道便恭敬不如从命，只盼我道教同心同德，往后人人如龙，长生久世。我等见过道主，快看又来了。呀，紫气东来，那是紫气东来。你好生招待诸位，我去闭关。明白，无需理会我等，道主快去闭关感悟。让你们准备的事怎么样了？回圣师，飞升大阵已经准备完毕，各地受召僧侣预计2天内即可全数抵达。3日后风都复苏，届时人间佛门于此飞升。阿弥陀佛，恭喜！本座拜于祭颠，何喜之有？连持气运加深，你所被限制的实力又得以释放3分，这还不值得恭喜吗？所以你想要我做什么？准确来
来说，这件事不是贫僧要你去做，而是上面要你去做。要本座去灭了人间道统，正是斩妖除魔，本座义不容辞。佛道之争，却是不想掺和，更遑论本座如今罗汉之身来这人间，吸纳道门弟子回了上界，岂不为人耻笑？行了，气运之事待回了上界，本座自会回报。你等准备飞升事宜吧，本座还需与那祭颠一战，否则心魔难除。要与祭颠一战，也是回上界之后的事了。那日与你战后，他已飞升而去。什么也好，上界一战才能各尽全力。如此的话，你可知白蛇在哪儿？贫僧倒是知道那白蛇下落，只是什么？只是担心你带不走他。为何？他早已依附于清风观主，清风观主不可能让你带走白蛇。对了，金山寺便是被他所灭。本座会去解决他。即刻通知所有底蕴出山，飞升之前解决人间道统。对了，让灵隐寺的底蕴也一同前往。不好，不好，法海来了！法海冲这里来了！什么？道主此时正是闭关最重要的时候，绝对不可打扰到他。可那法海，我去拦住他，不知大师此行何为？青白蛇顺带斩清风观主，青白蛇顺带斩清风观主。你贵为仙佛之躯，却要下界斩我道门中人，不觉得自己过线了吗？本座师出金山寺，清风观主既然覆灭金山寺，就理当承受这份因果。至于其余道门中人，大可安心。若贫道非要拦你呢？你拦不住本座。若我等一起呢？诸位道友，还有我们呢。你们本想狗到地府降临，趁机飞升，奈何想着心里不是滋味，道心更因此动摇。此番听说法海要来对付咱们新的人间道主，那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诸位，我等来迟，切莫见怪啊！人之常情罢了，没什么好自责的。怎么感觉那个狂僧的气息比当日与祭颠大战时还要恐怖一些了？是气运加深，这方天地的规则对他的压制小了许多，本身的实力自然也能得到更好的展现了。原来如此，那疯批和尚非寻常仙佛，道门这一次要出大事喽！这是要做什么？飞升之前覆灭人间道统。什么？听闻覆灭金山寺的那个道士，而今修为已深不可测。我等飞升在即，真要去冒险吗？本座知道你们担心什么，那道士法海会解决的。你们安心对付其余道教底蕴便是，必要时候我会出手。那敢问道教弟子是否都需要赶尽杀绝？不用，地府降临，人间便会成为炼狱，只需将道门底蕴赶尽杀绝，其余弟子无力飞升，自会泯灭于人间。如此甚好。阿弥陀佛，诸位该让开了。或许你可以选择从我等的尸首上踏过去。看来这一战是没法避免了。诸位该结阵了。上奉天都，下敬幽冥，此间混沌，阴阳两分，无道敕令，隔绝天地，勿要再执意前行了。大师强行破阵，恐伤及己身，且退回去吧。有点意思。长门道教大阵，妙不可言。今日的剑还真是非同寻常。世尊地藏，般若诸佛，大罗法咒，破尽凶魔。太可怕了，这个家伙！道门子弟前来支援各位老祖，你们我辈修行中人何系意思？给本座破！妈的，还真是个疯批啊！看那架势是要两败俱伤了。话说那个道士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出来？他十有八九是在突破的紧要关头，所以这些人才会不惜代价阻拦那疯子。等等，那边佛门底蕴到了，我等来助你破阵。你对付你要对付的，这些我等解决，一个不留。这个家伙，老大带他们撤回白崖山，分发丹药。好，本以为祭颠飞升，这人间再无值得一战的对手，没想到你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难以置信。今日你必死！都愣着干什么？速去灭了道门底蕴！哼，雕虫小技！你去助他。没有魔剑在手，便叫你尝尝我佛门之宝。对付你何须魔剑？更遑论这天地万物，有何不可为剑？法海，你还不出手？你我联手速斩了他！我以上界仙佛之身来此人间了结因果，已是越界之举，再与人联手对敌，岂不贻笑大方？此子今非昔比，稍有不慎会出大事的。若他修为未曾大进，本座反而还觉得无趣呢。够了，你在此不可对任何一人出手，等本座解决了他，你要灭道或是做其余的，皆与本座无关。可若是在我与他一战结束之前，你有所动作的话，休怪我无情。等本座以人间佛门之主身份飞升，那时再看你法海该如何面对。全部停手！现在你可以无后顾之忧，与我放开手脚一战了。这一日，贫道期待良久。
还不将那魔剑召来？不用。也对，那魔剑非比寻常，万一我佛门中人突然出手，只有他能防备意外。是有这个疑虑，毕竟你佛门能如你这般光明正大者不是很多。既然如此，请。这个道士怎么回事？感觉比上回实力暴涨了10倍不止啊！是气运，他得了人间道统的天大气运，加上道教紫气灌顶，又有惊人感悟，实力暴涨，不足为奇。走吧，去哪儿？恢复实力啊？找谁？找谁？想找谁就找谁。眼下局势还看不清吗？佛门那帮老秃驴想灭道门，但顾忌法海，所以不敢出手。这个时候，若本皇在为出手，他们岂不欢喜？同样的，道教那些牛鼻子担心佛门出手，若本皇答应保他们，或者说帮他们保那道士，你猜他们会如何选择？所以无论是哪一方，肯定都愿意帮你拔出镇妖剑，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真想不到你竟能一眼看清局势，那你准备帮哪一方？本皇有仇必报。张三丰的仙法，今日本座便让你看看何谓仙道手段。常闻大威天龙，有一丝真龙之气，今日贫道也来试试斩龙滋味。此子不能留，绝对不能留。那一缕真龙之气早已与本座同生，你斩不了天龙，本座不死，他永不会死。既然如此，那便斩你。好，你方施展张三丰仙法，现在便也让你看看本座的仙法。上次败于祭颠，本座痛定思痛，终于明悟本座的佛国之中多了怒目，少了悲悯。而金骨拳本想再与那祭颠一较高低，可惜他已飞升，今日被你逼到这地步，只好用在你身上了。你需要跪下，滚开！发生了什么？为何佛国异象消失了？没有消失，只是被遮盖了。你创出仙法了？等等，难道是？没错，是济公前辈。他在跨越天门之前，将飞升所得的仙道造化赠予了贫道，加上此前天伤星赠予了一些正道感悟，如此才被贫道窥得仙道奥妙，在闭关之中总算创出一门仙法，你可以称其为一夜遮天。在道教之中讲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巧的是，济公前辈似乎也有这般理念，所以那一日他的仙法是一个又一个为人父母者的出现，大佛雄壮，不可触犯。然一人之力渺小，可10人、100人、千千万万人，又当如何？法海，你输了。他居然输了，圣师，我们快退吧。输了好啊，输了才好啊，只有这样，另一尊法海才能出世啊。另一尊法海，什么意思？但愿能够顺利控住他，如此便能为我所用了。魔气，心魔出世，为何会这样？为何？魔法的巴猕猴，不要念了！现在还想杀我吗？不杀了！解决他！你镇不住心魔法海，杀了他！不要！压胜之人，给我死！怎么是你？什么狗屁道主，不还是需要本皇搭救？你的镇妖剑被拔了，这便是救你的条件。那些牛鼻子老道手法真差，疼死本皇了。天妖皇，我须弥山助你出世，你今日难道要恩将仇报，与本座作对不成？秃驴，话可别乱说，本皇出世那是赖那个土龙的功劳，与你何干？当然，小须弥山也确实帮了不少忙，所以你放心，本皇不会动你们一根汗毛。但是他今日他必死，如来亲临也保不住他。我说的。孽畜，与我为敌，该死的是你才对。秃驴，跟本皇面前装什么？给我死！小倩姑娘在吗？在，一直都在，就是不敢出来。贫道还得解决那些人，你带他进去躲一躲。你自个小心啊！你这疯子，还愣着干什么？快来助我！尔等混蛋！放心，那帮混蛋，贫道帮你解决。不要！贫道说过，今日你等都得死。现在该你了。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杀我吧，我会在上界等着你。你敢飞升，必死无疑。老大，接剑！不是说好了，如来都保不住他吗？上回为了救老秃驴，失了些本命精血，导致我实力大损。不然就这家伙，我要打10个。这家伙还在施展仙法一下，等等入魔之后，连仙法都变魔功了。嘿，干嘛呢？秃驴，以为就你有仙法？给本皇死！
够了，孩子，够了，不死实心。可算赶上了。道士，你是不知道，为了找到这东西，青蛇大仙和我那可是动用了妖族里的无数关系啊！你怎么样？我没事。什么情况？人间身，这秃驴转世转成了妖怪的孩子。你不也是个妖怪？我不同，我是什么血脉？寻常妖怪岂能与我并论？孩子可以醒了，该醒了。不对，不对，姥姥，退回来。终是一段孽缘，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吧。为什么？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反压制了他，你又为何要出现？为何要让那该死的人间深扰我心绪？孽畜，孽畜！娘亲知道你痛苦，是娘亲对不起你，我的孩子，是娘亲对不起你。没事的，孩子，没事的。娘亲，娘亲，他好可怜啊！看来人间身的意识和心魔的意识同归于尽了，还要再战一场吗？贫僧已经输了，阿弥陀佛。这秃驴想干什么？这货要自行己灭。你姐姐呢？怎么到这份上了，你还不肯放过我姐姐？多谢。我顿悟之初，感到未来有白蟒吞龙劫数，故而认定他会是贫僧的厌胜之人，或是本心惧怕，或是心魔作祟。总之，皆因贫僧一己私欲，才将一良善之妖镇于雷峰塔下800年。贫僧有愧于白蛇，耽误他800年修行，但愿此番能助他正道。贫僧品行不端，本为仙佛之躯，却要下界作威作福，以致一场孽缘，害人害己，诸般罪孽加深。贫僧已无颜面再回上界解救神魂俱灭，功德也罢，业障也罢，一切都就此了解。阿弥陀佛。不得不承认，这个家伙确实猛，哪怕在上界，也不是什么简单货色了。你不是说没了镇妖剑就无敌的吗？那是在公平一战的情况下呀。你没看那心魔法海用魔剑砍本皇吗？没有兵器，本皇当然糟了，魔剑把他给忘了。龙葵，你怎么样？放心，没事，他是剑灵，魔剑不毁，他死不掉的。那他为何不出来？一个剑灵敢反抗仙佛的镇压，当然是昏了呗。话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哎，到底是个小千世界，都是些没见识的土狗。再去做完最后一件事，就准备飞升喽。土龙，准备一下去帝都了。愣着干什么？走啊！算了，不去救他了。你认真的？不救了。这可是你说的，不救的话，那本皇可就走了。你去吧，回你的故乡去吧，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再见的。行，以后到了本皇的地盘，保天妖皇的名号，到时候我罩着你。开始了？什么开始了？神，什么情况？地府降临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想飞升？好好待在这里，不要出去，我去就回。圣师没死，阿弥陀佛，太好了，太好了！圣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掌中佛国，一夜遮天。他们以为只有自己有仙法，殊不知本座自幼修行上界妙法，过去、现在、未来，无修三世，岂是轻易便能斩杀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不是佛陀之法吗？圣师竟然自幼修习此法，只是可恨未来身要到上界才能修炼，而现在身却被那道士斩灭，前路已断，本座毕生苦修，就此功亏一篑，此番大仇不共戴天。本座在上界等着你。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都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2000人聚，皆是阿罗汉。启示飞升，飞升了，我等要飞升了，还想飞升？这个数字，臭道士，你当真要把事情做绝？你可曾想过，日后你飞升上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怒火吗？安澜，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那就让贫道再过分些。本座此次飞升，有菩萨在上界护持，你奈何不得我？怎么还不放弃？莫非是要随我一同上界？好啊，本座大发慈悲，就带你上去，且看你到了菩萨跟前，该当如何？也罢，你只管飞升，但这须弥山你却是休想带走了。你敢？贫道有什么不敢的？住手！你给本座住手！你在干什么？住手！住手！我等好不容易能够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你岂能坏我等大事？诸位师兄弟一起上，绝不可使他斩我佛门气运。想上西天，何必如此麻烦？贫道送你们一程。你造下这样的杀孽，就不怕业障缠身，永不得正道吗？贫道一生行事，但求无愧于心。今日杀孽，若真要业障缠身，那便来，贫道有何惧哉？你记住，上界之后，本座一定要你为今日所做之事悔不欲生。不要，圣师，求求您带我们走，带我们走。记住，你们的死都是他造成的，人间之仇，天上清算。
怎么回事？不对，这好像是念力，众生的念力，难道是连州真人？你们怎么在这？道主，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回道主，我等正要前往帝都，帝都那边来信已经开始举国飞升，但带走的人始终是少数。而今气运大阵护帝都飞升，那6都百姓却已是没了屏障，我等这才急忙前往。行，那便快些赶去。道主，你去小须弥山发生什么了？人间佛门要飞升，贫道去阻拦了。须弥山圣师有上界力量护持，成功逃走了。至于其他数十万僧众，皆已殒命。飞升已经结束。安道长，你在哪？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该死，这些恶鬼，老子干死你们！安道长，是安道长，他真的来救我们了。正好，终于可以开启神话级抽奖了。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奖励四方禁地神杯。怎么感觉好像一般？非要说有所不同的话，也就是这禁地神杯的威力会随着我的实力提升而提升，也就是让我外出时能稍微省心一些。继续抽奖，神话级。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奖励法天象地。等等，法天象地居然真的是这门神通，有此仙术，哪怕在上界我也有立足之地了。继续抽。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大阵气运天庭大阵飞升。如此说来，那我岂不是也能够举世飞升？也许帝都带不走他们，我可以。道主，前辈怎么了？那些妖鬼之物基本上都解决的差不多了。道主，你看这些百姓今后该何去何从？各位前辈认为应该如何？我辈修道当怀济世之心，时之乱世，众生危如累卵。我等想留在这儿保护他们。诸位可要想清楚了，今日侵袭黎民的皆不过是寻常妖鬼，来日若那地府中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甚至是阎君等存在，要取众生性命，诸位还能护住他们吗？这地府降临，飞升规则已破，昭灵真人、文熙真人，还有你们几位，你们都已到天人境界，联手之下开天门并不艰难。飞升会有些许风险，但留在人间绝无活路。诸位前辈可考虑清楚了。若是众生皆死到临头，我等愿死在前头。既是如此，烦请各位前辈即刻去往各家圣地截取龙脉，送入白崖山。既是道主吩咐，我等一一遵从。另外，烦请诸位前辈即刻让天下道教子弟齐赴白崖山。道主，您这是要保下整个人间道统？不，贫道要带他们一起飞升。所以道主，这才是你需要各地气运龙脉的原因。不然呢？好啊，好啊！如果道主能带领人间道门成功飞升，我等也算是死而无憾。你们不会死，我会带你们一起飞升，所有人一起飞升。小道士，你在害怕？害怕？贫道有什么可怕的？你急着炼制丹药，让所有人拔苗助长，不就是因为害怕吗？地都准备多时，带走的人也不过是数百万，你却想要带走1万芸芸众生，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其实你也知道这很荒唐，所以你在担心，你在恐惧，因为你知道飞升失败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会取舍。你没事了。而今上界道统还不知是何情况，你既为人间道主，应该为道教的未来负责，放弃那些人，带所有的道士飞升，这才是万无一失的选择。道教封山之时，那些人随大流拜佛门，其中将道士视为阴沟老鼠的，不说全部，也有大半。他们可曾为道教做出过奉献？他们只有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想到你。这样的愚民，当真值得你去冒险举世飞升吗？有些事不是看值不值得来决定的。又是斩妖除魔，既是救民，义不容辞是吧？可你想没想过，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你已经很对得起他们了。我知道，哪怕我背弃当日的承诺，不再管他们，我也无愧于谁。可若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便有愧于本心，有愧于我所修的道。所以你们不该再劝了。道士怎么都这样，一根筋的脑子，好不容易唤出他潜藏的心魔，结果就这。贫道就说，以我如今的境界，怎么还会觉得困意难止？原来是你们两个搞的鬼。贫道有些好奇，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动的手？在你着手要带走芸芸众生的时候，其实道教与阴曹地府也是有许多渊源的，诸如5殿、7殿还有9殿的判官大人，都曾是道教的天师，在地府秩序稳定的年代，也与道教有着诸般合作。因此，哪怕如今地府混乱，我等多少也会念些旧情。所以你们道教想要飞升上界，只管去便是，我等不会阻拦。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想要带走所有的人，地府迫不得已从大千上界流落到小千世界，而今复苏正是需要阴魂养料的时候，可你却想要带走他们，你说我们该不该拘你的魂魄？贫道不知道地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你们应该清楚，以芸芸众生的阴魂为养料，这是越界的行为。你们既为地府正神，当遵循阳间规则才是，将人间化阴间，本就已经是逾矩之行，又岂能再得寸进尺，不给众生活路？与他废话这么多作甚？既然他痴心妄想要救所有人，那就让他一个人也住不成。这是法天象地，他居然会法天象的，这是禁术般的存在，哪怕大千上界，所会者也不多。为何一个小千世界的道士能掌握这样的手段？老大不飞升了，我们不飞升了，你回来。
了！我说过带你们走，都走。这个疯子，蠢货，简直是个无药可救的蠢货。老大，行了，我不飞升，我要跟你在一块。为什么要这么傻？为什么要这么傻？人到莽莽，仙到莽莽，鬼到乐西，当人生门；仙到贵生，鬼到贵中，仙到长自己，鬼到长自凶。高尚心灵爽，悲歌朗太空。唯愿仙道成，不愿人道朽。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诸天气荡荡，我道日兴隆。走吧。你真的很该死，杀了！刀山火海同住油锅，你会死的。不过在这之前，你会尝到什么是地狱的滋味。谁敢动他？你怎么下来了？我以为你跳下来是大战的，谁能想到你是下来送死的？要知道如此，我怎么也不会下来啊！你什么时候醒的？你变老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弄成这个样子了？剑灵，居然还有如此绝美的剑灵！好啊，好啊！别管频道了，你快走吧！你就是个骗子！说好了要带我去找我哥哥，你怎么能死在这里？走，我带你飞升。小姑娘，这调可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哦。撑住我！这特么的什么东西？怕什么？一拥而上，他能射出几箭来？好啊，来看谁要做第一个替死鬼。这怎么办？你们这帮废物！杀了！黑罗刹，你要干什么？你为何救我？我知道你佛门数十万僧侣因你而死，你是个狠人，我很喜欢。我本为古罗刹国王子，可惜上了佛门的当，才沦落到如今地步。所以你对佛门动手，很合我的心意。佛道之间势如水火，你与佛门也有恩怨，但贫道与你不会是一路人，所以我跟你只会有利益关系，这一点我比你清楚。你想要什么？那个废物也是死在你的手上吗？你是说黑山老妖？知道就好。那个废物不老实，明明得了东西，竟然敢隐瞒我。好在那日两个小鬼见居无常之类不知足，竟还敢幻化阎王，阴差阳错下倒是激出了那东西的气息，否则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泰山府君的裹尸布，所以他现在还在你手上吗？在的话如何？不在的话又如何？在，你飞升；不在，你死。正如你所说，我们不是一路人，没有利益，你也就不再有活着的价值。在这些天，我搜遍你的肉身，甚至检查了你的神魂，却始终一无所获。可惜我没能力查看你的记忆，我很好奇，它究竟被你藏在了哪里？藏在哪里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它在我手上就行。现在该由我来问你问题。贫道昏迷多久了？3个月。贫道被下了诅咒，为何能够不死？你身怀天大气运，生死不除不了你的命。一个天然五衰的诅咒，也只能让你短暂枯萎，要不了你的性命。至于你的伤势，自然是我出手摆平。贫道的那把剑还在吗？一把魔剑，还如此关心，看来你也不是多正直的道士。还在吗？这本就是一柄魔剑，常居于幽冥之地，魔气自然与日俱增。这是一柄神兵，若留在地府，往日必将大放异彩。搁你的手上，浪费了。龙葵呢？放心吧，剑在灵在，剑会灵亡。这把剑好着，剑灵自然无忧，只是沉睡罢了。我已经回答了你很多问题，什么时候把东西交给我？我需要飞升，你得帮忙拦下阻碍之人。上界佛门大兴，飞升对你而言未必是好事，何不留在这里与我合作？虽说咱们不是一路人，但倒是升任地府神职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了，不是吗？正是因为上界佛门大兴，我才更应该赶紧上去。你是在担心那些人？那我建议你还是没必要上去了。为何？他们上去都已经将近100年了，你在人间坏佛门大事，你觉得这些年佛门找到他们没有？他们现在真的还活着吗？将近100年，我不是只昏迷了3个月吗？怎么？你以为上界的时间与下界是一样的？你可知小千世界每过1日，上界都会过去1年。人间1天，天上1年。你认真的？难道不该是？怎么？你想说应该是天上1天，地上1年？若真如世人所想，大千仙界修炼1天，下界中人已修行1年，那上界还凭什么与下界修行者论高低？你以为大千仙界中动辄修行1万年，时间都是哪里来的？你以为飞升之后的存在为何都如此强大？时间、寿命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正因为大千仙界拥有长生物质，所有生灵都寿元悠久，只要不被杀害，就能一直长生，一直修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一只猪修行10万100万年，也能成仙。弹指之间，100年将逝，他们是否还安好？所以现在你还要上去找他们吗？要。你还真是固执。也罢，也罢，我保你飞升。你将东西给我，顺带帮我带件东西上去，交给一个人。谁？我的妹妹，古罗刹国铁扇公主。红孩儿的母亲，铁扇公主。你怎么知道我妹妹？道教先贤曾施秘法传话下界，提了一下西游之事。西游？你要贫道带什么？没什么，一封家书罢了。谁敢阻他飞升，便是与我作对。东西可以给我吗？你我只有利益相交，若来日有再见机会，或许会是兵戈相见，到时贫道会倾力一战，你也不必留守。好，告辞。